早上我送4月回来的时候就遇到他了，他不由分说的就要拿着鞭子要抽4月。还有这事儿？那你回来怎么不说？不是，我说了你会信啊？我就看着您以后还是不是宠他惯他。哎，这不是你舅舅就他一个闺女吗？你舅母这些年来寻了多少名医，肚子也没点动静。不是，就一个闺女又怎么样啊？不说她要多有才，起码得明事理吧？你看看蓝嫣然像什么样啊？嚣张跋扈，刁蛮任性。说的好似你自己比蓝嫣然好呢。哎，你可别拿您儿子跟蓝嫣然比啊！虽然我没干过什么大事儿，但我也不给家里惹事儿，最多就是吃喝玩乐罢了。4月呀，抱歉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不知道嫣儿竟然这般对你。夫人，没事儿，你不计较就好。嫣儿被他们爹娘惯坏了，我定会好好教训她的。蓝姑娘说话确实有些难听。哼，她那叫难听啊，她那叫没教养。4月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定会好好教训她的。夫人不必放在心上，走，咱们进去再说。我让丫头们给你准备了些糕点，你回去的时候带上，给你娘尝尝。夫人不用客气，就是一些小糕点，你带回去给他们尝尝。娘，与其用这些小糕点表达你的歉意，还不如让蓝嫣然好好的给4月道个歉认个错。她做的事儿就该她自己承担。您说这么多话没用，这些事儿还用你说？老娘我不知道吗？就怕你又囫囵过去了。有你这样损老娘的吗？我这是让您做人更精明，不能被人蒙骗了。看着这母子两人的对话，4月初觉得白大宝还真是一个三观挺正的人呢。4月，你们站这儿干啥呀？我们正跟白夫人聊天呢。二嫂，你买了啥？哦，买了糕点，还有2只烤鸡，还买了点小玩意儿。我娘为你们准备了一些带回去的糕点。啥？白夫人准备了糕点呢？这咋不早说呢？早说我不就不买了。这糕点呀，花了他不少银子呢，可奈何没忍住馋，下狠心买了。那个二嫂，我他要说什么才行呢？4月初脸蓦的一红，二嫂啊，二嫂，求放过呀！夫人啊，不必客气了，我们已经采购了很多。大嫂，一点的心意不要放在心上。那既然大嫂二嫂都回来了，那我们也准备出发回去了。现在正是午时，我已经吩咐厨房准备午饭了，吃了再走。知道4月初他们今天要回去，用5点的时间，白知州也回来了。爹，我想进军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我想进军营，你帮我给大将军说说呗。你要从军啊？你确定你要去军营？没错。大宝啊，怎么突然要去军营呢？你知不知道啊，军营有多苦，你哪里能受得住啊？你可要想好了。想好了，我要从军，你帮我给大将军说一说。你想要从军，我可以给你跟将军说说，但是你必须从兵做起，不能因为你是知州之子就有所不同啊。这是自然，我本来就打算从最小的兵做起。大宝，不错，有点像我的儿子了。爹，我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呀。你这些年做的事哪点像我儿子了？老白呀，你真的让大宝去从军吗？军营那个地方，他想要从军是好事，咱们儿子不该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呀。大宝啊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去从军呢？刀剑不长眼，万一伤着碰着。娘，我是男子汉，总不能一辈子吃喝玩乐吧？连云珍那样的姑娘家都能上战场杀敌，我有何不可？可娘，没事儿，要相信你儿子，等我立功回来给你长脸。娘，只要你平安呢。哎呀，儿子长大了，自然有自己的想法。儿子这次的决定啊，说明他是个男子汉了呀。你别在这里阻碍他发展啊！慈母多败儿，就是因为你从前太过宠溺，让他这些年啊名声一塌糊涂。你想让你儿子将来一事无成吗？夫人，白大哥武艺高强，肯定不会有事儿的。以白大哥的聪明才智，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大将军的。就是，4月说的没错，没准将来我就成了大将军。娘，你想想，大将军的娘多威风。老白，你去给将军说说，让将军给他。不行，他既然是从军，就必须要从最小的兵做起，只有这样，他将来在战场上才能保护自己。你现在不想让他吃苦，等同于要他的命啊！以后在战场上，你能时时刻刻护着他。只有让他现在吃点苦，他才能有真本事。只有他有了真本事，才能平安。你要明白呀！
我明白。放心吧，大宝是我们的儿子，他聪明着呢，只是以前一直没走正途，你要相信他呀。唉，好吧。对于白大宝从军这件事儿，就这样子定了下来。吃过饭后，白夫人看了看白知州，又看了看4月初，有些欲言又止。哎呦，娘，你吞吞吐吐的干什么呀？我不就是让蓝嫣然给4月道个歉，有这么难？嫣然来了，怎么没来吃饭呢？给4月道歉又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发生了什么呀？夫人不必将白大哥的话当真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白夫人脸色微微有些发白，将今天发生的事儿说给白知州听。都是你惯的，早跟你说过，那丫头要好好教育，你就是不听。白夫人低着头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惯子如沙子，你自己看看啊！大宝被你惯成这样，他没走上歪路，哎，我都已经烧高香了。来看看蓝嫣然，看你以后啊还惯不惯着了。相公啊，我知错了，以后我定会好好管教他们的。哎，我知道你心疼他们，但是你要有原则吧，啊，否则那就是害了他们呀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孩子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咱们护不了他们一辈子，要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嫣然这性子呀，不改呀，会吃大亏的。我知道你一直将她当作亲生女儿一般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才要更好好的教育她呀。好，相公，白夫人和白知州好恩爱呀。我们会更恩爱。白夫人起身，朝着关蓝嫣然的房间走去。蓝嫣然将屋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。姑姑，你为何要关着嫣儿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可知错？我没错，我错在哪里了？那样的贱人就该死。小宝在街上走丢，是4月救了他，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他是白家的救命恩人。就因为他救了小宝，所以你就想要让他入府做大宝的夫人吗？他已经嫁人了，他有相公，打你的就是他相公。哼，贱人！既然嫁人了，就该安分守己。嫁人了还勾引大宝，她不是贱人是什么？白夫人只觉得头疼，这丫头丝毫不分青红皂白。这些年她都做了什么呀？4月是个好孩子，你误会她了。今天的事儿是你不对，你跟我一起去向她道歉，这事儿啊就算完了。让我跟那个贱人道歉，想都别想！张口闭口贱人，你的教养都被狗吃了吗？蓝依依，你又打我！蓝依依是你教的，这些年我没教养好你，如今开始应该也不晚。蓝依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要告诉我爹。告诉你爹又如何？论宠爱，我蓝依依得宠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你瞅瞅你，知书达理不沾边，刁蛮任性你在行，任性一点就算了，有我和你爹护着你。可你看看你，没教养没规矩不分是非，粗鄙之语脱口而出。蓝嫣然直接被白夫人打傻了，听着白夫人骂她的话，蓝嫣然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蓝嫣然，走，立刻跟我去给4月道歉。我不去，要我给他道歉，休想！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从今往后你就待在家里，休想出门半步。我会传信给你爹，让他请教养嬷嬷来好好教你规矩。闻言，蓝嫣然瞬间呆住了，看着白夫人眼泪簌簌的往下掉，白夫人就站着看着蓝嫣然哭。好半晌后，蓝嫣然见白夫人不像往常一样惯着她，这才意识到她姑姑说的话不是说着玩的。姑姑，我错了，你别请教养嬷嬷。既然知错了，就去给4月道个歉吧，往后在家好好学规矩。虽然心里不乐意，但蓝嫣然并没有违抗白夫人的命令。走到大厅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4月初道歉。蓝小姐不必客气，还是早些找人看看头上的伤为好，以免留疤。蓝嫣然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抹了抹额头上的伤口。哪个女子不爱美啊？若是留疤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不让你留疤。随后，白大宝带人送4月初一行人回黄泥堡。快走到黄泥堡的时候，只见村口围了好多人。哎，4月，你们村口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呢？这些人干啥呢？4月，你是4月吧？哎呦，4月救救我们呢！是啊是啊，救救我们吧！4月，我们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。4月呀，救救我们吧！各位叔伯婶子，大家快起来！我一个小丫头如何能救你们呀？我们知道
你认识这个黄泥堡有1万多斤黄汁。四月呀，都说你是小福星，自从你嫁到黄泥堡，黄泥堡的人这日子过得就越来越好了，你就救救我们吧。四月呀，我家已经断粮好多天了，闺女已经饿得快没气儿了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吧。四月初一看，那不是三婶子的儿媳妇吗？她手中的孩子果然奄奄一息了。三婶子呢？山上能挖的都被挖光了，你三婶子上山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现在还躺在家里动弹不得。白大哥，咱们带的粮食分给他们吧。啊，好。白大宝命人将车上的粮食拿下来，一一分给大家。各位叔伯婶子，大家先拿这些，很快知州大人就会给大家分发粮食下来的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。这次我们去禹城，有幸碰见了知州大人，大人亲口告诉其他流民的，很快就会有粮食下来了，大家不要慌张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四月呀，谢谢你了。大家先回去吧，不要堵在村口了。现在家家户户都没有粮食，不是说黄泥堡有1-2万斤黄汁吗？婶子，你听谁说的？我听别人说的。那都是瞎说。你想想看呀，如今这样的流年，哪儿来的1万多斤粮食啊？你们谁看见了？众人皆摇头。看见？那没有，大家都没看见黄泥堡有粮食，可却有人造谣说黄泥堡有那么多，很明显啊，是想挑起几个村的矛盾。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啊！难道我们都被骗了吗？这些粮食呢，够大家吃上几日了。你们回家安心等着，很快啊，官府就会有粮食拨下来了，市场上也会有粮食售卖。众人虽然还是有些疑虑，看到手中的粮食，都选择相信4月初。4月初从村口走进来，回到家，这一路上不断的有人拿东西给他吃，要么是一些小零食，要么是自己做的糕点。4月初都一一收下了。刚到家门口，莫长雨和莫长风就迎了出来。娘，二婶，四叔四婶，你们回来了。长雨、长风，来，给你们吃好吃的。谢谢四婶。四婶，你又漂亮了呢。是吗？真的。我们家长雨呀，就是会说话。4月呀，一路都还平安吧？啊，有白大哥一路护着，我们都平安，平安就好。快进屋吧，白公子，里边请。好。娘，这是我特意买给你和爹吃的。看着这只烧鸡，叶文竹微微愣了一下。娘，在禹城的时候，我尝了这烧鸡，可好吃了，我特意带回家给你和爹尝尝。你有心了，先放那儿吧。长雨长风，给，这是婶子给你们俩买的。啊，谢谢二婶。相公，这是给你买的发冠，可好看了，来，你试试。大哥有大嫂买，我就没准备。老四两口子也不缺，我也就不浪费银子了。刘翠娘的确给莫望尘买了一条发带，不过并没有在人前拿出来。娘，我之前的黄汁还没给我娘送过去呢，我现在就去啊。王素梅说着转身就跑了。你二嫂在禹城可有惹事儿啊？没有的。真没有？没有惹事儿，就是不太会说话。她又乱插话了。刘翠娘将在禹城的事儿说给叶文竹听，她这性子啊，早晚祸从口出。老大家的，你多提点提点她。娘，我知道了。娘，白夫人送了好些个东西呢，全在车上。白夫人又送东西了，这怎么行啊？行的，婶子，这是我娘的一点心意，或许家里能用得上。多谢白公子的好意，不过我们家如今并不缺什么，还请公子以后不必送东西过来了。这是我娘和我爹安排的，我也只是听从我爹娘的安排送大家回来。婶子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多打扰了。怎的这么着急呢？休息一晚再走也不迟。婶子，我已经跟我爹说好了要去从军，所以要得赶紧去军营。从军？啊，真是个好儿郎。婶子夸奖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那个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这才刚到，休息一晚也不迟啊。有机会再来拜访各位。白大宝说完，带着人转身就走出了黄泥堡。4月呀，娘刚刚是不是？娘，白大哥的确是要去从军，应该是急着要去军营报道的。知州大人知晓白公子要去从军，那可高兴坏了。就是白夫人心疼儿子。原来他说的是真的。心疼儿子是自然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万一受伤了，那当娘的该多心疼啊。那确实。娘，我们去把马车里的东西都卸下来吧，这种事儿交给你几个哥哥就好了。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你们去把马车里的东西都卸下来。好的，娘。
三兄弟迅速走到院子里头，将马车里的东西一一卸下来。4月初将糕点分了好多给莫长雨和莫长风。嘿，四婶最好了，长风最喜欢四婶。你喜欢吃就好啦。4月初将其他的东西都拿出来分给大家，自己啥都没留。4月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留啊？娘，我用不上，而且我也不能吃甜的呀。那这些布匹你留着。娘，这些大嫂啊，拿去做衣裳，我有好多呢，够了啊。那你也不能什么都不留啊。我不爱这些。那你爱什么？我有相公就好啦。闻言，众人的嘴角都翘了起来，笑着看着这两人。就在众人笑盈盈之际，莫一之直接抱着4月初走上了楼。相公，怎么啦？媳妇儿，我累了。好，去洗洗，休息一会儿。怎么啦？不想动啦？累了。走吧，我帮你。媳妇儿，这是哪里？4月初看着莫一之，犯难了，这要怎么和他说呢？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和他相公自动进了空间，如今要怎么开口啊？空间是他的秘密，也是他的生存依靠。这个秘密被知道了，现在的他对他是好的无话可说。可若他好了之后呢？4月初一直挣扎在自己的思绪里，莫一之就一直看着他。好半晌之后，4月初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下定决心，他愿意去相信。相公，这是我的小秘密，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哦。好。这是我在遇到你之前无意中得到的一个随身空间，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随身空间里面。随身空间？相公，随身空间其实就是另一片天空，里面可生活可种植。你看，这里面全是我种的粮食。哦。相公，记住哦，这是你家娘子的小秘密，不可以告诉别人呢，不然啊，你家娘子到时候就会被坏人欺负的。我会保护你的，你也不能告诉别人。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媳妇儿最好啦，这件事你知我知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知道了，相公。看着4月初娇笑的脸庞，莫一之不禁呼吸一紧。相公，凝视着他那双眼眸，宛若天上的繁星，仿佛只需稍稍一眨眼，便能使天下万物为之黯然失色。早已湿透的衣裳，领口大敞，露出结实而又好看的胸肌。4月初不禁咽了咽口水，人不自觉地就朝他靠了过去。这一刻的悸动，彼此都忘了周围的一切。4月初迷失在他的温柔里，辨不清方向，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任由他带领着，承受着他的爱意。就在莫一之快要失控时，只见他伸手紧紧将4月初搂在怀里，仰头紧闭着双眼。月儿，别乱动。相公，你是不是好了？你看看。4月初伸手搭上他的脉搏，还和以前一样啊。相公，你最近总让我有一种你好了的错觉，你说话有时候都跟以前大不同了呢。那现在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相公变聪明了。你喜欢以前的相公，还是现在的相公？只要是你，我都喜欢。月儿，你相公的确变聪明了，你可高兴？高兴啊！媳妇儿高兴，我也高兴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给你解毒的方法的。媳妇儿最好了。相公，希望你好起来以后，不要忘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。不会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相公最好了。乖，别乱动。我可是莫一之写了婚书的夫人，你不能剥夺我宠爱我相公的权利。夫人，你再如此。怎的？莫一之看着4月初半晌没说出话来，随后他将4月初打横抱了起来，走出水潭。相公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总有一天你会知道。月儿，这空间里都是粮食。是的，相公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。莫一之说着将4月初放了下来。相公，抱抱。好，相公抱，乖一点。我很乖的呀，难道我不乖吗？乖，夫人最乖了。那是当然。莫一之抱着4月初朝前走去，4月初一一的给莫一之讲着空间里的作物。相公，往那边走，你看那边。这不是我们在山上捡到的羊肚菌？没错，我把它放到空间里面，就又长了好多好多。这空间
嘿嘿，相公，我这空间可神奇了，作物在里面生长的速度极快。这羊肚菌我之前去禹城的时候卖掉了很多呢，只留了一点点。你看，现在又长出了这么多。不仅如此啊，还有我们之前抓的鱼，我也养在空间里了。我带你去看看。4月初带着莫一之来到他养鱼的潭里，只见整个水潭里密密麻麻的都是鱼。相公，你看。月儿，这空间也太神奇了。当然，空间里面似乎不分季节，作物在里面可以自由生长。这里面还有很多新奇的玩意儿，我正在研究呢，说不定以后有大用。相公，去那儿。好。相公，快点！听4月初叫快一点，莫一之跑了起来，瞬间就来到了吊椅边上。快，相公，抓住它！只见吊椅上方有一只浑身金色的蝴蝶，莫一之跳起来，伸手把蝴蝶抓在手里。莫一之将蝴蝶递给4月初。你们终于来了。相公，谁在说话？没人说话呀。刚真的有人说话，我听见了。这空间除了我和你，没人啊。轻言勿忘。刚才的声音再次响起，4月初手中的蝴蝶缓缓飞了出去，渐渐消失。4月初愣愣地看着消失的蝴蝶，莫非刚刚是那只金色的小蝴蝶在和他说话？终于来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相公，你刚刚真的没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可能是我错觉了。相公，走，我带你去看些个好东西，在那个屋子里。好。莫一之弯腰将4月初抱起来，朝着实验室走去。来到实验室里，4月初发现里面又增加了好多药品。媳妇儿，这是……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是后来研究了一下，发现都是一些跟医疗相关的东西。这些药品效果都很不错，上面还有使用说明。你都弄懂了？差不多都懂了。媳妇儿真厉害。嘿嘿。4月初细细地查看着新增的药品，许多都是清热解毒的、抗病毒类的。4月初想了想，拿起一瓶药。相公，你把这2粒药吃了，对解你身上的毒有好处。好。你问都不问这是什么药，万一我给你喂的是毒药呢？月儿喂的，毒药也吃。相公啊，你为何一会儿媳妇儿，一会儿夫人，一会儿月儿的呢？莫一之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说。算了，你叫啥都行。媳妇儿真好，相公以后一定会更聪明一点。你现在就很聪明了。难道你不想我更聪明吗？更聪明啊？等你更聪明了，那还是现在的相公吗？当然。对了，相公，我问你哈，之前你在知州大人家打蓝嫣然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速度好快啊！你以前练过功夫吗？我好像不太记得。那不记得就算了。不过你打蓝嫣然的时候，那简直太霸气了。欺负我月儿，都该打。对，他该打。我也想学功夫，以后啊，遇到这样的人，我就可以自己揍他了。有我在，不用你出手。那可万一你不在呢？那我不就受人欺负了？我会一直在。那总也不能时刻形影不离吧？我也想学点功夫防身呢，就像云珍那样，身手多好呀，还能上战场杀敌。你不用学。为什么？练武太辛苦。我不怕辛苦啊，飞檐走壁那多厉害啊！我也想飞起来。我带你。啊？你会啊？应该会吧。相公，应该会吧？好勉强啊！莫一之抱着4月初走出实验室，蓦地飞身到了吊椅边的大树上。相公，我怕。怕高？4月初猛地点头。不怕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摔着。他是相信他的，但是恐高也不是一时就能克服的。记得以前坐电梯他都不敢向下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相公真厉害。你喜欢就好。王素梅扛着黄枝以及一堆东西，兴冲冲地回娘家。娘，我回来了，快来帮忙！怎的又往娘家拿东西呢？你是我娘，我拿点东西给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已经嫁人了，不要什么都顾着娘家，你婆婆会有意见的。我婆婆可好了呢，她才不会呢。知道你婆婆好，就更要顾着你自己的家。
这样啊，你在婆家日子才会过得好。娘，你能不能别每次我一回来就叨叨我？我这是给你送粮食回来的，你赶紧接着，沉死了。啥呀，这么沉呐？我给你送粮食啊，你之前不是才拿了那么多东西回来？哎呀，粮食我们家多着呢，你操那心干啥呀？那你看，这么多黄枝，没把我累死。真是你婆婆喊你送来的？那当然是了，黄枝是我们家老四两口子发现的，村里人一起挖的，大家都分的可多了。娘，你看，这些是我去禹城给你带回来的，这个是禹城知州家夫人给我送的手镯，可值钱了呢。知州夫人送你的？知州夫人为什么送你啊？这手镯很贵重吧？那是当然了，知州夫人送的东西那能差吗？你闺女我如今呢，那可是和官太太打过交道的了，怎能没点行头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王素梅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李氏，李氏好半晌都没回过神来。娘，你看，你闺女厉害吧？不仅住在知州大人家里，出去到店里，人家都叫我随便拿，我都没拿呢。哎呀，你呀，你是一点没看出来吗？你之所以能去白家，能识得白知州夫人，那是因为你老四家媳妇儿啊。你出去别人让你随便拿，也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们家老四媳妇儿和白夫人。那又咋了？我家老四媳妇儿就是讨人喜欢，人人都争着抢着要送她东西，她不爱收，我是她二嫂，我替她收就行了呗。你看这些糕点，那可是大户人家才能吃得上的。娘，你赶紧尝尝。李氏接过糕点尝了一口，娘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些给都是你的，哎，你带些回去，多孝敬你婆婆，多给老四媳妇儿。老四媳妇儿不能吃甜的，我婆婆还有多着呢。白夫人出手大方，给我们好多呢。哎呀，你就甭操心了，只管吃就好。闺女啊，你放眼全村，有谁过得像你这般好的？哎呀，别说放眼全村了，放眼附近所有村，有谁见过知州大人呢？有谁和知州夫人一起逛过街？有谁有知州夫人亲自送的手镯？那只有我。不对，还有老大家的，老四家的那就不算了。所以啊，你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自从老四家的嫁到你家，你们家呀就扶摇直上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家这运气谁比得了？墨家以后啊，说不定还会走得更远。那肯定的呀，如今我们家啥都有，还认得那么多官家人呢。当初啊，若不是你无意中救了莫老二，莫老二执意要娶你，你觉得你婆婆会让你进门吗？哦，那好像不会。这就对了，你要认清形势。你婆婆是个精明能干的人，你就看看老大家的，虽然他娘家一般，但他自己却是个有能力的。整个墨家呀，就属你最弱。你若想在墨家安安稳稳地过下去，就要和你婆婆还有两妯娌搞好关系，平时在家多做事儿，少说话。就你那嘴总来事儿，少说就对了。娘不会害你，你心是好的，可就败在你那张嘴上。听娘的话，多和老大家的学学，多做事儿，少说话，保你在墨家平安无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娘，你知道就好。莫老二也是个好的，你要对他好些，早点生个一男半女的，这才能稳固你在墨家的地位。那我也想生啊，肚子没动静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就抓紧时间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娘。娘纳了3双鞋子，你拿回去给你婆婆和老四小两口。啥玩意儿？你还纳鞋了？那我为啥没有啊？蠢丫头，这是替你在你婆婆和老四家面前留好呢。哎，娘，这是我以前拿回来给你压箱底那块布吧？这顶好看了，这些布你拿来做2身衣裳，我那还留着好多东西呢。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拿啊。多顾着你婆婆，她会记得你的好的。还有老四家的，你得和人家搞好关系。哎呀，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记得了。回家后啊，把你的手镯收起来。收起来？为什么呀？我还要带着出去逛呢。才不外露，你这样招摇过市，万一被人惦记上怎么办？再说了，你这么招摇，只会给墨家带来麻烦。你婆婆会喜欢你吗？王素梅有些不高兴地看着她娘，她都还没带出去炫耀一番呢。行了，听娘的话，回去后就收起来，知道吗？多做事，少说话。哎呀，好了，知道了。这也不准，那也不准。等4月初和莫一之下楼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老四啊，4月睡得可好啊？娘，我睡得太久了，你怎么也不叫我呢？一路回来太累了，多休息会儿好。老四啊，4月
你们醒了，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饭菜。刘翠娘转身进了厨房，王素梅见此也急忙进厨房帮忙。刘翠娘微微有些疑惑地看着王素梅：“大嫂，你这般看我做甚呢？”没什么，弟妹今天很勤快。大嫂，这话可就不好听了，说的我往常好像挺懒似的。哎，不懒，不过呀，今日更勤快，我一直都勤快着呢。王素梅说着，端着菜走了出去。那啥，四月、老四，快来吃饭了，你赶紧吃吧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俩在楼上干啥呢？这么晚了都不下来吃饭。四月初的脸蓦地一红，他们在楼上干啥？哎呀，回来马车颠簸，四月和老四都累了，那自然要多休息一下的。颠簸吗？我咋一点都不觉得呢？哪里颠簸了？那马车多舒服啊！那是你皮糙肉厚。四月初被他二哥这话说的瞬间咳了起来。莫忘凡，我咋的就皮糙肉厚了？你瞅瞅啊！话太多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别耽搁老四小两口吃饭，回房。你说说，我咋就皮糙肉厚了？我皮糙肉厚，行了吧？哼，可不就是你皮糙肉厚吗？禹城的那些公子们哪个不是细皮嫩肉的？这细皮嫩肉又怎么样？比得过你相公吗？那倒是比不上。可不是。看着两人的日常互动，四月初觉得蓦地他就吃了一把狗粮。四月，这是我让我娘给你和老四纳的鞋子，你收好。哇，这布鞋好漂亮啊！谢谢二嫂。嘿，你跟二嫂客气啥呀？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眼见到了和白知州约定收粮食的时间，相公，我和知州大人约定好了，要将粮食卖给他，你陪我去金钱山可好？好。相公最好了。娘，我和相公出去走走。哎，好，不要走远了啊。哎，娘，我们知道了。两人走出墨家，往山上走去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就来到了金钱山。只见白知州早已等在不远处。白大人，久等了。四月，你来了。咱们走吧。四月初说着，就带着白知州等人朝金钱山里面走去。四月初走到他和莫一之采杨赌菌的地方，见差不多了，于是四月初将空间里的作物都悄悄放了出来。白大人，就在前面了。好。又走了一会儿，一片金灿灿的稻田就出现在眼前。四月，这是你师傅种的？是的。太好了呀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些粮食，那些流民就有盼头了。白大人，那边是黄枝和土豆，这座山里都是我师傅种下的，外面设有阵法，除了我和我师傅，谁都走不进来。好啊。四月，银子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晚些时日会让人护送到你家。好，多谢白大人。该我谢你，四月，务必替我谢谢你师傅。大人放心，我会把话带到的。好。大人，话不多说，你们还是赶紧收粮食吧，这些粮食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放心，我会安排好。好的。大人，在这里面不要乱走，若是误入我师傅的阵法里面，那就麻烦了。原路来，原路回。我明白，我会告诫大家的。那好，那我和相公去别处看看。好。四月初挽着莫一之朝另一边走去。相公，我有好多银子了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之前我们在这边发现了杨赌菌，咱们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好东西。好。就在这时候，四月初脚下蓦地不稳，险些跌倒。四月初低头一看，只见一块棕褐色的石头。只见莫一之蓦地伸手捡起来，看着这块石头愣了片刻。相公，怎么啦？没事。那你拿着这块破石头干嘛？没有，就是看着这块石头颜色和别的不一样，有些好奇。石头而已啊，有什么好奇的？莫一之笑了笑，没开口，和四月初继续朝前走去。四月初抬头看着树上的鸟儿，片刻后，四月初蹲在前面一棵大榕树下，小心翼翼地开始刨着土。媳妇儿，干啥呢？相公，这树好香啊，我们挖一棵回去栽着。我帮你。相公，让我来。片刻后，四月初总算把这东西都挖了出来。白松露，居然是巨型白松露啊！不，这是超级白松露，起码得有2斤以上啊！四月初激动地站起来。超级白松露，那可是奇异珍馐，价格非常昂贵，手捧100万，异常激动。松露的味道很特别，这股气味自古被人认为有催情的作用，但超级白松露很难保存，
想了想，四月初将超级白松露放进了空间里头。什么是超级白松露？相公，这东西可难得了，回家给你吃。哦，相公啊，我每次和你在一起都能有特别好的运气。相公，你旺妻哦。听娘说你可能是旺夫哦。那有可能是咱们互相旺呢。两人继续朝前走去，不知不觉就离白之舟他们好远了。相公啊，你会不会迷路？不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不会迷路的话，那咱们就继续往前搜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好东西。好。莫一之话音刚落，突然就将四月初抱起，起身飞向了身边的一棵大树上。相公，怎么了？去，有人。啊，有人！四月初惊讶地四处看去，果然在前面不远处，他看见了一个人。四月初大惊，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呢？这可是原始森林，难不成为了找吃的，竟然不要命闯进原始森林里？片刻后，莫一之抱着四月初缓缓下落。媳妇儿，过去看看。好。相公，这个人受伤了，似乎还有点严重。能救吗？应该可以。四月初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丸，放在少年嘴里，又拿了些水出来让他喝下。片刻后，少年缓缓睁开双眼，看着四月初和莫一之挣扎着起身。哎，别乱动，你伤还没好呢。多谢姑娘出手相救。哎，你伤这么重，怎么会跑这里来啊？被仇家追杀，无意闯了进来。被追杀，有点狠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姑娘，这位是？这是我家相公。姑娘嫁人了？没错。你叫什么呀？在下君玄。君玄？是。你姓君？是。哦。不知姑娘贵姓？我叫四月。四月姑娘，眼下我身边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感谢你，这块玉佩还请收下。看见玉佩，莫一之的眸中闪过一丝诧异。这是你的传家宝吗？算是吧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收着吧。四月姑娘，你可凭此玉佩到任何一家灵记银庄提取银子。啥？拿这个玉佩去取银子？莫不成这还是个富二代？对。灵记银庄是你家开的？是。随便提多少都行吗？姑娘收好此玉佩，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。哦，知道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就收下了。灵记大少爷的玉佩，那得要留着呀，万一以后有需要呢？四月初伸手重新搭在君玄的脉搏上，比起之前好多了。这几粒药丸可以让你体内的伤迅速好起来。在下谢过姑娘救命之恩。不谢，你不也送了我一块这么贵重的玉佩吗？应该的。现在你能自己走出去了吗？能。还是我们送你出去吧。不必，我……相公，你扶着君公子，咱们送他出去吧。好。莫一之伸手提着君玄，见此，四月初不禁笑了起来。他好想说：“相公啊，你是在拎小鸡儿吗？”哎，兄弟，轻点。君玄站起身，只觉得浑身舒畅了很多，原本受的伤也好了很多。不知四月姑娘师承何处？此乃不可说，我师父为人低调。既然四月初这么说，君玄也不便再继续追问。又看了四月初一眼，君玄这才跟着莫一之走了。过了好久，几个人才从金钱山里面走出来。莫一之一把将君玄丢下来。轻点。莫一之冷哼一声，没搭理他。金公子，就此别过。君玄深深地看了一眼四月初，道别后离开了。月儿，玉佩拿给我瞧瞧。好。莫一之拿着玉佩，仔细地看了又看，脸上就浮起了一抹笑意。过了好久，莫一之才将玉佩递给四月初。媳妇儿，这玉佩真漂亮。相公，你喜欢这个玉佩？好看。那相公喜欢，那就送给你了。媳妇儿，你真的将这玉佩送与我？这有什么真的假的？我相公既然喜欢，那你就拿着玩。媳妇儿真好。相公，我们去看看知州大人他们粮食收的怎样了。好。白大人，进展如何了？速度很快呀，不过这粮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呀。我已经派人回去调兵了，后面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好，既如此，那我便先回了。行，四月，等我收完这些粮食再找你。哎，好的。白知州带人将金钱山的粮食收完，足足有100多万斤，这可把白知州乐坏了。四月初刚从金钱山回来，就看见顾兰英站在莫家院子里面。顾兰英怔怔地看着四月初，这还是曾经那个小傻子吗？她怎么变得这么美了？
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4月初瞥了一眼顾兰英，没理他，径自朝着院子里走去。4月呀，这顾兰英在这等你老半天了，你可别听他瞎说八道啊！你们都断绝来往了，顾家什么事都和你无关。二嫂不必担心。姐，你别走啊！是娘叫我来喊你的，姑姑回来了，叫你回去吃饭。小姑娘，这声姐姐喊得挺顺口啊。谁是你姐呀？你姐早就死了。姐，以前的事儿你别怪娘，娘也是为了你好。那个姑姑回来了，你看娘第一时间就叫我来喊你回家吃饭。我不去，你顾家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？4月初，你怎么能翻脸无情呢？娘生你养你，你就这么回报娘的吗？就算是你嫁人了，那也是顾家人。就算你写了断绝文书，那也改不了娘生你养你的事实啊。4月初顿时被气笑了，黄口白牙，他是张嘴就来呀。你滚出去！既然写了断绝文书，4月和你顾家就没半点关系。你们顾家的事儿关我们家4月屁事儿啊？管你什么姑姑不姑姑的，和我们家4月有关吗？滚，赶紧滚！4月初，给你脸不要脸，敢这么对我，你看姑姑怎么收拾你！行呀，赶紧让你姑姑来，我就在这等着呢。你敢不听话，姑姑会要你好看的。我已经够好看了，那要是再好看点儿，顾兰英啊，你就该回炉重造了。这个小傻子从小就长得丑，可没想到如今却变得这么好看了。4月初，就算你长得好看又怎么样？你这么对待爹娘，姑姑就是特意回来给爹娘撑腰的。你以为姑姑会放过你吗？别在我院里磨磨唧唧，叫你滚就赶紧滚。要让我好看，那就赶紧把你姑姑拉来。就你这么点道行，有啥可玩的？4月初说完，挽着莫一之就走了进去。4月初，你等着，我会告诉姑姑的，姑姑不会放过你的。顾兰英，恭候大驾。顾兰英气得要死，要不是姑姑让她来叫4月初回去，她才不会来呢。见顾兰英一直赖在院子里不走，王素梅拿起院边上的棍子，指着顾兰英一顿骂。顾兰英也生怕王素梅真的打她，急忙落荒而逃。4月，你姑姑是什么人呢？我没姑姑呀。不是，我是说顾兰英的姑姑是什么人，什么来头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哼，不管她是什么人，敢来我们莫家欺负你，我打得她满地找牙。二嫂威武。媳妇儿说得对，不管这顾兰英姑姑是什么人，都休想在我莫家欺负人。若是她姑姑真来了，你就拿棍子把她打出去。放心，这事儿啊，我最在行了。4月初闷笑，他二嫂啊，的确在行。四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长风真棒。还有我呢，坏人来了，我和弟弟就拿石头丢他。好，你们俩呀都棒棒的。顾兰英姑姑是吗？他也想会一会这位姑姑，看他到底长了什么3头6臂，让顾兰英这么自信。顾兰英一路跑回家，将在莫家的事儿添油加醋地向他姑姑顾莲心说了一番。什么？他真这样说？我让他回家，他都不来。是啊，姑姑，你不知道，他要是不嚣张，他敢和爹娘断亲吗？是啊，大姐，你不知道啊，自从4月初嫁后，那我们被他欺负的有多惨，那是你们无能。是，大姐说的对，只是如今呢，这死丫头不愿意回来，咱们要如何才好啊？那就让我去看看这个小4月吧。哟，村口又来马车了呢，这是谁家的呀？这还用说，肯定是莫家的呀。莫家没人出门去呀，那肯定是别人来找莫家的呀。哟，看着这马车也挺不错呢，但是吧，就感觉比不上4月从禹城回来那辆。我也觉得。这马车里是何人呢？还请告知啊！瞎了你的狗眼啊！这可是丞相家的马车，还不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撤了！哎呦嘿，不知丞相府的马车到皇帝堡有何事啊？狗东西，眼睛瞎了！丞相府的马车也敢拦？等死啊！谁知道你是不是丞相府的？就是，丞相大人可是百官之首，怎么会有你这种仗势欺人的人呢？这马车比不上4月在禹城回来的马车，我看8成不是丞相府的，我看也不像，估计就是个骗子，借用丞相府的幌子进村的。就是，我们皇帝堡可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就是，我们皇帝堡可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狗东西，骂我们村长，今天休想踏进皇帝堡半步。就是，就算是丞相大人来了，也不能仗势欺人呐！打这个骗子！打他！打这个骗子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呢，我可是丞相府的人，打死这个骗子！住手！各位乡邻别误会，这的确是丞相府的马车。
我是南木园顾家的，如今是丞相府的管事嬷嬷，大家不要激动。就是丞相府的马车，来我们黄泥堡做什么呀？我家小侄女嫁到了你们黄泥堡的墨家，我这许久不回来，特意来看看我小侄女。南木园顾家，墨家，他说的是4月？没错，我的小侄女就叫4月初。我这次特意回来看她们两姐妹的。就是4月早就和顾家断了亲，你来干什么？嘿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才特意赶回来的。4月受了委屈，我这做姑姑的自然得要为她撑腰啊。听说是为4月撑腰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那小侄女从小就跟我亲厚，我那不懂事儿的弟弟做了那些不靠谱的事儿，我怎能让小4月委屈呢？还望各位乡邻行个方便。之前是车夫不懂事儿，我替他向大家赔个不是。见顾连心说的如此诚恳，村民们最终还是放行了。顾连心的马车朝着墨家驶去，很快马车停在了墨家大门外，见又有马车来，墨家众人都走了出来。小4月，连姑姑都不认得了吗？不认得？你这小皮猴子，小时候总是黏着姑姑，如今多年不见，竟将姑姑都忘了。4月初在脑中搜索了半天，也没找到顾连心说的小时候的事儿。4月初，在姑姑面前你也敢放肆？你姐姐不记得姑姑了，这也正常。对你姐姐恭敬些。姑，4月呀，难道都不请姑姑进屋坐坐吗？哟，顾家人，我们墨家恐怕请不起啊。来一回，我们墨家就损失一回。你放屁！我姑姑是什么人呢？那可是丞相府的管事嬷嬷，岂是你们能比得上的？牛气什么呀？说到底不过就是个奴才罢了。他二嫂可算是派上用场了，这话说的没毛病。你怎么说也是亲家，莫不成亲家大人就是这样待客的吗？是客我自然是欢迎的，就怕是豺狼。亲家大人说笑了，4月和家里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也骂过他爹娘了。我这次回来呢，主要是看看她们姐妹俩。既然说得这么诚恳了，想必也真的是带着诚意来的。4月呀，请顾家姑姑进屋吧。4月初笑了起来，她婆婆就是个人精，她想啥都被她婆婆看出来了。冬春呐，去把我给4月准备的东西拿来。冬春走到马车边上，从马车里拿了好些东西出来。4月呀，这是姑姑特意给你带来的，你拿去做几身衣裳。我家小4月如今呐，可是越发的标致起来了呢。4月初瞅了瞅那些布料，还不算差。这个女人来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哼，莫不成来我们家打发叫花子呢？瞅瞅你那布料，咱们墨家穿的谁不比你那布料好？4月呀，是姑姑考虑不周，下次姑姑给你带上好的布料来。不必了，我墨家不稀罕。4月呀，这些糕点是姑姑特意给你带来的，你小时候啊最喜欢吃这些了，只可惜那时候姑姑也没什么银子。顾家的东西我们可不敢吃，那万一被毒死了都不知道咋死的。4月初看着王素梅，简直想给她竖大拇指了。看来墨家是这位小媳妇当家呀，当婆母的都没说话，媳妇儿竟然凌驾在婆母之上。顾连心这话吓了王素梅一跳。我家老二媳妇儿向来乖顺，让一个向来乖顺的孩子能如此行事，想必也是有因的。王素梅受宠若惊地看着她婆婆，她婆婆说她向来乖顺，呜呜。4月呀，姑姑多年未曾回来，如今你也长大了，我特意请求丞相夫人让我接你和兰英去京城见见世面。如今这荒年呐，日子不好过，你们姐妹俩去姑姑那儿，日子也好过一些。4月初想了想，顾连心让她去京城想干啥？4月要是去了京城，他们家该怎么办？这个老贼婆就是来和他们家抢福运的。我们家4月是不会跟你去京城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家嬷嬷和你家主人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主人家说话，奴才多什么嘴？冬春，不要多说话。4月呀，你别生气，是姑姑没教好这些奴才，等回头回了京城，姑姑一定好好的管教他们。自己个儿不就是个奴才，
奴才管奴才，还能管出个主子不成？哼！都说这墨家是这十里八乡最有底蕴、最有教养的家庭，如今看来，或许传言有误啊。任由着一个小媳妇儿欺辱上门的客人，传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啊！客人啊，一个刁奴上门，居然还把自己当客人，哎呦，笑死个人了！墨家教养如何，轮不到一个奴才的智慧。教养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没有。一个刁奴在人主人家大谈教养，你也配？对啊，我墨家的教养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奴才来开口？哎呀呀，王素梅就觉得今儿个这天儿啊实在是太好了，她婆婆和老大家的那居然都维护她呢。4月初看着顾连心的眼睛，看着她变幻莫测的神情，4月初感觉她证实了自己的猜想。若她没说自己是丞相府的管事嬷嬷还好，那既然是丞相府的管事嬷嬷，那她身上的毒八成和她脱不了干系。哼，好一个墨家，我今天算是见识了。我奉丞相夫人的命回来探望，你们竟敢如此打丞相府的脸，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？就算丞相大人来了又如何？我墨家一没触犯律法，二没对丞相大人不敬，一个奴才做的事儿与丞相大人有何关系？大嫂简直太棒了！4月，你就看着墨家人如此折辱你姑姑吗？你可是顾家的孩子。顾家的孩子吗？我若没记错，我早已和顾家断了关系的，文书我都还放在屋里呢。这世上哪有子女和爹娘断绝关系的？你娘亲10月怀胎，辛苦将你养大，多不容易啊！你是不知道啊，你娘怀你的时候，你这皮猴子可不听话，那时候她遭了多少罪啊？那肚子大的走路都看不见脚，整晚都睡不好。如今你长大了，爹娘年纪也大了，纵然爹娘有不是，你也该谅解一下他们的不易呀。你爹娘心底都是爱你的，若非如此，你又怎会嫁到墨家来呢？眼前这个老女人真的是脸皮厚的跟个城墙似的，黑的都能让她说成白的。她不去演宫斗剧，真是可惜了了。顾嬷嬷果然是能说会道，不愧是在丞相府做管事嬷嬷的人。4月，你爹娘将你养大，你却为了自己过得更好，想要甩掉你娘家，你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吗？顾嬷嬷，好手段，这演戏的本领啊，我4月甘拜下风。我听说这墨家的4公子脑子有些，哼，你若不是为了墨家的钱财，又怎会嫁到墨家来呀？顾嬷嬷，您不是说您是丞相府的管事嬷嬷吗？怎的这挑拨离间的手段如此低劣呀？你果然呐，你爹娘说的对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，将来遇到比墨家4公子更好的了，想必你也是会毫不犹豫的一脚踹了墨4公子吧？这就不劳顾嬷嬷操心了，您还是多操心操心自个儿的身子吧，毕竟啊一把年纪了，多注意脚下的路啊，若是一个不留神把那把老骨头断了，那可就没地儿接了。顾连心气急了，上前扬起手就想抽4月初。哎呦我去，狗奴才，想要欺瞒墨家的人，瞎你狗眼！你们都是死的吗？还不过来帮忙！顾兰英和车夫及冬春见此，急忙上来帮忙。砍动我媳妇儿，找死啊！你敢上前帮忙，我就拧断你的手！顾连心被王素梅摁在地上，单方面碾压着打。老二家的累了吧？喝口茶。娘，我不累。这阿杂婆子，我今天就打死她！敢欺负4月，我让她知道老娘的厉害。二嫂，手脏了吧？来擦擦。再打下去啊，咱们家院子也要脏了。狗奴才，今天我就饶过你的狗命！再敢来我们家嚣张，我告诉你，有你好受的。姑姑，姑姑！4月初，你敢如此对你姑姑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还敢放狠话是吧？说明打得还不够，我打死你这个阿杂婆子！顾兰英和冬春见此，急忙拉着顾连心跑了出去。二嫂，这婆子肯定是要去丞相府搬救兵，可能会带人来。啥？丞相真的会来呀？这咋办呢？我刚刚是不是打太狠了？逗你的，他一个奴才，丞相还能为他来这么远不成？好像也是哈。
不过就是个奴才，丞相大人岂会管这些小事儿？打了就打了，他要去丞相府搬救兵，就让他尽管去。娘，您看我刚才收拾那婆子，收拾的如何？是你的性格。二嫂，威武，太威武了。哼，知道二嫂厉害了吧？以后啊，得多给二嫂吃点肉，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人，那二嫂揍他更狠。好，今天晚上给二嫂炖肉，管够。真的？那我得吃大坨大坨的肉。没问题，安排。行，今晚吃肉。莫一之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顾莲心离去的方向，微微蹙起了眉头。我去做饭了，大嫂等我，我去给你帮忙。媳妇儿，厨房热。没事的，我去给大嫂帮忙。厨房油烟重，没关系的呢。会烫伤。怎么会烫伤？我会煮饭的。会油爆。没事儿，我会小心的啊。那我陪你去。相公啊，你就在外面等我，好不好？不好。那好吧，你就站在一边看，不要太靠近了。好。大嫂，要做些什么菜啊？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。二嫂想吃大坨的肉，我就给她做个肉吧。那行，我再炒几个菜。好。顾莲心狼狈地从黄泥堡出来，她活了一辈子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啊？嬷嬷，您没事吧？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吗？嬷嬷恕罪，是奴婢无能。你确实无能，看来以后夫人身边该换人了，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嬷嬷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冬春，说不是你无能，我怎能被莫家人打成这样？嬷嬷，实在是4月初太厉害了呀，我都没看清楚他是怎么出手的，就已经碰得死去活来了。说到底还是你无能。嬷嬷饶了我吧，下次冬春拼了命也会护好嬷嬷的。见冬春一个接一个的磕着头，顾莲心原本盛怒的心一点点开始变好，冬春的额头渐渐渗出血来。顾莲心丝毫没有要他停下来的意思，见顾莲心不开口，冬春丝毫不敢停，重重的继续磕着头。过了好半晌，冬春早已磕得头破血流，顾莲心这才冷冷的一瞥，既是奴才，就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是，奴婢谨记，奴婢一定会保护好嬷嬷的。起来吧。谢嬷嬷，谢嬷嬷。嬷嬷，冬春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厚爱的。你如今也算是夫人的心腹，该明白自己要做些什么。奴婢明白。我跟在夫人面前这么多年，夫人对我如何，你心里清楚。奴婢清楚。你清楚就好。嬷嬷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是好？哼，你以为这件事会这样结束了吗？莫家敢这样做，我会让他们知道得罪我顾莲心会是什么下场。是，敢得罪嬷嬷，冬春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你就算了吧，你若是能，刚在莫家会是这样的情景。嬷嬷，是奴婢无能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我和夫人早就安排好了，用不上你。是，嬷嬷英明。嬷嬷我想要对付的人，你以为他能逃过我的手掌心吗？是，嬷嬷想要对付的人，自然是没有能逃得过的。你等着吧，很快莫家就会消失了。是，嬷嬷英明。我本想只待4月初走，他若乖乖跟我走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既然莫家要掺和进来，那就不要怪我了，他们全都得死。怪呀，只怪他们福薄。是，就莫家那样的人家，能有什么福气？顾兰英坐在角落里，一直没敢说话。你害怕个什么劲儿？姑姑，我没。我是你姑姑，还能吃了你不成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没点手段，怎么让人服你？你以后是要跟着姑姑学的，学聪明点。姑姑，我知道了。怕什么？万事有姑姑给你撑腰。有了顾莲心这话，顾兰英这才坐直了身子，也有了底气。4月初用迷迭香做了一大碗红烧肉，菜一上桌，众人都被这香味给吸引住了。4月，从你手上出来的菜总是能让我胃口大开啊。那三哥一会儿多吃2块。好嘞。那可不行，不是说好了这是给我做的吗？二嫂不急，今晚呢肉管够，锅里还有呢。啊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四婶做的肉太好吃了，
长风也要多吃几块。好，长风多吃几块，长高高。很快，刘翠娘将其他菜也做好端上桌。王素梅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块最大的肉，就要往嘴里放。肉刚到鼻子边，突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王素梅转头狂吐了起来。我突然就想吐。陈老，还请你为老二家的把脉。先让4月来吧，也让我看看他长进没有。4月初见此，点点头，走到王素梅身边，伸手为她把脉。娘，是喜脉，二嫂有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4月，我真的有了。真的。相公，我终于有了。别急，让陈老伯再给你探探脉。陈老伯起身也想验证一下4月初到底把脉对不对。4月诊的没错，的确是喜脉，可喜可贺呀！太好了，4月丫头天生就适合学医，才学会这么点时间就能准确的探脉诊断了，可喜可贺呀！如此我就放心了。老二，你带你媳妇儿去休息一下，你看看她都吐成什么样了。哎，好的娘。娘，我去给老二家的做碗汤，想来现在他也吃不下别的了。好，你是个心细的，老二家的肉你吃不下，我给你做了碗菜汤，你看看能吃点不？谢谢大嫂。都是自家人，客气啥呀？莫忘凡将菜汤端在手里，准备喂王素梅。我不想吃菜汤，我要吃肉。好，你想吃肉，我给你端来啊。刘翠娘夹了些肉，又拿了一个大桶进王素梅房间。莫忘凡夹起一块肉，准备喂王素梅。刚到嘴边，王素梅蓦地又狂吐了起来。媳妇儿，不能吃肉，还是吃点菜汤吧。王素梅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她的肉啊，她最爱的肉啊，为啥她就不能吃肉呢？你先喝些菜汤，或许过几天就能吃肉了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可今天晚上那么多肉，都是4月给我做的，不行，相公你得多吃一点，把我那份都吃回来。别急，你先喝些菜汤，等你能吃肉了，大嫂就给你做，大嫂那份啊也给你吃。真的？真的，我要吃4月做的。行，就吃4月做的，我那份都给你了。那好。莫忘凡为他吃完菜汤，这才转身走出来。老二啊，你媳妇怎样了？没事儿，就是不能吃肉，一闻见肉啊就会吐。4月初笑了，不能吃肉，这不是要他二嫂的命吗？那最近就先吃点清淡的。大家开始吃饭吧。吃过饭后，4月初和莫一之早早地上楼了。4月初一直在想着今天的事儿，顾嬷嬷想带他去京城是去做什么？将所有事情捋了捋，4月初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大阴谋。或许她不是顾家的亲闺女，那么4月初又是谁呢？她要是有个情报组织在手里就好了。如今想查点什么，什么都查不到，太不方便了。不行，她得努力搞搞，培养自己的势力。媳妇儿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今天的事儿。顾嬷嬷。别多想了，不过是个奴才。这其中定然有个大阴谋，只是咱们什么都没有，很多东西都不好查探。翻不了什么浪。为什么说他翻不了什么浪？一个奴才而已。那也说不定，毕竟他身后还有丞相府。4月初莫不成跟丞相府有关系？或者大胆点来说，4月初是丞相府的千金。去洗洗睡吧。好。莫一之一把将4月初抱起，进了洗澡间。月儿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。好，那我就在外面等你。4月初洗好出来时，闻着屋里的香味儿。相公，你点了香？这香是安神的，你晚上能睡个好觉。好，相公最好了。莫一之笑了笑，没说话，走进洗澡间，以极快的速度洗完澡，搂着4月初睡下了。又过了片刻，见4月初睡熟，莫一之这才起身。只见他走到窗边，瞬间就消失在夜色中。黑衣蒙面人，怕是顾嬷嬷派来的吧？那他相公去哪儿了？家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莫家其他人呢？难道出事了吗？就在4月初愣神之际，莫一之蓦地出现在了屋里。黑衣蒙面人转头，一剑朝着莫一之刺去。莫一之嘴唇微微动了动，剑到跟前，黑衣人蓦地停了下来，看着莫一之，那人愣了片刻。莫一之冷冷地看着面前的人，伸手一掌打在黑衣人肩上。黑衣人闷哼一声，突然转身拔腿就跑。月儿，出来！听到莫一之的叫声，4月初这才从空间里出来。相公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快被吓死了！我出去给你抓萤火虫了。快去看看爹娘他们。
一番查看，只见众人都中了深度迷药，沉睡不醒。4月初急忙拿出药丸给众人服下，大家缓缓醒来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爹娘，刚刚有人闯进屋里来了。什么？是的，一个带着月纹的蒙面人，要不是有相公在，我就一命呜呼了。带着月纹的蒙面人？没错啊，我看得真真的。是月影。月影？月影是什么？月影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杀手组织。杀手组织？没错。那既然是杀手组织，怎么会出现在咱家呀？他的目标是我，应该是顾嬷嬷派来的。月影有一个规矩，只对所想杀之人下手，不会滥杀无辜。都出动杀手来要他的命了，看来他的确很重要啊。很好，这说明他可能真的是丞相府的千金。难道是顾连心把他给调包了？月影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惹上月影，这次他没得手，必然还会再来啊。那咋办呢？4月咋办呢？你有身月，去休息吧。其他事情有我和你爹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媳妇儿，没事的，我带你去休息啊。王素梅看了看4月初，又看了看叶文竹，这才和莫忘凡走进自己房间。顾连心身后藏着一个大阴谋啊！没错，爹，如今已经很明显了，他想要4月死，那他现在害怕什么呢？慌了，怕阴谋爆。那查丞相府？那可能得要点时间呢，要时间也要清楚查清啊，看看这家人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！但是月影已经找上门来了，如今最重要的是要先解决月影啊！对，否则4月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啊！他们的目标是4月，这个人就是顾连心，要不咱们趁黑直接把顾连心弄死得了。弄死顾连心也不过是个死的奴才，没解决根本问题。那背后的事情，这狗奴才定然是参与了的。等我去将这个狗奴才抓过来，好好拷问一番，不信他就不说。我觉得老三说的对，走，咱俩去把那个阿杂婆弄过来再说。隐秘点，不要惊动别人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们都知道。去吧。哎，江湖中只有月影一个杀手组织吗？那倒不是，江湖上这样大大小小的组织有很多，不过最出名的还是月影和龙吟九霄。龙吟九霄的酬金要比月影要高很多，不是一般人就能请得动的。4月呀，这件事儿爹娘会想办法的，你别担心。你和老四上楼休息吧。娘，我别怕，有娘在，娘就算拼了命也会和你爹还有你哥哥们护好你的。对，4月，你别怕啊，赶紧休息啊。好。别怕，相公会保护你。莫一之将之前的萤火虫都放了出来。4月初看着满屋子的萤火虫笑起来。相公，好美啊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晚上受到了惊吓，我家这点香点重一点，好好休息，不要怕，有我。相公最好了。莫一之在香炉里又加了一些香进去，拥着4月初躺在了床上。宁静的夜里，一道黑影快速掠过，最终停在山顶一棵大树下。只见他冷冽的脸上一道突兀的疤痕，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边，看起来让人觉得无比狰狞。原本站在树下的人突然就跪了下来。参见主上。谢主上。雪妹，可是主上没什么可是。是主上。4月初一觉醒来，竟然快到中午了。相公，该起床了。媳妇儿。你这香点的也太重了吧，居然一觉睡到这个时候。昨晚吓到了吧？也不算被吓到，是娘太过于担心了。没被吓着就好。我相公不是说了会保护我吗？那我怕什么？相公会保护你的。我相公真厉害，不知道二哥他们审问顾嬷嬷有没有什么结果？等会儿去问问他们。好。饿了吧？好像有点。起来洗洗，去吃东西。好。老四、4月，你们起来。见这俩人起来了，刘翠娘走进厨房，将准备好的饭菜端上了桌。谢谢大嫂。和大嫂客气什么呀？大嫂最好啦。难道二嫂不好吗？好，二嫂也好。二嫂，你这还没显怀呢，就开始扶着肚子走路了吗？你又没怀过，你懂个啥？我这是小心点，小心总没错。二嫂啊，昨天你还和人大干了一架呢。哎呀，昨天我那是不知道我有了，我要知道我有了，我才不去呢。你看，昨天你打了一架不都没事吗？所以啊，肚子里的小崽子没事的。昨天把脉我都给你看过了，好着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娘没在家吗？
爹娘带着你大哥和三哥去镇上了。啊，那二哥呢？你二哥去你二嫂娘家了。哦，大嫂啊，昨晚三哥他们去找顾嬷嬷，结果如何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居然让那个阿杂婆子给跑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大哥和三哥到黄泥堡的时候，那顾家已经没人了，只留下了一座空房。什么？顾家那几个都跑了？是啊，没错儿。啊，居然带着顾家全家跑路了。我看那阿杂婆就是被打怕了。有可能，可能是二嫂你下手太狠了，所以那老婆子一下没扛住。哼，下次再让我遇到那老婆子，你看我怎么收拾她。二嫂可别激动啊，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。四月说的对啊，你如今有孕在身，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，凡事都得小心几分。哼，那是当然。小弟弟为什么不出来和我们玩？再过几个月，弟弟就会出来跟你们玩了。那弟弟为什么现在不出来玩？弟弟现在还没长大呢。弟弟为什么会住在二婶的肚子里？二婶，弟弟住在肚子里不会被闷死吗？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俩呀，别去吵你二婶了，你赶紧自己去玩吧。四叔，我们去玩吧，你好久不跟我们玩了。对的。自从四婶来我家，四叔就不跟我们玩了。莫一之看着两个小屁孩，从袋子里掏出一把糖。你们自己去玩。四叔，我们不喜欢吃糖。拿着，不然四叔生气了。莫长风看了一眼他娘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拿。老四，他们不爱吃糖，你自己留着啊。这是你……那我丢了。那你们收下吧。有了老娘发话，莫长宇和莫长风这才开心的收下糖果。一番感谢，然后跑出去玩了。大嫂怕是有些不高兴我有了吧？啊，这话可怎么讲啊？我没生之前，那爹娘多宠爱长宇长风啊。我这要是生了，那我家崽子岂不是要分走长宇和长风的宠爱？刘翠娘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二嫂，大嫂可能更担心你不多生几个。哦，为什么？你不多生几个呀？那大嫂就得多生几个了，不然咱家香火怎么办？王素梅一想，自己好像又吃亏了。所以啊，二嫂，你得多生几个才好啊。那为啥你不生呢？你就想着我和大嫂把香火的事都给做完了，那你等着偷懒呢？我还小啊，我还是个宝宝，我还没长大呢。你哪儿小了？这还宝宝呢？哎呀，也不害羞。四月初笑得停不下来，没办法，他这二嫂啊，脑子不够使啊。几人聊着的时候，王素梅突然转身跑出门，在院子里狂吐了起来。二嫂反应这么严重吗？早上已经吐几次了，也没吃什么。好半晌后，王素梅才缓过来，给漱漱口。大嫂，你以前怀长宇和长风也这样式儿的吗？没有，我怀他俩的时候没什么反应。啊？你不吐啊？我不吐。那我为啥吐这么厉害呢？二嫂，这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有了以后的反应也有所不同的。有些人吐得厉害，有些人就丝毫没反应。王素梅瞬间就觉得不平衡了，为何她有了身子就得遭这样的罪呢？二嫂，这个药有缓解孕吐的作用，你吃一粒。那不行，我娘说了，那有身子以后那不能吃药。没事儿，我这药没伤害。老四家的，你这是药，我不吃。你这才学几天医术啊，这就开始卖弄了。哎呦，得嘞，那您就吐着吧。这张臭嘴，老四家的呀，你可别和你二嫂计较啊，她就是个蠢的，不会说话，都怪我没教好她。婶子，没事的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计较。哎呀，娘啊，你咋来了呢？你这嘴臭的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改？有你这样说话的吗？李氏话还没说完，王素梅突然就朝后倒了下去。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大嫂，快去请陈老伯。陈老伯已经回去了呀。什么？陈老伯回去了？爹娘出去的时候，陈老伯和他们一起出去的。四月初急忙拿出银针扎在王素梅的人中上，王素梅这才缓缓醒过来。媳妇儿，你还好吧？见王素梅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样子，四月初急忙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丸，直接喂在王素梅口中。啊，你给我吃啥了？放心吧，没毒，这是陈老伯之前给我的。王素梅听说是陈老伯的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莫忘凡扶着王素梅走进屋，坐到椅子上。大嫂，陈老伯怎么突然就走了？也没和我说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陈老伯也没说。当时你和老四睡着呢，陈老伯就说不要吵醒你们，这好端端的说走就走了。
哦，对了，陈老伯给你留了一封信，在他房间里的桌子上。哦，那我去看看。4月初看着陈老伯留的信，原来是有急事走了，并不是不告诉他。4月初从陈老伯的房间里出来，若有所思。4月，你二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好端端的怎么会晕倒啊？二哥二嫂没啥事儿，这是胎儿发育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，每个人体质有所不同，所以反应也不尽相同。二嫂吃不下东西，孕吐又严重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才好一点啊？这个不一定，得看人来。有些人吐过前面3个月就好了，有些人得吐到7、8个月呢。怎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呢？老4家的呀，你二嫂真的没事吗？会不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啊？婶子，你放宽心，没事的。丫头啊，还望你多多照料一下你二嫂。她人蠢，不会说话，要是有什么话得罪你了，婶子先给你赔个不是，还望你呀不要和她计较。婶子，你别担心，二嫂和我关系可好了，你是不知道呢。昨天二嫂还为了我和别人打了一架，把那个人打得满地找牙。啥？打了一架？对。你年纪最小，他护着你呀是应该的，一家人就该和和气气的，互帮互助。婶子说的是。婶子，喝杯茶。他大嫂别客气。李氏从自己背篓里拿出来一些东西放在桌子上。他大嫂啊，这是我做的一些小零嘴儿，你拿给孩子们吃。婶子您客气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啥好东西，就是一点子心意。李氏说着又递了一些给4月初。谢谢婶子，我不能吃甜的。不能吃甜的？婶子，你回去怎么没和我说呀？我这不是忘了吗？4月初觉得他这是在给他二嫂拉关系呢，怕他二嫂坏在那张嘴上。这个老娘也是用心良苦了。李氏在墨家将王素梅的东西里里外外的都重新收拾了一番，收拾完王素梅的，李氏又将墨家重新打扫了一番。婶子，您歇歇吧，这些事儿我们自己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婶子在这儿也没啥事儿，一下子就做完了。4月初觉得这就是来自妈妈的爱吧。忙活半天，李氏又给王素梅蒸了一锅米糕。闺女啊，你如今有了身子，不能不吃，就算吐得再厉害，也得吃些进去，不然呢，娃不长个儿。娘，我不想吃。这由不得你不想吃，就算你不想吃，你也得顾及着肚子里的娃呀。你若怀着他的时候不好好吃点子东西，那以后生下来了，娃难养活。王素梅闻言挣扎着起来，拿起米糕吃了一口，可很快就又吐了出来。哎呀，我咋这样呢？吃啥吐啥，跟生大病似的。我回去给你找点酸水喝下试试。婶子，酸水对胎儿不好，我记得之前在山上看过有山葡萄，我去摘点给二嫂吃，那个应该能缓解她的孕吐。啊，在哪儿啊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摘就好了。没事的，您在家里照顾二嫂，我和相公去摘就好了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都是一家人，婶子不必这么客气的。相公，我们走吧。好。两人刚走出门外，就看见叶文竹和莫云生回来。爹娘，你们回来了。4月呀，你们这是去哪里呀？娘，二嫂孕吐的厉害，什么东西都吃不下。之前我和相公在山上看见一些山葡萄，所以想去摘一些给二嫂缓缓。4月，你不能去。对，4月，最近你都不要出去了，就在家里待着。娘，没事的。不行，你和老4的安全第一，暂时就不要出去了。娘，我就在家附近，没走远，不会有事的。再说了，有相公保护我呢，相公身手可好了呢。老4？对呀，老4，你……娘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会了。好，老4这是要好起来的迹象啊。老4以前的确身手不凡，那你们不要走远了，就在旁边看看有没有，没有就算了。好的娘。相公，空间里有山葡萄。好，那取些出来即可。就在这时，一声低沉而又沙哑的叫声响起。莫一之急忙将4月初抱在怀里，飞身退出去好远。相公，你看，在那儿。只见一只羽毛尖尖的鸟在地上不断的扑腾着。见此，4月初急忙走了上去，仔细一看，瞬间惊喜起来，是游隼，居然是游隼。4月初蹲在游隼面前，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，又摸着它的羽毛，看着它受伤的翅膀，4月初从空间里拿出药给它敷上。原本有些挣扎的游隼渐渐的不再挣扎了，给游隼上好药包扎好，4月初伸手将它抱起来。好家伙，你可真沉呀！
那以后我就叫你游游吧。游隼低吼了2声，似乎在抗议。行了，好好养伤吧。等你好起来了，可得要好好帮我呀。普通的信鸽每小时飞行速度一般也就几10公里，他的游隼以后就是超级信鸽。不错，今天运气好。要是游隼再孵一窝崽，媳妇儿，你笑什么？相公，这叫游隼，飞得特别快，是世界上飞行最快的鸟。我要把它养起来当信鸽。好。4月初将游隼放进空间里，简直是美滋滋啊！相公，我每次和你在一起运气都好好哦。你运气一直都这么好的？但愿如此。我会一直陪着你在一起。我也会一直陪着你。说完，4月初轻轻踮起脚尖，吻上了莫一之的唇。莫一之伸手搂着他，低下了头。这些天，莫家一直处于严戒中，可奇怪的是，一连很多天都没有半点反应。他爹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的这么多天都没反应？月影是出了名的难缠，这次怎么会就这样消失了？对呀，我还一直怕咱们的人手对付不了月影呢。这么久都没来，我估摸着呀，应该不会再来了。难不成是知道了我们布置的人手，所以不敢来了？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啊。没事就好。希望月影再也不会来。但愿如此吧。月月，4月，珍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你都这么久不去找我玩。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，所以没抽开身。出啥事儿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都解决了。哦，有事儿你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没事的，要真有事儿，那我肯定找你啊。哼，那还差不多。嘿，哎，这就是你相公吗？是的。哦，你相公生的真好啊。莫一之看了看云珍，没有开口。啊，月月，这一阵不见，你更美了啊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可能你说的对。当然了。哎，你怎么只带了一个丫鬟就跑来了？要是路上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？没事儿，现在大家都有粮吃，知州大人也平复了禹城的粮价，没什么危险了。你一个女孩子出门总还是不安全的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知州大人多厉害，那么多粮食投放下去，这禹城啊瞬间就变了个模样。知州大人确实是厉害。知州大人最近一定很忙吧？那肯定的呀，各地的粮食那不得忙得他昏头转向的，再加上又要做好界边的防御工作。这个防御工作的确是很难哈。是啊，其他城的流民听说禹城粮价平复了，那都往禹城涌。禹城哪容得下那么多人呢？啊，各地都已经发下粮食了吗？没错，我听我爹说，全部都发下去了。那我们还没收到粮食啊。附近几个村子的人时不时都有人来我们这边借粮。啊，不会吧？这都已经好多天了呀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那咱们去看看去，看看这哪儿出问题了。粮食居然还没下来。好，那你先歇歇，咱们再去。我不累。老四家的，你和谁说话呢？咋不进屋呢？啊，我一个朋友。姑娘进屋坐吧，别站院门口了。珍珍，这是我二嫂，有了身孕。哦，原来是二嫂。二嫂好。好，快进屋吧。二嫂，你还是赶紧去休息吧，等会儿又不舒服了怎么办？被4月初这么一说，王素梅吓得赶紧往屋里走。二嫂啊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自个儿在家能行吗？能行，可以，你有事就去吧，等会儿爹娘他们就回来了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那好，那你自己留意一点啊。没事。珍珍啊，你等我，我去牵马。好。4月初从空间里将小黑放出来。相公，你会骑马吗？应该会吧。应该会。会。那你带我。好。月月，你是如何降服这匹马的？啊，你真的这马？真的呀，这是北漠来的宝马，一开始本来在我爹手上的，可是没人能驯服。那个后来白大宝他不信邪，就把这马要去了，可最后也只能乖乖放在马厩里。我不会骑马，是我相公。你相公可真厉害。就是啊。月月，我们先去哪里好一点？我们先去镇上看看情况。好。3个人刚到镇上，一阵哭天喊地的叫声传来。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们吧。住手。哎呦，哪儿来的小娘皮呀？敢管你皇爷的事儿？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
还挺辣的。可惜爷不喜欢你这类的，否则呀，就让你跟爷走了。放肆！放开那姑娘！我就不放，你能怎么着？青天白日的，你眼里可还有王法？王法？哼，在这儿呢，爷就是王法。爷今天心情好呢，不愿杀生。我劝你啊，不要多管闲事儿，否则呀……哼，我若执意要管呢？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，得罪爷的下场。爷？就凭你这贼眉鼠眼的样子，也配叫爷？既然你嫌活得太久，哼，姑奶奶打架的时候，你还在你娘肚子里呢。就这么几个人，也敢在姑奶奶面前嚣张？珍珍，小心！不过几个小喽啰，别担心。你敢动爷？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？说说看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黄老爷家的七儿子黄有才，县令大人是我亲叔，你去打听打听，在这一片谁敢惹爷，还不放开我？哼，小小县令的侄子也敢当街强抢民女？珍珍，你别用劲儿，县令大人可不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能得罪的。你知道错了吧？放开爷，或许爷可以饶你一命。公子可是黄英老爷家的？没错。黄公子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公子莫怪。我这个姐姐呀，从小天生神力，你所有的手下都不会是她的对手。你快让她放开我！放开黄公子也不是不可以，我有个条件，还请公子答应。什么呀？还敢和爷谈条件？你知不知道？黄公子可要小心些，以我姐姐的功力，捏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似的。反正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不如拉个贵公子垫背，这买卖稳赚不赔呢。你有什么条件？你说，我都答应你。我们要粮食。不就是粮食吗？我家有的是。啊，黄公子是在说笑吧？这灾荒年里，谁家不是过得很艰难呀？别人家没人，我家能和别人家一样？爷不吹牛啊，整个祁阳就属我家粮食最多。我们要500斤粮食。你要这么多啊？没错，还劳黄公子赶紧派人将粮食取来。黄公子，我劝你不要打什么主意，不然我姐姐可能一失手，万一要是拧断了黄公子的脖子，那就不好玩了。哎，不会，你们去，让我爹拿500斤粮食出来啊！是公子。很快，黄英带着乌泱泱一群人走了过来。大胆狂徒，敢挟持我儿，还不快快束手就擒！黄公子呀，看来你爹是不要你的命了呢。黄老爷，我劝你想好了再和我说话。爹，你给他们粮食啊！他们真会要了儿子的命啊！老子带了这么多人，他们还能跑了不成？哎呀，看来黄老爷是不想要这个儿子了呢。哎呀，黄公子啊，你可真可怜呀！你爹为了500斤粮食就要舍弃你了呢。爹，我可是您儿子呀！老子那么多儿子呢，缺你一个呀！黄公子啊，你看到了吧？你呀，就值500斤粮食哦。黄英，你真的舍弃我？都给我上，活捉这几个人！别杀我！你不就是要粮食吗？你杀那个老头啊！我家几十万担粮食呢，都是你的。黄公子这么大方，我保证，你只要杀了这老头，我告诉你粮食在哪儿。我现在不想要粮食了。我知道这老头有个本子，记录了他所有的坏事儿，只要把这个本子交到官府，你们就能得到奖励呀。一个黄英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有，我还知道我说很多事儿，我保证有用。哼，真有意思。一个为了粮食不肯救儿子，一个为了活下去出卖老子。珍珍，回来吧！云珍撂倒跟前的人瞬间跑了回来。4月初吹响了一声口哨，只见悠悠俯冲下来，朝着黄英一路攻击过去。但凡他路过之地，都传出一阵鬼哭狼嚎声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眼睛要瞎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快拦住他！其他人见此都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一步步的朝身后走去。悠悠丝毫没有要放过他们的意思，继续攻击着。月月，你这是什么鸟啊？这么厉害？这叫游隼，是飞得最快的鸟，攻击力也很强。之前它受伤了，我无意中捡到的。哇，你这鸟也太棒了吧！我想要一只。好，再等等，我给你准备着。真的呀？真的。太好了！它可以传信吗？可以啊，从禹城到黄泥堡要不了半炷香。这么厉害？没错，
那太好了，以后传信给你，你就能早早的收到了。是的呢。悠悠邀功似的飞回来，站在四月初面前。悠悠啊，你真棒！悠悠瞬间又吼叫了起来，表达着他的不高兴。哎呀，悠悠这名字多可爱多好听啊，你就不要再挣扎了。悠悠又叫了2声表示抗议，最后无奈的飞走了。月月，你的鸟跑了。没事儿，他自己会回来的。哦，那好。见黄英和他身边的人都受伤了，黄有才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候，白大宝带着人朝这边走来。四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和珍珍来这边有事儿。白大哥，你不是去军营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将军给我一些任务，我刚完成任务路过这儿，听到有响动就过来看看。白大哥，这是刚进军营不久就已经是师长了，真厉害。都是小事。不就是个师长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不，你白大宝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人每次都要在四月面前下他的脸。好啦，你俩停，这还有好多事没处理呢。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四月初将事情给他说了一遍，白大宝蹙起了眉头，让人将黄英等人都绑了起来。黄公子，这黄英我也给你解决了，那接下来的事儿我带你们去。黄公子，不要想着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样，该交出来的东西一样也不能少，否则我就让我们家游游陪你玩玩。刚刚你也看到了游游是怎么陪你爹玩的。哎呦，不敢，真不敢。黄有才带着众人回到黄家，刚进黄家门就听到屋里传来女子的哀嚎声。这什么声音？那是我小弟。小弟？不就是那个之前想要娶她的那个半身不遂的小儿子？好家伙，他现在还有事儿，转头他倒想来替他那几任媳妇儿讨个公道。你们家其他人呢？我那几个哥哥呀，都跟着我叔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人从屋里走出来。才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老头想我死。什么？哎呀，行了，没你什么事儿，你乖乖回屋待着吧。四月初朝云珍使了使眼色，云珍一把扣住那妇人。我娘不会通风报信的，你们别伤她。你说不会去就不去，他们都想我死了，我还去通风报信，你看我像傻子呀？废话少说，赶紧干正事。黄有才带着几人走到黄英的书房，黄有才掀起屋里墙壁上的一幅画，打开机关，推开一扇暗门，从里头拿出一个本子递给四月初。我不知道这里边具体是什么，但黄英每次做什么事都会记录在这上面。我只求你们放了我娘，我娘她什么都不知道，粮食的存放地点只有我知道，如果没有我带你们去，你们怎么都不会找着。四月初看了看黄有才，打开本子，蓦地就惊了。深圳啊，你快看！云珍凑过头一看，脸突然就严肃了起来。白大宝凑过去一看，急忙开口：快，派人通知大将军。白大哥，你写好信，我让我家游游送过去。这……哎呀，白大哥，你快写吧，游游很快的，最多1炷香，将军就会收到了。好。白大宝写好信，四月初将信卷好，绑在游游腿上。大游，事关重大，务必送到将军面前。你要记住，不要吓到将军了。游游拍了拍翅膀，转身朝天际飞去。这本子上写了什么呀？你爹通敌叛国。闻言，黄有才瞬间晕了过去。四月初把他弄醒，黄有才不敢相信的开口：你们一定弄错了吧？我爹这怎么会通敌叛国呀？你爹通敌叛国，你若能将功赎罪，或许能活一命也不一定啊。真的，就看你想不想给自己活命的机会。我要带着我娘什么都不知道，她当年是被迫嫁给那老头的。那要看你娘怎么选择了呀。我知道了，我带你们去看粮食。只见黄家后面一大块空地，黄有才走到一棵树下，在树干上来来回回敲了很多次。过了许久，只见树干好像一扇门似的打开了，就在这底下。几人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屋里豁然开朗。底下不仅有粮食，还有无数的珍宝奇玩。四月初四处看看，黄有才急忙开口：哎，别乱动，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机关是我不知道的。这么多粮食要怎么搬出去才好？黄有才的目光留在了墙上的一幅画上，伸手在画上敲了敲，没想到一股吸力瞬间将几人吸了进去。四月初急忙将里面的粮食和珍宝都收进了空间。黄有才，你搞什么鬼？不是我也不知道啊。这是在哪儿啊？四月初从空间里拿出刚收进去的夜明珠，有了夜明珠的光，众人这才看清楚，现在是在一条密道里。珍珍啊，之前别院的那条密道会不会和这条密道有什么关联呀？啊，之前那条密道已经被我爹堵死了。众人随着密道朝前走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又走了一阵，总算是走出来了。而出口居然是在水里。这是我叔后院的湖。什么？对，
这就是我输的活。四月，我们必须尽快出去，若是让黄县令发现，今天恐怕麻烦了。四月初点点头。莫一之看了眼白大宝，搂着四月初，蓦地起身朝外跃去。看着莫一之几个起落，人就已经在外面了。白大宝惊得张大了嘴，哼，没想到吧？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云珍这话让白大宝瞬间红了脸，有一种做坏事被人抓到的感觉。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就凭四月男人那张脸，你这辈子就都没机会了，更别说其他的了。白大宝瞪了一眼云珍，没开口。提着黄有才就往外跑去，云珍见此也没多留，急忙出去找四月初。眼见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几人找客栈住下。四月，你说这眼下该怎么办才好啊？你和云珍在客栈里待着，注意祁阳动向。我和月儿去县令府看看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累赘啊，珍珍，天黑外面不安全，你就在客栈等我们。我相公啊，身手很好的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在这里守着他们。祁阳不简单，你们务必要小心。好，那你们去县令府上也要小心一些，要不等我爹爹来了再去，我就担心你们俩。没事，事情紧急，若迟恐生变，我们没事的。好吧，万万注意。趁着夜色，莫一之搂着四月初来到了县令府的房顶上。莫一之轻轻揭开一片瓦片，只见县令正与一身材妖娆的女子做着不可描述的事儿，干柴烈火，好不热闹。四月初只觉得脸都红了，她实在不好意思在她男人面前光明正大的欣赏这种事儿。四月初从空间里拿出一包粉，从房顶撒了下去。没过多久，底下原本正在运动的人，蓦地就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。蛇，有蛇，有蛇，好多好多的蛇！哎呀，别怕，我呀。老爷，你没事吧？这蛇仿佛是长了眼睛似的，专门挑着两人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地方，屁股上、大腿上。莫一之抱着四月初找到了县令的书房，两人潜进房里，丝毫没有惊动任何人。在书房寻找一番，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四月初微微蹙起了眉头，这么狡猾吗？想了想，四月初又四下寻找着暗格密道。月儿，这里。四月初转身，只见莫一之已经打开了书房的密室。莫一之带着四月初闯过多道机关，这才看到里面堆积如山的粮食、成箱的金子、珠宝，简直要亮瞎了他的眼。哇，这个黄县令是不是富可敌国呀？应该是。说是县令大人发现自己珍藏的东西都不见了，那表情一定会很有趣吧？有可能。四月初将密室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进了空间，整个房间瞬间就空了，没留下一丝一毫的东西。就在这时候，四月初才发现墙上原本做的机关都瞬时间展现在眼前。相公，这里有密道，你看这里应该是黄县令存的来往书信。莫一之伸手拿出所有的纸和信，脸越发的沉了下来。这些都是黄县令与北漠来往的信件，还有这些年贪赃枉法、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，越看越让人心惊。咱们先上去。好。莫一之带着四月初回到书房，纵身一跃，又到了房顶上。相公，等一下。相公，咱们搬空县令府，一丝一毫都不给他留。好。莫一之搂着四月初穿梭在各个房间楼顶，瞬间的停留，四月初就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收进了空间里。府医正在为黄县令解毒，只见一小厮趴在黄县令身上，给他吸出身上的毒素。四月初意念一动，将黄县令房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收进空间。柜子突然消失了。我刚才还看见了，怎么就瞬间消失了呀？快，墙边的古董花瓶也不见了啊，桌子也不见了。这时只听扑通一声，原本坐着的人瞬间倒在地上，所有东西都不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呀！有鬼，一定是有鬼啊！不好了，大人，咱府上所有房间都空了。快去书房。老爷，书房也空了。黄县令瞬间五雷轰顶，一口老血就吐了出来。快带我去书房，带我去书房！下人们急忙扶着黄县令往书房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黄县令的墙也不见了，门也倒了。下人们再也忍不住，一窝蜂的就跑了。太恐怖了，这县令大人家一定是撞邪了，不然好端端的怎么会所有东西都突然消失了呢？四月初看着底下乱成一锅粥的样子，笑得趴在莫一之怀里，不停的蹭着他的胸口。月儿，相公，怎么了？你
莫一之看着四月初，想说让他不要一直蹭着他笑。你开心就好。哼，这个狗官，百姓都活不下去了，他却坐拥几百万斤粮食，太可恨了。不必担心，他逃不过。那是肯定的，有大将军在这里，绝对不可能让他跑了。相公，我们赶紧下去，等会儿怕县令会从密道里跑了。跑不了。看着莫一之的笑颜，四月初蓦地就看呆了，口水流了一地了。四月初急忙伸出袖子擦了擦嘴角。相公，你变坏了。坏了吗？以前你从来不会忽悠我的。我没有忽悠你啊。那你说我口水流一地，这是夸张的修辞手法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夸张。夸张的修辞手法？你从哪里知道的？这需要从哪里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这样就会了。四月初想了想，好像也是。那些古诗不就好多是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吗？吓了他一跳，他还以为他相公居然会现代的东西呢。那密道真的不会有问题吗？你不相信你老公？相信，我当然相信。既然相信，你就只需看就好了。好的，相公大人。你放肆！我堂堂祁阳县令，你一个小小的什么长，居然敢带人围攻我的县令府！一个小小的县令，本公子还没放在眼里，就你做的那些事儿，10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黄县令心里一抖，之前府里出的怪事儿，莫不是和这个黄口小儿有关？传我命令，关闭城门，没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出入。是，大人。把所有人都给我调过来，将眼前的这个小子给我杀了。是，你敢？你可知你面前的是什么人？不过一个小小的什么长，他可是白知州的大儿子，你敢下令杀他？完了，居然是白知州的大儿子，那就更不能让他活着走出祁阳。杀，一个不留。是，你敢？白知州不会放过你的。等你们都死了，谁还知道你来过祁阳？黄县令身后瞬间又出来一批人，这些人似乎和他身边的兵又有所不同。相公，那些是什么人？估计那些是杀手。啊，那白大哥能应付得了吗？他要是连这点人都对付不了，还进什么军营啊？人数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啊。他若没这个本事，还是早早的回家喝花酒比较好。哎呀，相公，你吃醋了。我媳妇儿担心别人，我能高兴吗？相公，白大宝怎么说都是我们的朋友，他如今正跟人打架呢，作为朋友自然会担心一下呀。哎呀，我又不喜欢白大宝，你醋什么呀？他眼睛总是在你身上。乖，不生气，人家喜欢的是你。我怎么会生悦儿的气呢？但你不高兴了呀？我不希望你的目光在别人身上。各花入各眼。而你呢，就是我眼中那朵唯一的花。这边，四月初和莫一之在树上坐着，你侬我侬，白大宝却在那边拼命地厮杀着。他今晚一定要活捉黄县令。黄县令见形势不对，急忙朝后开溜。黄县令带着自己夫人和孩子，仓皇地朝着书房跑去。36计，跑为上计。白大哥，你怎样了？死不了。四月初不再说什么，只是从空间里拿出药来，倒在白大宝的伤口上。白大哥，你身上的箭射中了要害，要尽快拔出来。四月初的话还没说完，莫一之就一把将白大宝拎起来，速度极快的就拔掉了他身上的箭。四月初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看着这让他感到陌生的男人，白大宝有一支箭在胸口边上啊，这万一……拔完箭，莫一之又毫不留情的将白大宝扔在地上。白大宝只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这个男人下手可真狠。莫一之蹲下身，粗鲁地捏着白大宝的嘴，从怀里拿出一粒药丸投进他嘴里，然后起身。死不了，自己起来走。这真的是他相公吗？莫一之又朝云珍丢了一粒药，冷冷地开口：“自己吃下去。”云珍急忙接住，也一脸懵逼地看着莫一之。只见莫一之隔空一掌，云珍身上的剑就全部退出来了。四月初整个人都处于目瞪口呆的状态。这一切太突然了，他突然就变得这么陌生了。见四月初惊呆的表情，莫一之一把将他抱起。不想死的就赶紧出去。云珍觉得身上的伤似乎没什么事了，他急忙跑过去将白大宝扶起来。白大宝起身也觉得好像好了许多。四月初依旧怔怔地看着他相公，他觉得眼前这个抱他的人和他的相公不是一个人。
想到这儿，四月初挣扎地跳了下来。你不是我相公，说你是谁？媳妇儿。四月初看着莫一之这副模样，又是一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疼。刚才是谁？我呀，媳妇儿。是你？四月初有些不相信，一个人怎么会瞬间变化的这么快？是我啊，媳妇儿。媳妇儿，你不要相公了吗？四月初冷冷地看着莫一之。就在这时候，一阵浓烟袭来，众人瞬间捂住口鼻。快出去！莫一之大喊一声，一把抱着四月初就跑。见此，云珍急忙拉着白大宝朝外跑。4个人刚跑出来，站在黄县令的书房里，就听见后面传来了脚步声。只见黄县令带着妻儿狼狈地逃了出来。狗东西，还挺能跑啊！你再跑个试试。放肆！这里是我县令府，不想死的给我马上滚！哼，黄县令好大的官威啊！瞪大你的狗眼，看看这是什么！黄县令看见大将军令牌，双腿一软，知道今天是在劫难逃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外传来一阵马蹄疾驰声，可能是大将军来了。白大哥，既然将军来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我还有些事儿，就先回客栈了。4月，你这个是我们在黄县令书房里捡到的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这书房已经这样空空如也了。白大宝蹙了蹙眉，他也想不透这屋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好端端的就什么都没有了？这实在是太夸张了。这些东西或许对白大哥有用，你收好。月月，我陪你回客栈。珍珍，你就留在大将军这里帮忙吧。哦，那好吧。媳妇儿，别生气了嘛。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不敢那么凶，别不理我嘛。你他妈跟我玩白切黑是吧？什么是白切黑？这他妈不就是妥妥的白切黑吗？想来他是早就好了吧，故意在他面前装呢吧？好了也不告诉他是吧？莫一之伸手去拉4月初的手，4月初一把将他甩开，抬起腿一脚就将他踹了出去。莫一之蓦地就倒在地上。4月初见此一愣，他不是牛逼吗？怎么他踹他一脚他就成这样了？呵，又装是吧？4月初冷冷一笑，转身朝客栈走去。莫一之见此急忙去追。4月初刚进门，莫一之就跟了进去。4月初抬起一脚又踹在莫一之身上。莫一之可怜巴巴倒在地上，看着4月初满眼的委屈。还喜欢玩是吧？4月初从空间里摸出麻醉剂，迅速一针扎在莫一之胳膊上。月儿，别。4月初气呼呼地爬上床，放任莫一之躺在门边的地上。莫一之微微睁了睁眼，见4月初爬上床睡觉去了，丝毫没有要管他的意思，在心底不禁一阵哀嚎。他媳妇儿真的不管他了。莫一之继续闭上眼，若是让他媳妇儿知道他并没有被迷晕，恐怕他会更生气吧。想到这儿，莫一之直接躺在地上睡了起来。4月初气呼呼地躺在床上，翻过来倒过去，这哪是睡觉啊，这明明是睡气。4月初蓦地又坐起来，看着躺在门口地上的莫一之，半晌都没说话。好久，4月初站起身来，他在生气。他在气什么？是啊，他在气什么呀？4月初微微叹了一口气，直到今天看见他的另一面，他才知道他并不是如他心里所想，如他所看见的那样天真。想了许久，4月初走到门边，蹲在莫一之面前，从空间里拿出一个瓶子，放在莫一之鼻子底下。媳妇儿。4月初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媳妇儿。4月初莞尔一笑，莫一之见此，急忙从地上爬起来。就在莫一之以为4月初已经不生气时，莫一之只觉得小腿悠的一凉，有什么东西正顺着他的腿往上爬。媳妇儿，救命啊！无数条小蛇正在他身上爬着。夫人，我错了，为夫错了。这些蛇不断地挑衅着莫一之，在他的脸上吐着信子，却丝毫没对他下手。夫人，为夫错了，真的错了。过了半晌，4月初手一挥，这些蛇瞬间就消失了。莫一之不禁大松一口气，迈步想朝着4月初走去，可他步子还没迈出去，就发现他脚上有无数条蜈蚣。莫一之打了个冷战，这些个玩意儿在身上也太烦人了呀，还钻进了他的衣服里。夫人，您饶命啊！为夫错了。哪里错了？为夫以后再也不会在你面前装傻了。哼，为夫错了，真的错了。
你快把这些宝贝弄走吧，你看我身上脏死了，等会儿都没法抱你了。夫人，哎呀，这样下去你想我四月初一愣，莫非这些东西没听他话？不会呀，他都和他们说好了，他们很听话的。又想用苦肉计是吧？四月初笑盈盈地看着莫一之，找来一个杯子，将手中的葡萄一粒粒都捏成了葡萄汁，放在杯子里。相公啊，滋味如何呀？夫人。很快，大半杯葡萄汁就好了。四月初放下杯子，起身走到莫一之跟前儿，原本在莫一之身上的蜈蚣纷纷消失不见。夫人，别玩了，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，你要吓死为夫了。你不是玩得很起劲吗？我没有。你不就最喜欢玩这样的游戏？明明清醒了，还一声不吭。我错了，夫人消消气。哼，算了，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我就不和你计较了。为夫谢过夫人。不谢，想来你也受到惊吓了。这空间里的山葡萄还不错，你来尝尝。四月初转身端起桌上之前他捏好的葡萄汁，递给莫一之。就知道夫人对我最好啦。他想也没想，端起杯子一饮而尽。喝完这杯葡萄汁，莫一之就呆住了。片刻后，他剧烈地咳了起来，瞬间泪流满面。四月初大笑：“小样，让你嘚瑟！那杯葡萄汁那可是他秘制的，喝完了保管让人酸爽无限。”夫人，我丑了。听着莫一之的话，四月初再次捧腹大笑起来。好半晌以后，四月初才停下来。相公啊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没听清哎。莫一之看着四月初，眼神越发委屈了。相公，你看我美吗？莫一之看着自己的小媳妇儿，在心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惹谁也不要惹他夫人呢。见差不多了，四月初从空间里拿出药丸，喂到莫一之嘴里。媳妇，嘿，脏死了，赶紧洗洗。好。很快，莫一之洗好出来，看着四月初，还是一脸的委屈。月儿，不生气好不好？月儿，我错了，原谅相公好不好？四月初瞥了一眼莫一之，仍旧嘟着嘴不理他。月儿，夫人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月儿。四月初觉得他整颗心都快蹦出来了，脸颊上泛着阵阵红晕。他这是被美色所惑呀。莫一之低头轻轻吻上他的唇，莫一之细细地吻着四月初的唇，一只手托着他的后脑勺，一只手放在他的脸颊上，犹如托着一件珍宝似的。四月初脑中一片空白，他忘了思考，也忘了之前和他生气的事儿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两人才分开。月儿，不气了好不好？为夫错了。刚才感觉如何？夫人开心就好。既然你好了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？我也是突然之间就觉得人清醒了，不似之前那般痴傻，只是身上的毒并没有解。我查过，这毒若不解，人是不会清醒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醒来。你的毒是怎么回事？月儿，现在有些事我还不能全部告诉你，这其中牵扯了太多东西，不告诉你，你就多一份安全。在我解决好所有事情之前，我怕你有任何闪失，你明白吗？四月初看着莫一之，怎么他这么一说，他就觉得这件事儿看起来好大的样子。月儿，无论是在我痴傻的时候，还是我好了以后，你在我心里都是我此生唯一的妻。那你还装吗？我没有装，我只是傻子福里多呀。没有装，你白切还很顺手的呀。我只是对别人，我的温柔当然只有我夫人能拥有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当然是真的。我和白大宝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生那么大气？我不是和你生气，我是生气白大宝，他不长眼睛，总是黏着你。那时候白大宝受伤了，我是个大夫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理啊。更何况白大宝怎么说也是咱们的朋友。他死不了，我给他吃药了。是白大宝欠揍的，他要离我媳妇儿远点，就什么事都没了。好了，跟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计较什么？只要他不黏着你，我就不找他。他若还要黏着你，我还揍他。你难道丝毫就没看出来什么吗？看出来什么？你没发现白大哥和云珍是牵着手出来的吗？没主意。所以啊，白大哥和云珍每次一见面就掐，可我觉得
这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呢。云珍和白大宝？云珍怎么会看上白大宝那种纨绔？白大哥现在已经改了呀，你没看见吗？改了他就不是白大宝了，起码比以前好啊。云珍和白大宝，真的？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有着和常人不一样的东西，和普通朋友是有所不同的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慢慢发展的嘛。你不要把眼睛一直盯着白大宝，你的眼睛不应该看我吗？好，看你，我媳妇儿真好。月月，你睡了吗？珍珍啊，我还没睡呢。你家悠悠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呀。我爹说想要你家悠悠给传个信儿，你看成不？可以啊，传信儿啊，我们家悠悠最拿手了。那就好。云珍将手中的信递给4月初，4月初口哨声一响，悠悠瞬间就出现了。哎，那边的事儿都处理完了吗？县令府什么都没剩下，除了你捡到的那些证据，什么都没了。这狗县令和北漠的勾结在一起，还好及时发现了，只是那狗县令囤积的几百万斤粮食全都不见了。我爹在追查，若是落在北漠手里，那就危险了。那是狗县令为北漠准备的。没错，这狗县令没政绩，一直升不上去，所以就勾结北漠，企图让北漠顺利攻下烈焰。北漠许给狗县令许多好处，整个雨城地底下修建了好多密道，他们打算通过密道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只是他们没想到会被我们识破啊！那之前他们抓那些姑娘是干嘛的？北漠的国师据说是个得道高人，他企图用这些姑娘做法祭天。什么祭天？没错。所以那些姑娘岂不是已经……还没呢，要到北漠进攻烈焰的时候，你放心，我爹会想办法救出他们的。哦，那就好。这个狗东西吃里扒外，北漠这次联盟西凉，又有这狗东西里应外合。这要是真打起来了，那现在抓住了那个狗县令，后面是不是能够避免了？听说北漠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战狼军团，据狗县令交代，这次全部都调集到了雨城边界。战狼？对，就是一群狼上战场打仗。没错，4月初微微笑了起来。战狼？狼群上战场？这好像他怎么刚好就能……你是说这支战狼军团在战场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吗？对的。我师父曾经教过我一首驯兽曲，这或许能够解决那群战狼呢。啊，真的吗？北漠的战狼就是听命于他们驯兽师手中的长笛，恰好我师父也送了我一支竹笛。月月你可真厉害，在我师父跟前学了一些皮毛。走，咱们现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爹爹。爹爹说雨城内出了状况，怕北漠那边恐怕会提早进攻，所以爹爹马上就要去边境了。好。媳妇儿，你真的要去边境？大将军要上战场，北漠有那么厉害的一支战狼军团，我或许能帮得上忙。北漠和西凉联盟攻进来，雨城真的能撑得住吗？内忧外患，大将军一人也难敌啊。所以啊，我希望能够帮上将军。是啊，这次不仅仅是我爹爹，武安侯也悄悄从北境来了，估计不日就会到雨城边境。我怕你在边境吃不消。我有什么吃不消的？你忘了，你媳妇儿我可是什么都不怕的。我陪你去。啊，那娘会同意吗？会的。那我们去找将军。好。莫一之伸手将4月初抱起来，跟着云珍一起去找大将军。看见莫一之抱着4月初，大将就尴尬地咳了一下。莫一之丝毫没有要将4月初放下来的意思。相公，放下来，地上脏。爹爹，月月说他师傅教过他驯兽的曲子，可以对付北漠的战狼。什么？4月会驯兽？我不会驯兽，只是我师傅曾经教过我曲子，可能帮上一些忙。那好，4月你既然会驯兽的曲子，那就试试吧。好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即刻要出发。这雨城里有许多四通八达的密道，我虽然已经让人处理了，但北漠已经与西凉联手，若城中还有人里应外合，我们就被动了。关于战事他还真不懂，但在战狼这事儿上他是可以帮上忙的。北漠安插了无数批眼线在雨城内，我已经拔掉了很多，但恐怕还有漏网之鱼啊。将军，皇上还没有下令出兵，我们即刻要出发，是不是？等皇上如此优柔寡断，可雨城不能等啊！再下去，整个雨城都要覆灭，到时候我如何对得起雨城的百姓啊？可，就算皇上怪罪，我也会一力承担。如今首要任务，务必要保护雨城，守护这一方百姓。就连武安侯都从北境来了，本将军又如何能畏首畏尾呢？大将军，武安侯没下令离开北境，如今悄然来雨城边境，后面恐怕……到底是他们争权夺利重要，还是黎民百姓重要？
禹城若是没有了，你知道这些百姓会怎么样吗？我相信皇上总不至于那么糊涂吧？将军，慎言。行了，云大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此时此刻我已经顾不上其他，守护烈焰是我的使命。边境若是失守，禹城这么多百姓，该何去何从？将军，云大，准备一下，即刻出发。是，将军。很快，云大就安排好了，留下一批人继续处理祁阳的事儿，其他人赶往边境。日夜兼程，大将军一行人总算是快到了边境。就在这时候，云大策马来到大将军跟前。将军，北漠祭天选在明日。明日？没错。可摸清关押地点都已打探清楚。好，今晚便行动。通知下去，加快行军速度，傍晚之前必须到达边境。是，将军。爹，营救的事儿交给我吧。将军，我也去。我是去救人，你去做甚？到时候还得管你。你们在祁阳都受伤了，此事我先派其他人去。爹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将军，我也没事了，我现在生龙活虎。对，爹，我们的伤都没事。此事我自有主张。傍晚时候，大军终于到了边境。侯爷，多年不见，你可好啊？哎呦，都好都好。侯爷，休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守住边境。侯爷，休明白，你明白就好。这是，侯爷，这是智才家大儿子白大宝。原来是智才家的，参见侯爷。这是真儿的朋友，叫四月初，他救过我和真儿的命。这是四月初的相公，叫四月参见侯爷。这是我相公莫一之。参见侯爷。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年轻人行如此大礼作甚呢？谢侯爷。小伙子不错呀，可想过从军？回侯爷，暂时未曾想从军。那你们来此是？是这样的，侯爷，四月的师傅曾教他御兽曲，想着这次敌军来势汹汹，所以我便带他来了，看看能否对付战群狼啊。四月还会御兽？我师父曾教过我，还勉强能记得一些。四月师从何处啊？回侯爷，我师父是一位云游高僧，恩师嘱咐不可透露他的名号，所以还请侯爷莫要怪罪。原来如此啊！对付战狼，你有几成把握？侯爷，我虽然会御兽曲，但还从未试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行。无妨无妨，尽力就好啊！谢侯爷。侯爷，北漠国师在禹城劫走了一批女子，准备明日祭天，我们得想办法先救回来呀。祭祀？没错，务必将他们救出来。我明白，这北漠国师邪乎得很呐。北漠原本就没有这般强大，谁知道自从这个国师来了以后，北漠的发展速度就极快了呀。没错，我查了很久，都没有查到北漠国师的来历，不知他们到底是来自何处。我这边也查过，但是都没什么结果。侯爷，将军，我有些身手，可前往救援。大将军看了看莫一之，他看得出来，四月这相公是有些身手的。爹，四月相公可厉害了，之前我和大宝被困在剑阵里，就是四月相公出手相救的。四月，你这相公如此厉害？我相公是有些身手。你不熟悉这边的形势，我也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呐。见此，莫一之也没再说什么。最后，大将军将救援的任务交给了云大。云真带着莫一之和四月初将他们安顿好。月月，你就在营帐里面，不要乱跑，等我忙完就来找你。好。夜间，云大带着人去救援被劫的姑娘们。四月初觉得上了战场后，他好像是个拖累。月儿，想不想去看看这边境？可以吗？当然。可是真真说让我不要乱走。有为夫在。相公，战事一触即发，咱们就别给大将军添麻烦了。我有分寸。莫一之说完，没等四月初说话，就抱着他走出营帐。相公，别闹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知道。相公，若你乱来，我会生气的。我没有乱来啊，云大独自去救人，我们或许能帮上忙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就追上了云大。只见云大带人正悄悄前进北漠营帐。相公，我们去云大相反的那面。好。莫一之带着四月初朝着云大反方向走去。你想放火？这样或许就能够减轻云大那边的压力。我来。只见莫一之大手一挥，不知道朝着营帐撒下了什么。随后他抱着四月初蓦地就往后退，营帐瞬间起火。相公，你刚撒了什么下去？就是一些助燃的东西。北漠营帐很快火光大亮，发现失火，众人急忙开始救火。就在众人忙着救火的时候，云大解决了门口的守卫，摸进了关押那些姑娘的地方。
虽然进来了，可要带着这么多人安全走出去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就在这时候，莫一之带着4月初刚好来到云大外面的营帐。有人来了，快走！云大没想到4月初竟然会在这里，他也无暇多问，急忙让人带着姑娘们走。北漠大营起火，国师叶听寒首先想到的便是这些要用于祭祀的人。莫一之见此，双手在半空中挥舞着，刹那间，一朵透明的花瓣出现在他的指尖，微微的光迅速消失在眼前。快走！莫一之回头抱着4月初，其他人也急忙带着人向烈焰大营跑去。叶听寒带着人走到营帐前，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儿。只见叶听寒大手一挥，一道蓝色的光迅速朝着营帐飞去，但片刻就又返回来了。前面有东西挡住了他的路，居然是阵法。叶听寒大惊，急忙上前，朝着前方快速出掌。片刻时间，叶听寒就陷入了阵法中。什么人居然在他营帐外设下阵法？不好！叶听寒瞬间急了，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快。很快，只听见一声清脆的裂痕声。叶听寒快步走进营帐，只见营帐里已经空无一人。快追！是国师。什么人居然敢在他面前玩阵法？4月初突然感觉他相公颤了一下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加快速度。4月初没发现莫一之的嘴角渗出了一丝血迹，众人拼命跑着。4月初明显感觉到他相公的速度比之前慢了。相公，我可以自己跑。我带着你更快。可是，月儿，乖一点。4月初没再说什么。叶听寒一直追踪着，没想到又被挡住了去路。和先前在他营帐外的是同一个人。烈焰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人了？他怎么不知道？想到这儿，叶听寒微微蹙了蹙眉。可也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扬起嘴角，冷冷地笑了起来。叶听寒不再往外追，只见他站在那儿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周身泛起阵阵蓝光，犹如玻璃随地声声声响起。没了祭祀的人，他可以想别的办法，这难不倒他。但是那个人必须要死。过了好久，4月初一行人终于看到了烈焰大营，众人这才大松了一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莫一之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，蓦地倒了下去。相公，相公，你怎么了？4月初将手搭在莫一之手上，只见他脉象紊乱，五脏六腑受伤严重。4月初一急，急忙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喂在莫一之嘴里。他的伤怎么会这么严重？4月，你相公这是怎么了？暂时我还不清楚，快找担架来，带他回营帐。哎呦，好！云大急忙起身进去找来担架，将莫一之抬回了营帐。月月，你相公这是怎么了？我相公说要去帮云大救人，回来后突然就吐血了，他现在五脏六腑受损严重。怎么受伤的？我没见到他与人交手呀。没与人交手，怎会伤得如此严重？快去叫军医！云大进去救人，我和相公去北漠大营放了一把火，然后就回来接应云大，这期间没碰到其他人啊。大将军和武安侯都微微蹙起了眉头。既然没与人交手，那如何会受伤呢？4月初伸手再次搭在了莫一之的脉搏上。虽然他给他的药暂时稳住了脉象，但他的五脏六腑损伤严重，必须马上处理。将军，我已经给我相公吃了我师父留下来的药，对治内伤有显著效果，他现在需要休息，还请大家回避一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打扰休息了啊。月月，有事你随时叫我啊。好。等众人一走，4月初关好营帐，带着莫一之走进空间。4月初给莫一之做了检查，只见他五脏六腑都有严重的挫裂伤、破裂穿孔，需要及时手术。4月初马上准备好手术要用的各种东西，为莫一之止血，清除破裂组织，然后进行缝合修补，安置引流。一个人完成一台手术，这是不小的考验。做完最后一个动作，4月初这才起身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又拿出一粒药给莫一之喂下。4月初坐在莫一之跟前，轻轻地握着他的手。这个男人无论是从前痴傻，还是如今的清醒，他都将他放在心底。这样的暖是他从前从未感受到的体验。不知不觉，4月初握着莫一之的手，趴在他的边上睡着了。不，我要去救将军，你们不要拦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去救将军。夫人，你冷静些呀，强大如将军都不幸战败，夫人就算是去前线，又能如何救将军呢？更何况将军如今已经被俘虏，您现在去也是于事无补啊！不，我绝不会看着将军就这样落入敌军手中，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女子披甲上马，绝尘而去。
一路快马加鞭，女人带着人马冲进敌营，浴血厮杀。终于看到了她心心念念的男子，而此时男子被人五花大绑扔在草垛上。将军，我来救你了，快跟我走！女人急切地跑到男子跟前，伸手一刀砍下了男子身上的绳索。你快走，不要管我！你快走啊！不，今日我一定要带你回去。将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回去的。就在这时，敌营的士兵很快将他们再次包围。女子拉着她口中的将军奋勇突围，杀出了一条血路，朝前跑去。见两人要逃，厚厚的一阵箭雨落在两人身后。男子死命地护着女人，只见射过来的箭悉数扎在他的背上，鲜血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。男子咬牙猛地在马屁股上又是一拍，马儿吃痛，跑得更快了。女子察觉到身后的异样，拼命地驾着马，让马跑得更快些。她一定要救他回去。跑了很久，男子终于再也支撑不住了，从马上掉了下来。见此，女子急忙下马，看见男子浑身是箭，女子惊慌失措地抱着他，给他喂下一粒药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撑住，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。我不能再保护你了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不，将军，我们快到了。我不能再背着你。不，将军，将军。4月初末的醒来，刚刚他做梦了。想起刚刚做的梦，4月初觉得莫名其妙。将军，大人，那是谁呢？怎么总会做些莫名其妙的梦？将军，莫不是和大将军有关？4月初心底咯噔了一下，他感受到那个女子撕心裂肺的痛，但又好像不是大将军。大将军没有那么年轻啊，他咋的就没看清那两个人的脸呢？4月初伸手搭在莫一之的脉搏上，见他体内的伤好了大半，有些惊讶，他怎么会好得这么快？不过这也让他放下心来。他究竟是怎么受伤的？就在4月初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莫一之微微动了动，缓缓睁开双眼。相公，你醒了。月儿，别乱动，你受伤好严重，5脏6腑都受损了。好像没什么事了。不行，你还没完全好，不能乱动。好，我不乱动，你别急。你在北漠大营做了什么？怎么会受伤这么严重的？称言北漠国师非常强大高深，昨晚若不是挡住他，我们谁都走不了。啊，这么强大的吗？比你还强？没有真正交手，只是这国师高深莫测，不敢贸然出手。那你是怎么挡住他的？没看见你和他交手啊。我没和他交手，但是在营帐之前布了一个阵法。什么阵法？你真的会阵法？我师父阵法高手，和他一起学了一些。你师父是谁啊？我师父是一位得道高人，在我年幼之时他教过我几年，后来他走了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4月初觉得这话怎么就那么熟悉呢？这不就是他随口说出来的师父吗？你是因为设下阵法所以才受伤的？不是，应该是我设下的阵法被国师破了，所以这才遭到了反噬。月儿，你不要去对付战狼，有国师叶庭寒在，我怕你驾驭不了那些战狼。相公，我没事的，我就试试，不行我就回来。可相公，如今战事危急，北漠有这支战狼兵，胜率就要大很多，我试一试，如果行，那些将士也不必枉死，若实在不行，那就再说。想了想，莫一之不再说什么，他会尽全力护着他的。月儿，扶起来。你还没好，你要起来做什么？疗伤。疗伤？4月初有些没反应过来，片刻后，4月初将莫一之小心地扶起来。莫一之盘腿而坐，手放在膝上。打坐就能疗伤吗？4月初觉得一切都很新奇。莫一之没说话，4月初也坐在他旁边看他打坐。好半晌后，莫一之才睁开双眼。月儿，我没事。啊，他没事儿了。随即将手搭在他的脉搏上，的确是没什么事儿了。这恢复的可真快啊！月月，北漠开始进攻了，你在这照顾好你相公，爹爹在你营帐外留了人保护你。啊，没事的，我相公好了。什么？你相公好了？啊，他不是伤的那么重，居然好的这么快，真没事了？没事了。那好，那你相公没事了，你们在营帐我也就放心一些。珍珍，你不用顾及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好，这是边境地图，爹爹让我拿给你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，月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说我有什么事儿，
你就去找我娘，以后你就是我娘的女儿。瞎说什么呢？你会平安回来的。好，我会平安回来的。4月初似乎听到了远处的号角声，以及两军交战的厮杀声。莫一之拿出一块薄薄的面具贴在4月初脸上。相公，你在给我换脸？月儿，这几块面具你随身带着，不方便自己出手之时就戴上这面具，不会有人识破。4月初拿出镜子照了起来，只见他宛然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谁还认得出来他是4月初啊？莫一之也随手戴起一张面具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大将军本来还说让我来帮忙，如今看来也是不打算让我去了。他见我受伤，你又不会武，他怕你出意外，更何况你也不一定能对付得了战狼。我知道，我们先去看看。好。大将军，你俩……将军，我相公说这样更方便行事。不是就让你们俩在军营里待着吗？我们来看看，或许能帮上忙呢。听了这话，大将军没再说什么。这是什么打法？北漠和西凉不是联手了吗？怎么会只有这么点人？没错，这里只不过是敌人的障眼法罢了。他们在这儿声张虽然很大，但却并非主力啊。难道他们想要声东击西？没错。武安侯在何处？武安侯带兵在北面，一直有何顾虑啊？若战狼去了北面呢？不可能，他们如此声东击西，就是要从右翼攻过来。我们已经在右翼布置了大量的兵力，按北漠一贯的打法是很有可能从右翼攻过来。但叶听寒从来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，否则也不会在这么短的几年内就让北漠强大起来。那依你看，大将军，武安侯有危险，此话怎讲啊？北面虽然势力险要，可对战狼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有战狼打前锋，后面的北漠人完全能够趁机而上。那我再加派些人手过去，我和4月过去看看。4月不会武功，你们要小心呐。就在两人快到北面的时候，听到阵阵狼嚎声。坏了，月儿，你在这里待着，若有危险躲进空间里，我去帮侯爷。好，你小心些。放心。武安侯并没有带太多人，战狼群攻上来，显然在他和大将军的意料之外。侯爷小心，你是谁家少年呢？你非我军中之人呐！侯爷，我是4月的相公。侯爷，此处交由我，您往后退。不可，老夫怎可让你一个小少年面对这么多训练有素的战狼呢？4月初看着凶猛的战狼肆虐攻击着烈焰士兵，武安侯和他相公跟前的战狼更是多不胜数。想了想，4月初从空间里拿出一支竹笛，放在嘴边吹奏了起来。曲子一响，所有狼群皆朝着4月初的地方瞅了一眼。4月初见狼群转过来，急忙与他们交流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狼群渐渐往后退去。4月初欣喜起来，果然有用。你媳妇儿还会御兽，会一点。小少年，好服气啊！就在这时候，从山上传出一阵高亢的笛声。战狼群听见这一阵高亢的笛声，瞬间又步步开始朝前进，保护侯爷。这时候增援的人也到了。莫一之见此，急忙飞身到4月初身边。相公，这人在控制狼群，这些狼群都很怕这个吹笛的人。长久以来的命令让他们养成了习惯。想了想，4月初将竹笛也放在嘴边，一首安抚曲响起。战狼群迈步前进，却又犹豫着。一时之间，这些狼群在两首曲子间挣扎着。4月初不断地安抚着狼群，不断地交流着。吹笛子的人正是叶听寒，他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会御兽曲，可这御兽曲又不是他所熟悉的御兽曲。叶听寒又换了另一首曲子，这首曲子对于战狼来说犹如噩梦一般。从和狼群的交流中，4月初得知这些狼群被非一般的折磨训练，顿时心里就有数了。叶听寒的御兽曲让这些战狼瑟瑟发抖，一步步地朝前走去。4月初的笛声越来越软，越来越慢，一声声安抚着受惊的狼群。叶听寒大骇，这可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战狼，怎会连御兽曲都没用？对面的女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会还有别的御兽师？见战狼不愿意再进攻，叶听寒飞身朝着4月初攻击过来。莫一之见此，急忙出手。见叶听寒出手，4月初瞬间吹响一声口哨，友友立刻出现在眼前。大友，去帮我救相公！友友得令，瞬间朝叶听寒攻击过去。莫一之见此，急忙闪身，叶听寒快速的避开。4月初见此，不禁有些急了，友友那么快，这个人居然都能轻松避过。莫一之和叶听寒打得难舍难分，4月初见此，怕他相公吃亏，于是从空间里放出一窝马蜂。只见这些马蜂瞬间飞到两人周围，莫一之见此，急忙退后。这群马蜂就像是长了眼睛似的，专门围着叶听寒蛰。叶听寒脸上身上瞬间全是马蜂，叶听寒被马蜂蛰得阵脚大乱，
莫一之趁机对他猛烈的攻击，一人一鸟一群蜂围攻着叶庭寒。莫一之趁机一剑刺了过去，叶庭寒纵使功夫再厉害，也经不起这般。只见叶庭寒朝着莫一之撒出一把东西，莫一之见此急忙躲避，再转头，叶庭寒已经消失了。叶庭寒跑了，战狼再也不受他控制了。四月初拿起竹笛，吹奏完一支曲子，所有的战狼都整齐有序地朝前走来，停在四月初的脚边，伸直前腿趴在四月初跟前。侯爷，这些战狼不会再伤害人了，还请侯爷留他们一条生路。这战狼是由你降服的，就交由你处置吧。谢谢侯爷。四月初朝战狼再次挥了挥手，他得要想法让叶庭寒再也不能控制这些战狼，且要将这支战狼军为他所用。云珍和白大宝奋力厮杀着，在人数上来说，北漠与西凉的联盟军胜过烈焰太多了。渐渐的，云珍身上多处受伤，而白大宝身上也都差不多。等4月他们到达的时候，云珍这边已经快要撑不住了，就连大将军都亲自上了战场。4月初将战狼团如数放上战场，原本大喜的北漠军却没有想到，这战狼却是专门针对他们来的。谁也没想到战狼会反咬他们一口。有了战狼的加入，云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擒贼先擒王，4月初又将游游唤出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拿下了敌军首领。北漠与西凉本就是刚结盟，如今几大首领迅速倒下，群龙无首，溃败那是必然的。没过几个时辰，烈焰就获得了全胜。哼，这是我这辈子胜利最快的一次。别说你这辈子了，你爹这辈子也是最快的一次。是啊，没想到4月丫头这么厉害，你那些小伙伴都这么听话。4月初笑了起来，没说什么。没想到月月一兽这么厉害，这战狼反咬北漠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这支战军确实厉害啊！幸好有月月在，战狼军为我们所用。此次北漠与西凉盟军迅速溃败，多亏了4月和他相公。是啊，国师叶庭寒也身受重伤，如今北漠溃败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有战事。北漠不过是看我烈焰如今荒灾连连，又有人做内应，所以想趁机攻打进来。是啊，还好有月月，否则这次我们可能真的顶不住北漠联军。那到时候4月丫头，此战你和你相公属头功，老夫会上禀皇上，给大将军。我和月儿只不过是普通农家孩子，过多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我们只想平淡安详地过好我们的日子。秀，一直这孩子说的对啊，战场上他们夫妻2人特地改容换面，就是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们不想打乱现有的平静生活，也是对的呀。朝廷从来都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地方，你多年在外行军打仗，对朝廷之事他2人毫无半点根基啊，还是不要沾染那样的地方。哎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谢大将军和侯爷成全。好样的，有骨气。侯爷夸赞了。哎，可惜了呀，这么好的孩子却不愿从军呢。莫一之笑了起来，没再说话。侯爷，你来这边之事恐怕很快就会传到皇上那里，这到时候无妨无妨，不必为我担忧。横竖老夫已经在北京这么多年，我手里捏着的先皇遗诏，皇上怎么也要顾及一些吧。侯爷务必小心呐，皇上是不会放弃的。他自然是不会放弃，但在他拿到遗诏之前，不敢要老夫的命。话虽如此，但侯爷还是要加小心。别担心我了，你好好想想你回京之后吧。无妨无妨，烈焰胜利，禹城守住，百姓无恙，这就够了。万事保全自己。哎，谢侯爷，侯爷也保重。很快，大将军派人保护武安侯一路去北境，其他人也准备从边境回城。月儿，你先跟云溪回禹城，我后面来与你会合。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莫一之低声在4月初耳边说了2句话。4月初抬眸，那好吧，你要小心点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好。一行人回到禹城，云珍显得有些不太高兴。月月，你跟我回京吧。珍珍，以后有空了我会来京城看你的。云珍撅了撅嘴，以后，这个以后还指不定是什么时候呢。好了，别不高兴了，等会儿我带你去拿衣服，特意为你做的新衣服。哎，小姐，知州大人请4月小姐去府上。我知道了，你叫他们回去吧，我晚点会亲自送4月过去。是，小姐。白知州找你啥事儿啊，月月？我也不知道，看样子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估计只是看你到禹城了，想喊你去府上坐坐吧。有可能。那不急，珍珍，我带你去看看衣裳，于姨应该都做好了。好。哎呀，4月呀，你来了，怎的也不给于姨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派人去接你呀。
于姨，我也刚到。好，走，跟我上楼去再说。云小姐今天也出来了，看上哪款衣服直接告诉我就好啊。于姨，不用了，真真的衣服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之前托你做的那几套。哦，原来那几套衣服你是给云小姐做的？是的。好，楼下太吵了，上楼再说。好，真真，你去试试看。好，这衣服可真好看。4月呀，你今天要是不来，于姨也正准备过2天去看你呢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自从我们这批衣服上市以后，那都被抢疯了，好多人都想要，抢不到呢。4月初微微笑笑，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被疯抢，那才是常规操作。4月呀，你一点都不意外。若没有疯抢，我才会意外吧？你这孩子，不过也是，你们呢第一天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店里被抢疯了，如今有的买了，那被疯抢才正常。恭喜于姨，也恭喜你呢，小4月呀！我们所有店的营业额都在上涨，这季度的利润比以前多了好几个点。到时候于姨让人给你送去。不用了，于姨，到时候我自己来取就好了。那行，到时候啊，我传信给你。好。云珍试好衣服出来，每一件都让她非常喜欢。月月，这些衣服我都喜欢。你喜欢就好，以后每季度我都让于姨给你捎去。好。从南烟阁出来，云珍送4月初去知州府。4月，你来了，我娘还叫我去接你呢，结果我去将军府都没看见你的人影。我和珍珍出去了。怪不得我说没看见你呢。白大宝，你不要以为你救过我，我就不会再骂你了。你给我离4月远点。什么都没做，你又找茬是吧？不要在我家4月面前献殷勤。你不要瞎说。是不是瞎说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在战场上怂，下来嘴皮子倒是利索。云珍，注意你的说辞。难道我说的不对？上战场就手脚发软，四肢无力，老眼昏花，更重要的是居然能在战场上发呆。我看你就是被吓的吧，吓傻了。我不想和你多费口舌，这没你的事儿了，赶紧回去吧。看我走，那还不能够。我就看看白夫人知道你在门外赶人会是怎样的反应。云珍说着，牵起4月初就朝白府里面走去。看着这2人的背影，白大宝觉得自己好惨。4月、云珍，你们来了，有人想赶我们走呢。哟，这是哪个不长眼的，居然敢让你走啊？正说着，那个不长眼的就来了。夫人，这不长眼的来了呢。大宝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怎能做出这样没礼貌的事儿？娘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谁说得过云淡小姐那张嘴呀？你给我闭嘴！这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兔崽子，这么没礼貌的。得，3个女人1台戏，白大宝觉得自己压根儿就不该进来的。行，你们的戏台子你们自己去唱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回军营了。云珍呐，你别和大宝计较，这孩子被我惯坏了，就是不会说话。等他回来了，我揍他。夫人，不用，下次看见了我自己揍他。行，那我支持你，揍他。这崽子就是皮厚，你使劲的琢磨。4月初看着2人的互动，说不定这俩人以后还真能成为婆媳呢。你们在战场上辛苦了，我家大人准备了晚宴，晚上请将军过来小酌。我爹可能来不了吧，军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，且又要尽快回京去，那用餐时间怎么都还是要有的。大人会亲自去请将军的。4月、云珍，来，先进屋。夫人，这是于掌柜给你的衣服，他说走不开，托我带给你。4月，你这衣服设计的真好。于文果然没忘记当初的话，算得够意思。主要是于掌柜做生意能力强，所以这些衣服都一抢而空了。那可不，于文在做生意上啊很有天分的。看得出来。4月姐姐，4月姐姐，小宝小心点。4月姐姐，你可算来了。小宝身体可好啊？4月姐姐，小宝现在身体可棒了。等我好起来，我就要去书院念书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就娶4月姐姐回家。小宝啊，姐姐已经嫁人了呢。再说了，姐姐比小宝大这么多，小宝以后啊要娶比你小的小妹妹才好呢。不要，我就要4月姐姐做我媳妇。娘说了，娶了媳妇就能天天在一起。我要4月姐姐天天的和小宝在一起。小宝啊，娘的意思是说。白夫人一阵尴尬，她从来没有教小宝说要娶4月这样的话呀。小宝，你喜欢4月姐姐？对呀，小宝最喜欢4月姐姐了。你4月姐姐已经嫁人了，小宝是不可以再娶4月姐姐的。为
什么不可以？因为啊，四月姐姐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了，所以小宝是不能抢别人家媳妇儿的。白小宝委屈极了，顿时眼眶有些泛红。哎，别哭别哭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小宝，虽然你不能娶四月姐姐了，但是将来你四月姐姐生个闺女，定然比你四月姐姐还美。那你以后可以娶四月姐姐的闺女啊。真的吗？哎，真的，真真姐姐不会骗你的啊。四月姐姐，那说好了呀，以后你生的闺女就是我媳妇儿。好，以后姐姐生的闺女啊，就给你做媳妇儿。几个人都大笑了起来。莫一之也没想到，他闺女还没出生就已经被人给惦记上了。他要是知道，直接拎着白小宝丢金钱山去喂虎算了。四月姐姐，我媳妇什么时候才能生出来呢？小宝乖，快自己去玩吧。等你媳妇儿出生了，四月姐姐会告诉你的。好。白小宝听话的走了，自此心底也惦记上了媳妇儿。几人又聊了一会儿，云珍还有事儿，就先告别了四月初和白夫人。云珍，记得和你爹过来用膳呢。夫人，我记下了。月月还在你这儿呢，我会来的。好。等云珍走了，四月初见莫一之还没回来，于是也打算自己出去酒楼看看，拒绝了白夫人要作陪的提议。四月初径直朝着酒楼走去。四月初将马车放出来，又将新制作的酱油还有其他的调料都放在马车上，又拿了些鱼出来。看见四月初，张叔急忙迎了出来。哎呦，四月你来了。张叔，你这是做甚？怎么还行上礼了？没事儿，我这习惯了，一时间改不了。张叔，你在怕什么？我没怕呀。四月你想多了呀。你在怕我相公？哎呦，没，我怎么能害怕你相公啊？这没。四月初瞅着张叔，越是急着否认，就越是有问题。他真的是因为怕他相公。我相公对你做了啥呀？你害怕成这样？我这个……难道我相公威胁你了？你相公说呀，如果让我这个累，不是我，如果让我累着你了，他就废了我。啥？我相公真威胁你了？张叔点点头。张叔，我相公那是吓唬你的，他人可好了，他只是怕我受累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哎呀，张叔，你不要这么拘谨。没，我没有拘谨，只是习惯了啊，习惯了。四月初看了看张叔，没再说什么。张叔领着四月初走到楼上雅间。张叔，坐呀，站着做甚？好。张叔啊，马车里装着我带来的鱼，还有一些我新研制的调料，你让人搬下来。好。张叔急忙让人去搬东西。很快，张叔又将账本都拿了过来。四月，这是最近的账目，其他分店的账目呢会在月底送过来。张叔，说好了的，我只管菜市，至于账本就不要给我看了。四月，这是最近的利润，我全都换成银子了。这段时间利润这么多的吗？其他的呢，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啊，其他的会在月底一起送过来。只是其中一小部分？没错。四月初半晌没回过神来，人在家中坐，银子天上来。他躺着就快成富婆了。张叔，是不是我相公威胁你要将你赚的银子都给我的？没有，这是按照约定的五五分成。公子，里边请。四月初抬头一看，只见莫一之从门外走来。公子请坐。张叔，你先下去吧。好。相公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和我说的？啊？什么话？张叔是怎么回事？张叔怎么了？张叔每次看见了你都跟老鼠见到猫似的，你看他那一副有些瑟瑟发抖的模样，难道不是被你吓的吗？还有啊，张叔一出手就将5成的利润给了我，这样的好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第一次来见到张叔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但自从你来了以后，他就变了个样。你是不是威胁人家了？老实交代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。张叔胆子小，不轻吓，我站在他面前他就怕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人家都一把年纪了，你这么吓唬他合适吗？我真没有吓他呀。四月初越想越觉得可疑，他又看了看莫一之，好半晌没说话。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。这才多久时间呢？掌柜就拿了这一大包的银子。有银子夫人收着就好呀，夫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呀。相公，这酒楼是你的？莫一之没想到这么快他夫人就开口问这个了。
老张也太胆小了，就这么在他夫人面前露出了破绽。想到这儿，莫一直朝后面挥了挥手，比了个手势，身边蓦地出现了7个身着黑衣的人。参见主母，参见主母，参见主母。相公，这是？参见主母，属下按1，属下按2。按7，他们是谁？他们主要负责酒楼的安全，一般不会出现。所以他们是暗卫？莫一直点点头。所以你是这家酒楼的主子？月儿，你别生气，我没有刻意要隐瞒你啊，只是……住手！这个女人不过是个村姑，如何配得上？小七，不得胡说！暗七挣扎着起身，看着4月初，满眼的恨意。4月初起身，站到暗七跟前。你认为我配不上你主子？暗七瞪着4月初，暗六急忙拉着他。暗六，你放开他，让他说。你不过是一个小村姑，你凭什么认为你配得上我家主子？哼，我配不上你家主子，那你觉得谁才配得上？你吗？闻言，暗七的脸蓦地就红了起来。这一巴掌是告诉你，不要觊觎人家的男人。我配不配得上他，我都是他的妻，这是我和他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来智慧。既然是你的主子，那就做好你该做的本分。插手主子的事儿，你未免太高看你自己了。你竟敢打我！我可是跟了主子好多年，你这一巴掌是教会你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。若再生出不该有的心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暗七被这2巴掌彻底的激怒了，伸手就将剑拔了出来。4月初冷冷一笑，迅速从空间拿出他的银针筒，在暗七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就射了出去。暗七瞬间一动不动地站住，整个暗卫都惊呆了。主母这般厉害吗？暗七直直地盯着4月初，却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动。他没想到自己会栽在这个村姑手里。主母，还请主母饶了暗七，我一定会好好管束他。暗六，你为他求情，人家可不一定将你放在眼里。暗六不禁一噎，他知道小七从来没有将他放在眼里，他的眼里心里从来都只有主胜。4月初转身径直朝着莫一之走过去，抬腿横坐在他身上。相公，人家好怕。莫一之蓦地被茶水呛到，咳了起来。夫人乖，别怕，有相公在。相公，有恶老虎追着我咬，怎么办？砍了。这老虎还是只母的呢，你不心疼吗？剁碎。那这只老虎很可爱呢。喂狗。相公，你好无情啊！除了夫人，我无需有情。哇，相公，你好冷漠呀！乖，不冷，相公是你的太阳。4月初觉得自己再也演不下去了，他自个儿都浑身鸡皮疙瘩直冒。众暗卫愣愣地看着莫一之，这真的是他们那个不苟言笑的主子吗？暗七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整个人被击碎得七零八落。暗七觉得心底的火熊熊地燃烧着，可他不能说话，还不能动。相公，月儿饿了，我叫人准备3点。不要嘛，人家想吃你做的。好，想吃什么？月儿想吃鱼。好，我去给你做，你在这等会儿。相公最好啦。莫一之起身朝楼下走去，留下暗卫几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傻眼了。他们家主子居然会做菜，瞧见了吗？你的主子不是你能肖想的人。摆清自己的位置，什么是你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你若是有数，我也自然不会为难你。但你若是执迷不悟嘛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请主母饶过暗七这一回吧，暗七再也不敢了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管教他的。他若是知错了，看在他跟着你主子多年的份上，我自会饶了他。可若是他认不清，小七，给主母认个错，做好你该做的事，不可再越轨。4月初从空间摸出一粒药丢给暗六，暗六急忙给暗七服下。小七，快给主母认错呀！我没错，我凭什么要给他认错？他不过是一介村姑，自以为有几分美貌就勾引主子，呸！不要脸！暗一紧蹙眉头，这个小七平时任性妄为就算了，他们几个都宠着他，如今在主母面前还如此，真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。主母，小七得了失心疯，胡言乱语，主母饶了他吧。对呀，我就勾引你主子了。你主子啊，就是拜倒在我的盛世美颜之下，没办法呀，老天爷赏脸给饭吃，你有吗？
安七啊，你主子就爱我这样的美人，怎么办呢？要不你再回娘肚子里去修行几年，再出来试试？贱人，不要脸，我杀了你！杀了我呀？那你也能动一动再说呀，跟个木头似的动都不能动，谈何杀了我？贱人！我说过，不要觊觎人家的男人，不要做不该你做的事儿。看在你跟他多年的份上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既然你不懂得珍惜这机会，安七眼里的恨意仿佛他是杀了他亲爹亲娘似的不共戴天，他岂会在身边留一个对自己虎视眈眈充满杀意的人？就在这时候，莫一之端着一盆鱼走进来，将鱼放在桌子上。相公，他骂我是贱人。主上，你不会这么对小七的，你不会这样对小七的。当初你说小七是可塑之才，主上，你不会这样对小七的。你说过，小七与一般女孩子不同。主上，你心里是有小七的，主上，你都忘了吗？你说她和一般女孩子不同？没有。那她为什么这样说？我说一般人做不了我的暗卫。四月初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一般人做不了他的暗卫，而暗七就自己脑补了。他说你心里有他，你男人眼光没有那么不堪。原来孔雀不只会开屏，还会开天辟地呢。开天辟地的笑话。如我妻死。主上，求你饶了小七吧，小七迷途知返，不要一错再错呀。小六。众人看着暗六，都替他无比的惋惜。小六这么一个实诚的人，却看见暗六如此为爱执着。四月初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，丢到他嘴里。暗六，你当真要为他求情？求主上成全。小六不可呀！小六别傻，你还想将小六害成什么样子？自己作死，别拖着小六一起死。谁稀罕他替我的？是他自己乐意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无心无情，小六瞎了眼，护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我？暗六，再好好想想。小六，这样的女人不值得你为她舍弃一切，你别傻了。暗六拔出随身的匕首，一刀捅在自己心口上。主上，求你饶了小七。小六，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可我已经爱她入骨，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她没命啊！她都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你啊！我知道你还这么傻。他曾为我挡剑，小六。众人见暗六就这样结束了自己，都无比悲痛地围在了暗六跟前。暗七毫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暗六，似乎暗六的死根本与他无关。四月初看了看暗七，这个女人真的挺冷血，人家都为她死了，她竟然丝毫反应都没有。暗武转头看着面无表情的暗七，对她不再抱任何幻想。只见暗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蓦地拿起地上的剑，一剑刺向暗七。这是你欠小六的，黄泉路上为小六作伴吧。暗七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倒在自己人的剑下。暗七抬眸看着莫一之，伸出手朝他一步步地爬过去。主上，最爱你的人是小七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主上。四月初看了看暗七，都要死的人了，他也懒得和他费口舌。贱人，我责鬼不会放过你们都该死！其他暗卫也没想到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如此看不清。贱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做鬼都不会放过我？恭喜你愿望达成，即将做鬼。只是你恐怕要失望了，就算你做了鬼，也是只孤魂野鬼，
他还会怕鬼吗？就算做鬼，暗七也干不过他这个穿越几千年的老鬼吧。暗五抱着暗六，其他5个人都围在暗六的身边，谁也没再说一句话。大家让一让。听4月初这么一说，众人急忙起身让开，不知道主母叫他们让开要做什么。主母，小六已经死了，求您饶了他吧，他只是太爱小七了，一时间着了魔。是啊，求主母饶了小六吧，人所为大，求主母成全呐。莫不成你们以为我要鞭尸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众人觉得就是这样的。4月初瞧了众人一眼，蹲在暗六身边，他从空间里拿出银针，在暗六的穴位上迅速下针，紧接着4月初又从空间里拿出来一枚药丸，示意暗五掰开暗六的嘴，将它喂下去。众人不明白主母这是在做什么。小六已经没气了，难道主母还能将小六救活不成？过了好片刻，暗六缓缓睁开双眼。小六，你没事了？小六，所有暗卫扑通扑通跪了下去。属下叩谢主母。无妨，我不过是想要暗六看清楚到底值不值得，只是让他认清楚这个事实罢了。不要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。事实证明，哪怕小六已经为暗七而死，暗七仍旧没有正眼瞅过小六一眼。暗六啊，及时止损。暗六看了看地上的暗七，眼中涌现出一抹悲伤。那个他守护多年的女孩，终究是错付了。暗六感谢主母救命之恩，这样的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。你明白就好。世上女孩千千万，不要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。爱应该是双向奔赴的。小六，他曾经无意中为你挡过剑，可这么多年你如此护着他，如今又为他死了一次，足够还清了，不要再傻了。大哥，我明白。小六，以后好好生活，你还有兄弟们呢。主上，属下知错，还请主上责罚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若再有下次，你知道后果。属下谢主上。主上，暗七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还请主上允许让我将暗七掩埋。莫一之没说话，但是默许了。众人都没有上前，暗六抱着暗七走了出去。暗六带着暗七来到郊外的一座山上，找了一个环境还不错的地方，将暗七葬了。暗六坐在暗七的坟前，直直地盯着墓碑上的几个字，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。小七，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了，我有来世，希望你重新做人。暗六又在暗七墓前坐了很久，这才起身。小七，我要走了，以后都不会再来了。再见，小七。暗六转身飞身朝山下掠去。暗六走没多久，只见暗七坟前多了一个人。没过多久，暗六亲手为暗七砌的那座坟成了一座空坟，暗七不见了。相公，我在。你是不是有很多银子？应该算是吧。那太好了，以后你媳妇儿岂不是吃喝不愁了？是，那必须的，我媳妇儿吃喝不愁。相公真棒，那爹娘知道吗？他们不清楚。你酒楼开遍了3国，爹娘居然不知道？以前家里没有遭变故，爹娘都很忙，他们也顾不上我在做什么。后来因为家里营生做得越来越大，遭人妒忌，我中了毒，家里的一切就都变了。相公，仇家还活着吗？活着。那咱们弄死他。好。仇家很强大吗？目前来说是这样的。意思就是咱们还干不过他？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还需要筹备一下。那需要做什么？我可以帮你吗？月儿，在我没有完全把握之前，你不能牵扯进来，所以那些事情你不要知道。哦，相公，要不你带我做生意吧？做生意？咱们赚好多好多银子。月儿，银子相公赚就好了，你不需要学。你若有兴趣，可以多找几个像尤那样的人，这样不会累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我没有不高兴，我只是在想，你把什么都做完了，那要我有啥用啊？你在我身边就足够了。4月初笑了起来，他相公太宠了，可怎么办啊？莫一之搂着4月初朝楼上走去。楼上是每家酒楼都留了一间房，为了方便你住。莫一之从身上摸出一块令牌。相公，这是什么令牌？莫一之从身上拿出一块一模一样的，这是一对吗？这是我的专属令牌，可以调动所有的暗卫。所有暗卫？相公，你的意思是还有很多暗卫？暗一他们几个是管理暗卫的。相公，那你手底下有多少暗卫啊？加在一起，几千。我相公可真厉害。相公，那你到底有多少银子啊？你拿着令牌去幸运银中，想提多少就提多少。啊，没有上限？没有上限。天啊，他相公这是有多少银子？
想提多少就提多少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就是觉得好像在做梦似的。莫一之伸手轻轻捏了捏四月初的脸，痛！相公你放手！还觉得是在做梦？啊，好痛的呢，相公。相公错了。你就不怕我提光你的银子跑路啊？夫人想去哪儿，相公跟你一起。我才不带你呢，我要一个人独占所有银子。乖，带着相公，银子只会增不会减。相公给你赚好多好多银子。这个主意好像不错，本宫准了。本宫怎么了？我是你的正宫娘娘，不对吗？对，爱妃说的都对。错，什么爱妃？你还想三宫六院呢？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敢有这样的想法的话，我就你就什么？我就把那些女人都杀了。杀人这种血腥的事，自然是相公代劳了。这意识不错，值得表扬。这种事这辈子都不会出现，我的妻唯有你一人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何事？禀主上，白知州的人在楼下说，请主上与主母过府用膳。下去吧。相公，珍珍就要回京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她了。没事，以后我带你去京城找她。真的？真的。相公你最好了。走吧，先去看看。好。四月来了，快坐。四月呀，我听说你们村的人都说你是村里的福星啊。确实啊，自从遇见了你呀，小宝的病呢渐渐好起来了，大宝也走上了正途，如今还立了功。白大人身为知州，说话也如此草率吗？他说错什么吗？他没说错什么呀。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但还是开口。是，我草率了，我这。莫一之等着白知州说下去，可等了好久，白知州这我后面就没有下文了。白大人，我不是什么福星，只是大家的运气好罢了。确实是我欠思考，一之勿怪呀。没事，白大人不要放在心上。四月呀，吃菜，看看合不合你胃口。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夫人不要客气。好，最后都吃得差不多了，大将军才朝着四月初开口。四月，云真很喜欢你啊，以后带你相公来京城玩啊。好，谢谢大将军。四月初的嘴角扬了起来。大将军家里是怎样的？他相公说敌人还活着，还挺难对付。若他能在无形中将大将军拉来做他老公的助力，会不会对他有帮助呢？四月初想着，从身上摸出来一个瓶子，递给大将军。将军，这里面是一些伤药，特别管用，将军您带着，对将军会大有帮助的。将军点点头，丫鬟将药递给将军。四月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那有笋能否给我弄几只？爹爹，你也太贪心了吧，居然还想要几只？四月就有这一只，你居然还想要几只？他也是厚着老脸开口的呀。他闺女一点面子都不给他。将军，目前我就只有大油一只，但后面肯定还会有的，等我训练好了就给将军送去。真的？哎呦，那太好了，我先谢过四月呀。将军不必客气。好，你想到京城玩的时候，让游游啊给我传信，我派人来接你们。云真悄悄扯了扯四月初的袖子，然后朝外面指了指。四月初朝莫一之低声说了句话，然后和云真走了出去。月月，你相公为什么总感觉他好冷啊？其实他挺暖的呀，不知道为啥，每次看见你男人，我就觉得莫名的有种恐惧。啊？为啥呀？每次看你相公的眼睛，我都觉得有一股熟悉的感觉，但我又想不起来到底像谁啊？难道你以前见过我相公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看着他的眼睛似乎有些熟悉。好了，不说你相公了，我就要走了，咱们好好聊聊才是。两个人在后花园里聊了很久，最后依依不舍地分开。四月，不知有何事与我说呀？大人，我们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截获了一批粮食，不过因着要赶路，就还没带回城。截了一批粮食？没错。有多少？那批粮食应该是县令府还没有运出去的，少说也有100多万斤吧。粮食现在在哪里？离祁阳不远。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将粮食分给祁阳的百姓了。大人，这些粮食都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，不是长久之计。我知道，可如今……大人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将西沙江的水引过来？想又怎么想过呢？只是这西沙江
离禹城距离甚远，又如何能够引过来呢？建沟渠可以引过来。要想将西沙江的水引到禹城，太难了呀，上不来呀。之前不是没想过。我有办法，可以将西沙江的水抽上来，然后再修沟渠，水就能到禹城。思月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但你知道这算下来需要多少银两啊？朝廷是不会拨那么多银子下来呀，这就不要想了。这是民生大计，大人应该争取一下。思月，你是最不清楚如今的朝廷局势。这些年太子还在之时，皇上最宠爱的是太子，不过太子喜怒无常，以至于朝廷上下怨声载道。太子死后，皇上悲痛万分，这些年再也没有说过立储之事。在所有的王爷中，3王爷和6王爷呼声最高，两人在朝堂之上的势力也不相上下。这朝廷为立储君争的是如火如荼，一门心思的都是争权夺利，哪有空管其他的呀？4月初不禁蹙了蹙眉，百姓都过不下去了，上位者却还在为了权力相争，这权力果然是个好东西。银子的事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大人，可用募捐。募捐？白知州觉得有些不可能，这样的荒年，谁能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呢？不管怎样，先试试再说。这……大人，我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，可以试一试。不试试怎么就知道能不能行呢？反正试一下也不会吃亏。好，那就试试。我现在就命人贴布告。好，就这样，3人一合计，开始募捐。相公，你打算出钱修？我的钱都是留给夫人花的。啊？还记得金玄那块玉佩吗？记得呀。金玄不是说过了，就凭那块玉佩可以随意支取。这不好吧？那就当金玄为烈焰做贡献了。4月初看着莫一之的脸，他相公是认真的，真的要用人家的钱。夫人，白来的银子不用白不用啊，能为烈焰百姓做贡献，金玄应该感到荣幸。他金玄在烈焰赚了那么多钱，这就叫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莫一之将玉佩递给4月初，两人一起走进灵记钱庄。二位，不知是……掌柜的话还没说完，4月初就将玉佩拿出来放在掌柜跟前。哎呦，姑娘楼上请。不知这玉佩姑娘是如何得来的呀？什么？君玄没告诉你们吗？他不是说让我拿着这块玉佩到灵记任何一家钱庄都可以提银子？是没错，我只是想知道姑娘是从何处得到这块玉佩的。哦，我在金钱山遇到了君玄，他伤得很重，我救了他。伤得重？不知我家公子现在……没事了，他早就走了。你们不知道吗？哦，那姑娘现在可是需要提银子？是的，没错。多少？我去准备一下。100万。掌柜蓦地松了一口气，还好。金子。掌柜瞬间咳嗽了起来。100万两金子？怎么，你家主子的命就连100万两黄金都不值吗？这小姐，这100万两金子，这的确有难度啊，还请您容许我汇报一下主子。你家主子区100万金子都拿不出来，这公子，并非我家主子拿不出来，只是这事儿确实我需要上报一下主子才能决策呀，还请公子见谅啊。看来他君玄说的话也不过如此，连自己属下都不能把他放在眼里了。公子误会了，我家主子一言九鼎，只是100万金子并不是小数目啊，筹集需要时间。今日准备100万两银子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剩下的5日之内筹集好，不成问题吧？公子，5日有些难度，你看能不能3个月后？灵记准备几百万，需要这么久？公子，银子需要从各个钱庄调过来，所以需要些时间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便给你15日，你尽快准备好今天的100万两。是，公子稍等。掌柜说着，急忙就走下了楼。相公，我怎么觉得你在敲诈勒索呀？君玄最不缺的就是银子，既然银子花不完，我们怎么也该帮忙的。大概过了1个时辰，就在4月初都觉得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掌柜来了。小姐，公子已经准备好了，还请2位下楼检验。两人随着掌柜走下楼，只见后院停了好几辆马车，每一辆马车里都装着无数个箱子。
公子，中间2辆马车全是金子，另外马车都是银子，一共100万两，还请公子检查呀。不必了，送到知州府，其他的半个月后我们再来。是，公子慢走啊！一行人回到知州府上，一直，这是都是银子，把箱子卸下来吧。白知州就是一愣，随即派人去将箱子都卸了下来，全部搬进府里。一直，你这是哪来这么多银子？灵祭捐赠的。灵祭？没错。这么多银子都是灵祭捐赠的？没错，整整100万两。这灵祭真的捐了这么多银子？白大人，这确实是灵祭捐赠的，用于引水建渠，造福百姓。好啊，太好了！这灵祭不愧是烈焰最大的钱庄啊！有了这些银子，咱们想要引水建渠就能实现了呀。大人，这水啊一定要尽快引过来，这样或许今年还能赶得上晚稻种植。好啊，有了这些银子，一切都好说了。这些银子每1两都要落在实处。一直放心，引水建渠之事我会定好的，也会确保这些银子完全用于建渠之上。莫一之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4月呀，我要替越城的百姓们谢谢你们夫妇啊！若不是喜欢越城，也不会。白大人，我想提醒你，虽然这对禹城百姓是一件天大好事，但其他方面你也要多多考虑，提前准备。我明白。白大人，银子现在有了，解决了财力的问题，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尽快动工了？我现在就去叫人安排，争取明后天就能动工。好，大人，建渠应该还需要很多人做事的吧？没错。那还希望大人优先考虑黄泥堡。这是自然的。那这工钱？工钱可以开到每天150文，但是因为工期紧张，所以这工作量啊，自然也会比较大。大人，这工钱你看是否也可以换成粮食呢？愿意要粮食的就拿粮食，愿意要钱的就结钱。也可以。那行，那我们就先回黄泥堡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了。我派人送你们。不必了，我们自己回去就好。既然一直这样说，我就不勉强了。4月呀，就要走了吗？是的，夫人。4月，夫人怎么了？4月呀，是这样的，我家嫂嫂这些年一直没在怀上，想让你帮着看看，她是否可以。她嫂嫂，那不就是蓝嫣然她娘？可以，玉面鬼医。好，4月你放心，不会有人知道是你的。那我传信给我家嫂子，让她来禹城。4月初拒绝了白大人和白夫人要派人相送的话，和莫一之一起朝外面走去。相公，我想在禹城置办个宅子。做什么用？算是一个住所吧。用了玉面鬼医这个称号，估计以后找的人会越来越多。好，我让人安排。相公最好了。莫一之带着4月初越走越偏僻。相公，这不是去城门的路啊。的确不是出城的路。那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城外不安全，虽然禹城的百姓大都是得到了粮食，可其他地方的流民没有啊，所以这也就导致禹城周围的流民越来越多，甚至流民攻击村落。虽然白知州派人四处守护，可禹城这么大，总有顾不上的地方。那怎么办呢，相公？这样禹城岂不是特别不安全？那是白知州的事，你不要操心。以前有大将军在，禹城也多些力量，现在将军回京了，这禹城……夫人，白知州会解决的，他若连这点事情都解决不好，这知州也就别当了。白知州是个真才实干的人，因为他不屑与人同流合污，官越做越远，最后来了禹城这么偏远的地方。这咱们的暗卫在禹城有多少人？夫人想动用暗卫帮他？我就是问问。我们暗卫遍布4国，留在禹城的并不算多，所以恐怕帮不上什么。毕竟白知州要面对的不是一点点人。也是相公，有人在打架。相公，那是月影的人。好像是。那另外的是什么人啊？怎么会和月影在这儿火拼？看起来好像是龙吟九霄，我也没见过，只听人说起过而已。龙吟九霄，就是那个最出名的杀手组织。没错。活该，月影这下踢到铁板了吧？看起来这龙吟九霄的人很厉害呀。似乎月影的人好像要强一点。肯定是龙吟九霄派的是小喽啰，不然怎么会打不过月影啊？有可能。相公，你觉得龙吟九霄的人会赢吗？不一定。哎呀，这个龙吟九霄不是最有实力的吗？
怎么就不派点高手来弄死月影啊？月儿，别出声。哦，完了，这龙吟九霄居然在往后退，难道龙吟九霄要输？四月初的眼睛转了几下，若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袭月影就好了。四月初摸出他的银针筒，媳妇儿，不要轻举妄动，要是被发现了，咱们就危险了。啊！四月初默默地收起了他的银针筒。眼见龙吟九霄败落，四月初遗憾地叹息了一声：“忍一忍。”相公，你不是那么厉害吗？咱们偷袭月影，再躲进空间就好了呀。不行，这些人功力都在我之上。真是便宜他们了。夫人别急，总有一天咱们能收拾月影。好，相公，你要加油啊！你夫人的仇那就靠你啦。没问题，夫人放心。龙吟九霄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下的人见情况不妙，转身就要逃。月影的人急忙跟着追了过去。就在四月初和莫一之要走的时候，突然看到大游从远处飞来，后面还跟着一只金色的大鸟。不，这看起来像是个雕啊！这雕居然能跟上游隼的速度，这什么品种啊？再仔细一看，四月初觉得有些不对，游泳没有用尽全力，似乎更像是刻意减慢速度在引着巨雕。四月初明白了游隼的意思，大笑了起来。好家伙，够意思！只是要收服这只巨雕，可能还需要点东西了。四月初尝试着和巨雕交流，呵，可真是个骄傲的家伙。相公，这巨雕它嘲笑我。莫一之闻言，伸手朝着巨雕猛地一挥，只见巨雕扑腾着翅膀就往下掉。见此，游隼吓了一跳，急忙飞远了。大游，大游回应了一声，就飞远了。莫一之抱着四月初从树上下去，巨雕落在地上扑腾了几下，然后炸毛的朝着两人攻击过来。莫一之搂着四月初朝后退去，伸手又是一掌朝着巨雕就打了过去。阵阵微微的光晕围绕着巨雕，只见巨雕发出一声刺耳的惊叫声，扑腾了几下，声音就越来越小了。哎，相公，住手，别弄死他了！巨雕的眸中透露出一股子恐惧来。看着巨雕痛苦的模样，四月初从空间里摸出一粒药丸来，丢进他的嘴里。渐渐的，巨雕不再挣扎了。哎呀，你呀，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白白受了一顿苦。相公，你认识这是什么吗？浑身金色，好漂亮啊！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，但是好漂亮啊。一般。相公，好看，好看。以后就叫你灿灿吧。灿灿畏惧地看了一眼四月初身后的莫一之，低低回应了一声：“相公，你吓着灿灿了。”那就让他安分点儿。又和灿灿交流了一会儿，四月初这才将他丢进空间里养伤。游隼这时候飞回来，落在四月初跟前：“大游，你辛苦啦！灿灿以后啊，就跟你作伴了。大游啊，之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的同伴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啊？”夫人，战狼和游隼可以训练一下配合。你的意思是？没错，游隼的速度配上战狼的攻击，将会是十分强劲的力量。若他们配合得好，以后再有战事，就是一支主力军。四月初想了想，好像还真是这样。莫一直看着四月初，他们家夫人实在是不能用常理来看呢。他身上的谜团越来越多了。啊，相公，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我家夫人好看。等莫一之和四月初回到黄泥堡的时候，黄泥堡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睡了，黑灯瞎火的。就在这时候，莫一之抱着四月初朝着后山掠去。两人到后山，只见一个人影鬼鬼祟祟的拿着什么东西就要往井里丢。你想做什么？李达，鬼鬼祟祟的你想干啥？就是你们俩。四月初捡起地上的那包东西一看，蓦地起身：“贱人，你敢打我！”四月初闻言，正准备抬手揍李达，只见莫一之捏着李达的肩膀，李达瞬间就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。这声惨叫成功的让村里的人都从梦中惊醒，纷纷起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老四、四月，你们回来了。大哥，我们刚到村里，李达准备在井中下毒。闻声赶来的村民听见这话，纷纷惊叫了起来。什么玩意儿？下毒？哎，李达居然还敢回来啊！他居然要对我们下毒！他居然要对我们下毒！我没有，这女的瞎说。哼，是不是瞎说？你自己瞅瞅。这明明是你想下毒害乡亲们，我刚好回来而已，你休想栽赃到我头上。你之前就引着劫匪来袭击村子，如今又想在水井里边下药。你这个挨千刀的狗东西！打死他点，还有居然敢污蔑四月，居然还敢污蔑四月！狗东西，居然还敢回来对我们下毒！打死他！四月，老四，你们怎么这么晚回来？娘，
雨城外流民很多，所以我们特意晚点回的。你们两个傻孩子，怎么也不叫白知州护送你们，这多让人担心呢！要是遇到危险了，如何是好？娘，没事的。不行，以后你们呢，绝对不能两个人出去，叫你大哥、二哥跟着保护你们。娘，我和相公聪明着呢，没事的。现在外面这么乱，如何没事啊？李达想要在水井里投毒，咱们……你哥哥们在那里会处理好的。你们这么晚了才回来，就不要再操心了。哦，好。三人一起回到墨家。只见刘翠娘和王素梅都起来了。哎呀，四月呀，你们俩回来了。四月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二嫂，你怎么也起来了？你要好好睡觉才是啊。哎呀，你不在家，我怎么也吃不下。那什么，四月呀，肯定饿坏了吧？大嫂去给你们做吃的啊，快进屋来。大嫂，我们在雨城吃过了，不饿。雨城吃的，又赶了这么久的路，那肯定饿了呀。我去给你们做宵夜。不用麻烦了，大嫂，我们吃不下。相公，你要吃宵夜吗？不吃。大嫂，别忙活了，我们都不饿。真不饿吗？还吃不下。那行，你们要是饿了就叫我。好。大嫂啊，我饿了。哎，好，我去给你做。你想吃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饿。那我看着给你做点吧。先进屋吧，别站院子里头。好，那啥，四月啊，你快给我瞅瞅，我饿得不行了，但是一吃吧又吐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四月初将手搭在王素梅的脉搏上，好片刻才开口：“二嫂啊，你这营养没跟上啊，有些影响胎儿了。”那我不是他不吃啊，只是他吃什么吐什么，这怎么得了？二嫂，你别急啊，情绪不能波动太大，不然会影响肚子里的孩子的。四月呀，给你二嫂瞅瞅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给她缓解一下。这再吐下去啊，她这身子怕是遭不住了。娘，二嫂这反应估摸着要3个月以后再看了，药也不能多吃，我给她扎扎针试试。好，那你快扎呀！四月初让王素梅靠在椅子上，从空间里拿出银针给王素梅扎针。好一会儿之后，王素梅深吸了一口气。四月呀，我好像好多了。哎呀，我好饿，我特别饿。二嫂，你这症状啊，只是缓解，不能吃得太饱。刘翠娘端着2个菜出来，一个酸萝卜肉汤，一个炒蘑菇。闻着饭香，王素梅咽了咽口水，急忙坐到桌子边上，拿起碗就吃了起来。大嫂做的饭真好吃，太好吃了。四月说了，叫你不要吃太多。我还饿着呢，我吃饱了就不吃了。眼见吃了快一半了，四月初说：“二嫂，不能再吃了啊！我还没吃饱，明天早上吃，明天早上再吃啊！你现在要是再吃啊，等会儿估计又得吐。”听四月初这么说，王素梅猛地就放下了碗筷。她想吃，可她不想吐啊。要是真吐了，那又白吃了。每餐少吃一点儿，只要不吐就好。你看你最近都瘦了。好。二哥，李达那边是怎么处理的？村民情绪很激动，都是围着李达。我在外面瞅了瞅就回来了。大哥还在那边呢。哦，就在这时候，外面传来了惊叫声，还有打斗声。怎么又有劫匪？之前湾里寨的劫匪不是都被剿灭了吗？估计是另一批。老四、四月，你们进屋，把门锁着，外面交给二哥。二哥，没事的，我们……四月，快带老四进屋，外面危险。二哥，我们……就在这时，刘二婶带着大牛、二牛还有小鸭，手里提着菜刀，急匆匆地朝墨家走来。四月呀，劫匪太多了，你快带着你家人走，我们在后面给你守着。姐姐，你快走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对，姐姐，你快走。四月，不能再耽搁了，快带着你相公和婶子、侄子走啊！二婶，四月，快，你们快走，进山以后没人会找到，你就安全了。婶子，我听着外面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要不咱们先看看？别看了，再看就来不及了。四月啊，劫匪太多了，你快带着老四走。你二嫂还有孕在身，你们快走，我们拼死也会送你们出去。对，四月。对呀，四月，带着他们走，快点，快走，他们走啊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四月初看了看村长，趁众人不注意，将战狼团放了出来。等发现院子外面的战狼时，众人都傻眼了，谁也没发现这些战狼是怎么出现的。有狼？怎么会有狼？哎呀，完了！有狼啊！前面有土匪，后面有狼群，我们黄金宝这是招什么煞星啊？肯定是李达带来的。一会儿弄死他，死也得弄死李达。哎呦喂，四月，
你怎么就是不听啊？现在这么多狼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……村长急忙关上墨家大门，急得冷汗直流，好半天都没听到外面的动静。村长悄悄将院子大门打开一条缝，没见着狼。村长出去一瞅，见狼已经走了。狼走了吗？狼走了？狼好像不是来攻击我们的呀！哎，四月，快，趁现在赶紧走！快，趁现在赶紧走！对，就是现在，我们在后面守着，你们快点走！4月初看着众人急切的想要他走，心底暖暖的。关键时刻，这些村民们想着的却是要将他安全的送出去。你们看，狼去攻击劫匪了！众人一看，果然是这样。这些狼居然围着劫匪攻击起来！哇塞，这狼是上天派来的救星吧？是啊，我还以为今天晚上肯定躲不过了呢。是啊，没想到这群狼居然是来帮忙的，太不可思议了呀！哎，快看，狼咬上劫匪了！哇！众人不禁大松一口气，见有狼帮忙，众人也不再催促4月初走了。这下轮到劫匪傻眼了，劫匪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会半路杀出一群狼来。有了狼群的帮助，村民们又纷纷围着李达了。李达在村民的攻击下已经面目全非，很快就没气儿了。4月初觉得便宜李达了，就这样被弄死了。太好了，这些狼仿佛有了灵性似的。你看，咱们村民他们一个没伤啊！是啊，这些狼每一个都盯着那些劫匪。劫匪要败了，对，他们跑了。哎呦，太酷了，这些！很快，劫匪纷纷撒腿狂逃，狼群在后面紧追不舍。惨叫声此起彼伏，过了好久，这场战斗终于结束了。村子里四处都是劫匪的尸首，没有一个劫匪逃走，都死在这狼群的攻击下。狼群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，整齐地往回走。狼群走到墨家门口，朝里面瞅了瞅，嗷呜了一声，纷纷朝后山走去。这些狼是来帮莫老弟的，是吧？是啊，我刚看这些狼，看着4月呢。这些狼看着4月呢。哎呀妈呀！这差点吓死我了！这些狼好厉害呀！是啊，感觉是训练过的。我也这样觉得。这些是羚狼吧？绝对是羚狼。对，不然怎么会突然就出来了，帮咱们打败了劫匪又走了？就是，肯定是4月带来的福运呐！对，肯定是4月的福运。我们黄金堡居然有这样的福运，多亏了4月呀！4月呀！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些狼是怎么回事。你不需要知道，你是我们村的福星。羚狼自然就来帮忙了。是的，嘿嘿。各位叔伯，我今天从禹城回来，听说其他地方都发放了粮食，应该就在这2天，咱们村也会有粮食发下来了。有粮食发下来？真的？真的。呀，这太好了呀！终于有粮食下来了呀！谢谢你啊，4月，要不是有你啊，我们肯定和别人一样，早就饿死了。各位叔伯，我还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呢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听说知州大人要引水修渠，修渠需要人手，到时候咱们村的劳力都可以去干活挣钱。修渠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听白家大公子说的。那肯定是真的了。哎呀，这太好了呀！引水修渠，那咱们那些农作物就能种了呀。是啊，工钱，工钱怎么说呀？工钱嘛，我好像听说是150文一天，如果不要银钱的，也可以换成粮食。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具体的还是要等知州大人通知。150文一天，还可以换成粮食。这简直太好了！这么高的工钱呢？虽然工钱比较高，但是知州大人也说了，工期紧，可能会很辛苦的。辛苦算什么呀？重要的是有钱有粮食，大家能够活下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大家以前不辛苦吗？以前也那么辛苦，可大家仍旧是填不饱肚子。就是，无论多辛苦，我都乐意。我也乐意，只要有工钱有粮食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呀？好，既然大家都想去做工，就等待知州大人发布的消息吧。好，4月，我们大家都谢谢你，啊！这和我没什么关系，都是知州大人的决定。那可不是，你看以前你没嫁到这个村子的时候，咱们村哪有这样的好运气啊？自从你来了，我们村的运气就变好了呀！啊！就是，4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福运。好多尸体，对，老四说的对，还有好多尸体，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啊！对，4月，你们好生歇着。众人说着就转身离去，收拾残局。刚才那狼到底是咋回事啊？那么老些狼，居然来帮咱们村儿！哎呀，也不知道咱们村附近什么时候有这样一群狼的，这有什么呀？都说了老四家的是咱村福星了，
那自然会有琳琅来帮咱。莫一之冷冷地看了一眼王素梅，老四，你瞪我干啥呀？我说错啥了？聒噪，聒噪，老四你咋回事啊？你说我聒噪，我哪句话说错了？老四你长本事了是吧？连你二嫂你都能这么说，我都闭嘴！他说错了啥？他什么都没说呀。他到底说错了啥？傻老四就说他聒噪了。好了，二嫂，没事了啊，你快早些回去休息。老四，你说我到底说错啥了？我可是你二嫂，长幼有序，你对你二嫂怎么能这样态度呢？你若做不到安分守己，就回娘家去好好反省。其他莫家人都惊讶地看着莫一之。傻老四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你小心我！你想干什么？娘，那傻老四居然要我回娘家，回房去。王素梅看了看叶文竹，气嘟嘟的转身就走进屋。莫名其妙，一家人都莫名其妙。莫忘凡跟着王素梅走进了屋里，王素梅气鼓鼓的坐在床上。你看看傻老四，那什么态度啊？他居然叫我回娘家，我可是他嫂子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老四？我，你明明知道老四，你还叫傻老四，你脑子呢？王素梅觉得自己委屈，她只是一时来气了，脱口而出就喊成了傻老四。你有身孕，早些休息，不要动气。什么该说的，什么不该说的，你要多注意呀！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了。王素梅嘟着嘴躺下，最终没再说什么。爹娘找我们有事吗？四月，一枝的毒。4月初看了看莫一之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打算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毒还没解，但比之前清醒。你说什么？你清醒了？老四，你真的清醒了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都记起来了吗？记起来一些。没事，不急啊，慢慢来。怎么慢慢来？好了，别哭了，老四能清醒，这是好事，别哭了。是好事儿，是好事儿，我不哭，应该高兴。陈老说有几味药已经有了眉目，不知道他这次出去能不能带回来。会的，放心吧，老四，你别担心，一切有我们在。爹娘不用担心我。好，娘不担心，你渐渐好起来了，娘就高兴。过了一会儿，莫一之牵着4月初走上楼。他爹呀，你说老四……不要急，慢慢来，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还急于这一时吗？你说的对，不急，慢慢来，只要老四再回复，那就是好的。要不咱们再去找一下空明大师。找空明大师？去哪里找？空明大师若是那么好找，这些年就不会看不见人影了呀。有多少人排着队等着要听空明大师的一句话呀？也是啊。所以不要着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老四既然醒了，那很多事儿……对。翌日，莫家正在吃午饭，村长就急匆匆地跑来。莫老弟啊，快！知州大人派人在村口发放粮食呢，每家每户都派人去拿了。好，爹，我去拿。你一个人恐怕不行啊，知州大人给我们发了好多粮食啊，每个人起码有好几百斤。每个人有好几百斤？没错啊，估计朝廷拨的粮食比较多，所以分下来的呀也就多了。可我听知州家大公子说，朝廷根本就没拨粮食下来呢。没拨粮食？没拨粮食怎么有那么多粮食分呢？这些粮食好像都是知州大人自己想办法从蓝染那边买过来的。朝廷真的没有拨粮食下来？没有啊，知州大人爱民如子，见雨城这般，只得想方设法的去找粮食。知州大人真是雨城的救星啊！我得告诉大家伙去。村长说完，转身就走了。莫望尘和莫望凡两兄弟去村口扛粮食。粮食真的是白知州在蓝染买的？这知州倒是个好官呢。好官是个好官，可惜这么多年，官越做越远，越做越偏。是人才，总有一天会再做回去。没错，为国为民的好官不会总走霉运的。现在走霉运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啊，总好过在乌烟瘴气的朝堂之上。老头子，你又什么都知道了，竟然谈论起朝堂之事。朝堂之事说的谁不知道一样，
咱们这些年为老四寻访名医，走了多少地方，谁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样啊？听人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，你少说几句。正事岂是咱们能议论的？莫老弟，莫老弟啊，老哥，发生何事了？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知州大人来了！哎呀，不是，好事好事！知州大人来了！知州大人来黄泥堡？没错，刚到村口我就赶紧来找你啊！知州大人这么大的官，我们村也只有你们家能接待了呀。知州估计是路过吧？不是的，知州已经进村了，大家都很慌，我这赶紧来通知你，你赶快去替大家迎接一下吧。还真是来村里了。对呀，快，可别得罪了知州大人。我去接白大人，你吃饭，我和你爹去。啊，听你娘的，你和老四继续吃饭，我和你娘去接就好了。媳妇儿，吃饭。哎呀，莫老弟呀，得要快一点儿，要是得罪了什么知州大人，到时候知州大人不是我等能惹得起的呀。知州大人能来黄泥堡这偏僻的山旮旯头，那也不至于因为这点事生气。他未曾通知，我们也未曾知道他要来啊。三人走了没多久，就遇见了白知州。白知州身边就跟了一个侍卫，带路的是大牛。知州大人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四月姐姐家的爹娘，莫家大叔和婶子。哎，好，谢谢你了，快去领粮食吧。谢大人。白大人怎么亲自来黄泥堡了？实在是我黄泥堡的荣幸啊！你们就是一枝的爹娘吧？啊，对，我们就是。白大人这边请。你家四月两口子很能干呢、那俩孩子就是喜欢玩。四月在村里似乎很受大家欢迎啊。四月性格好，自然是喜欢他的人多。对，性格极好，又乐于助人，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姑娘。那是的，我家老四的媳妇儿啊，那自然是最好的姑娘。白大人请坐。四月不必客气，你继续吃啊。大人可用餐了？本来是打算在你家蹭一顿，看来啊，有些不是时候啊。老大家的，再去炒2个菜。哎，好的娘。哎，不必麻烦，还有这么多菜，够了。这都吃过了。哎，无妨，不必讲究这些。那既然如此，老大家的，那你给知州大人拿副碗筷来。哎，好。知州大人，还是重新给你炒2个菜吧，这我们都吃过了。你这挺好的，都不是外人，不用讲究。这哪成啊？我去给你炒几个菜吧。哎，不用，不要麻烦了。和四月都不是外人，这菜还这么多。哎，都过来，赶紧坐下吃吧。啊，您可是知州大人，怎能？二嫂，你还是赶紧吃饭吧，别一会儿又吐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二嫂有身孕了，孕吐反应很厉害。哦，那赶紧歇着，可大意不得呀。这时候，莫望尘和莫望凡扛着粮食回来。白大人，这么多粮食啊，这是你们村的。我今天来是想看看你们村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工，大家比较关心工钱。150文，之前说好的。若是要粮食的，也可以换成10斤粮食。知州大人倒是挺大方。四月呀，昨晚我让人做了设计图，你们黄泥堡作为途经的第一个点，应该能最早一批种植作物。白大人不觉得如此一来要花费很多财力和人力吗？这话虽如此，但毕竟黄泥堡是你们的村子呀，无可厚非啊。看来白知州和其他官员也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错了吗？银钱来的不易，白知州慎重。一直说的是啊，是我考虑不周啊。白知州没想到他会踢到一块铁板，确实，他不应该为了私情就浪费更多的财力。大人不必刻意照顾黄泥堡，只要这水渠修建好了，整个雨城都受益，黄泥堡自然也会好起来。四月，你说的对，是我欠考虑了。水渠可以不作为第一个途经点，这工钱就还是依照之前说的吧。大人做主就好。吃过饭后，白知州将村民们都召集起来。想必大家都已经听四月说了，我们现在呢要引水建渠，这引水建渠需要大量的人力，所以呢我们要招工。四月为我帮了很多忙啊，所以我决定第一个在黄泥堡招工，凡是黄泥堡参工的，每天工钱150文，若是不要银钱，可以换成10斤粮食。哇塞，150文一天，这真的是150文一天？哎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还可以换成10斤粮食，换成10斤粮食呢？是啊，10斤粮食。我们家3个人去做工，一天下来岂不是有30斤粮食？一个月那就有900斤粮食了。哇！谢谢白大人呐，白大人真是爱民如子的好官呐！谢白大人，谢谢白大人。哎，好了，
大家呢先去登记。这次饮水剑渠工期紧，所以这次去做工暂时都不会回来。我会给大家提供伙食和住宿，需要大家加紧完工，可能会比较辛苦，还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大人，我们不怕苦。大人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对，大人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干的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谢谢大人。这些都是4月和他相公为大家争取来的，包括饮水剑渠的银子，也是4月和他相公出去找人募圈的。要谢呀，应该谢谢4月小两口啊。啥？饮水剑渠的银子是4月让人募捐的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太厉害了。是啊，一下就让人募捐了饮水剑渠的银子。就是太强了，就是太强了，不愧是我们黄泥堡的媳妇儿啊！对，不愧是我们黄泥堡的福星哟！啊！哎呀，天儿一眼呀，我们村终于是彻底转运喽！是啊，我们村彻底转运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好了，大家赶紧去登记，然后收拾收拾，我们下午就准备出发。啊，好。等黄泥堡的人都收拾好了，白知州命人带着这些人出发，开始修建水渠。莫忘凡，你为啥不去修水渠啊？150万一天呢，1个月下来那接近5两银子呢。娘说了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修水渠的事就不用去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什么时候做工一天有150文钱的？我现在有身孕了，你去做工1个月下来将近有5两银子，这攒下来以后养儿子不好吗？莫忘凡也觉得他媳妇儿今天说的有几分道理。修水渠1个月银子不少呢，他其实挺想去的。你去给娘说，你必须要去，你得要去修水渠，你要拿工钱5两银子呢。好了，听娘话啊！这都啥时候了，还听娘的？5两银子，难道娘会给咱们5两银子吗？哎，别闹了，娘都说了还有重要的事儿呢。我不管，你必须得去做工，必须给我儿子拿到银子，我要银子。你别激动啊，4月都说了，你不能激动。我要银子，我只要银子，我的5两银子，你到底去不去？相公，我想把刘二婶喊回来。那就喊回来。可修水渠那边每天150文钱，他肯定不愿意回来的。再给他一份工。可是现在去哪儿给他找工啊？你不是要买宅子？你的意思是？管家？你是说让刘二婶做宅子的管家？没错。这好像是个好主意，不过这好像又有些不大方便吧。他不必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他要做的事只是为玉面鬼医守好宅子。我明白了。至于他的几个孩子是可塑之才，所以可以交给暗卫调教，将来做你的帮手。我相公可真厉害。是吗？是啊。哪儿厉害了？相公，你别总是突然就抱我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要抱我，请提前告诉我，我好把小肚子收起来呀。这样很好。我们什么时候去买宅子啊？宅子已经买好了，我让人再打扫。这么快？找宅子他们都办不好，还做什么暗卫呢？可暗卫不都是在暗里的吗？谁说暗卫只在暗里了？暗卫能做的事多着呢，只是身份并不会暴露在外而已。那我明天叫游游去叫刘二婶回来。大牛啊，不是说家里出事儿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你不是去做工了吗？咋1天就回来了？不是说家里传信儿说出事儿了吗？我这才赶回来的。没有啊，我们都好好的呢。是知州大人告诉我的。知州大人说的怎会有错呀？我们没传信儿啊。婶子，你回来了，是我传的信儿。4月，你传的信儿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婶子的确是有事儿，但又不方便让人知道，所以才以这样的方式将你叫回来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婶子，我有位神医朋友住在禹城，想找个人帮他管理宅子，每个月给4两银子。我觉得婶子能干，就向他推荐你了。啥？管理宅子？因为他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所以需要一个人打理他的宅子。可我这3个孩子都还小啊，我若是去了禹城，他们仨在家也不行啊。这情况我都给我朋友说了，他说这3个孩子可以跟着他的人去学手艺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因为他不方便透露身份，所以3个孩子跟着他的人学手艺，暂时都不能与你见面。但是他可信，孩子跟着他学艺，您放心。好，4月，我自然是信你的。谢谢你为我们娘几个打算。婶子，你跟我客气个啥呀？也是朋友要我帮忙找可靠的人，我想来想去，
就婶子最合适了。那什么时候去呀？我问问我朋友，应该就是在这2天吧。那这3个崽子们呢？应该也是这2天就要去了。婶子和弟弟妹妹们好好待2天，等他们去学艺了，恐怕就没有什么时间回来看你了。哎，好，婶子，这些蘑菇给你煮汤吃。哎呀，4月呀，你婶子不要拒绝，以后婶子去城里做工了，我可是要来蹭吃蹭喝的。好，你想吃什么就告诉婶子，婶子给你做。好，谢谢婶子。你这丫头说什么傻话呢？婶子真的很感谢你，要不是你，婶子这一家，我们婶子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等到水渠修好了，以后就能够种作物了，粮价就会一直平稳，大家就不会挨饿了。是的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哎，婶子，白大人那边情况如何了？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动工了，但是还是有些比较困难，特别是要将水引上来这一段，那肯定是有困难的。4月初想了想，他得要抽个时间去一趟看看。刘二婶非要留4月初，要给他做好吃的。婶子，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好，那好。刚到莫家院子门口，就见王素梅独自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院子里。二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人闷在这里？4月啊，我难受得紧。这是怎么了？又开始吐了？那我再给你扎2针。算了吧，总是扎针也不好，到时候再伤到肚子里的孩子。4月呀，可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唉，你别总是叹气啊，有事就说嘛。4月呀，大家都去修水渠了，那150文一天呢，1个月下来就是好几两银子。你看我现在有了身孕，那以后孩子出事了，好多地方都要用银子的。若能每天拿到这150文钱，那我和你二哥的日子也能好过点儿。二嫂，二哥不是跟爹出去办事儿去了吗？能办啥事儿啊？办啥事儿需要那么多人呢？挣银子才是正经事儿。爹娘肯定有他们的安排的，二嫂就不要操心了，好好养好肚子里的孩子才是要紧事儿。4月，你说二嫂对你好不好？挺好的呀。对啊，二嫂可是时时刻刻都将你放心上的，有好吃的有好布料，二嫂都会先想起你。那如今二嫂有困难了，你不会不管吧？4月呀，你去给爹娘说说呗，让你二哥去修水渠吧。那只要你说话了，爹娘肯定会同意的。二嫂，他特别想和他二嫂说，他们家并不缺那几两银子，但4月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。要是让他二嫂知道家里有多少银子，那以后家里还有安宁可言吗？4月呀，二嫂现在怀着身孕呢，那以后就是3口人了。你也不想你二哥二嫂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吧？你就帮帮你二哥二嫂吧，好不？4月初一时间倒有些为难了，他二嫂都这么说了，他要怎么拒绝才好？或者是直接给他5两银子？可是给了他5两银子以后，怕……就在4月初为难之际，莫一之伸手拿出一锭金子放在王素梅手里。够吗？这是金子啊！是金子，真的是金子。老四啊，你哪来的金子呀？你咋会有金子呢？对，想到这儿，王素梅觉得这才是重点。这傻老四怎么会有金子的？莫不成是他们家有金子，然后他公公婆婆将金子都给了傻老四吗？老四啊，你这金子哪来的呀？是不是爹娘给你的？有了金子，你还要问金子的出处，不要你就还回来。要，我当然要了，这可是一锭金子啊，我从来没拿过金子呢。要就闭嘴。老四啊，你还没告诉二嫂呢，是不是爹娘给你的金子啊？爹娘咋这么偏心眼呢？那金子给你了，那我们和老大家咋办呢？俺们都没有。莫一之闻言，瞬间被他气笑了，伸手准备拿回王素梅手里的金子。不行，这是我的金子，你怎么能拿我的金子呢？这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怎么会有这般胡搅蛮缠的女人呢？他二哥是什么眼光啊？莫一之没再搭理王素梅，转身走上楼去了。二嫂，你自己好好休息一会儿啊，多注意点。老四怎么走了？老四还没告诉我金子怎么来的呢。4月啊，那你来说，金子是怎么得来的？大将军给的。大将军给的？没错。听说是大将军给的，王素梅不再说什么了。4月初笑盈盈的转身跟着上楼。相公，你还笑？
我为什么不能笑啊？我要不是看在他身有孕，就叫老二休了他，一天天的使劲。也不能全怪二嫂啊，一天150文的工钱，对于普通农家来说，的确是很有诱惑力。二嫂也是想攒点银子，她又不知道你富得流油，早晚死在那张嘴上。哎呀，不是原则上的大问题，不与他计较就好了。不说他，那是老二的事。老二连自己的媳妇儿都管不好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将媳妇儿管得很好喽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老二没把媳妇儿管教好。媳妇儿需要管教吗？老二家媳妇儿要管教，我家媳妇儿要宠。相公，你这嘴啊，越来越油了。我媳妇儿当然是宠的呀，我媳妇儿这么好，还不宠着，怎么行呢？那若是我不好呢？不好也要宠。那若是我像二嫂那样呢？我媳妇儿不管怎样都得宠着。所以啊，你还会觉得二嫂烦吗？那是老二的事，和咱们无关，不理他。好。相公，你有没有发现这空间里的天好像更高了？好像是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走到实验室门口，只见实验室似乎又有了变化。相公，快看，这些都是医疗设备。有了这些医疗设备，你身上的毒就有办法清除了。4月初又将实验室检查了一番，药品也十分齐全了，符合手术条件。相公，这次空间估计是又大升级了，里面多了很多药品，还有医疗设备。你身上的毒完全可以通过这些设备手术后实现解毒。这么厉害？这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医疗设备，来自几千年以后。几千年后？没错，刚发现空间的时候，我便在空间里看见了几千年后的景象。那时候人们拥有了很先进的科技，在看的过程中，我也学到了一点点几千年后的医术。这些设备都有使用方法，所以我得好好准备一下，把这些设备研究透彻，咱们就可以开始解毒了。几千年后与现在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可大了呢。现在出行都是马车，几千年后人们出行都用飞机，就像一只大鸟一样在空中飞，速度可快了，一次可以搭载很多人，几千公里的路程，最多就1-2个时辰就到了。莫一之点点头，不再问什么。过了好久，两人才从实验室里走出来，只见土地又扩大了无数倍，里面种植着成片的玉米，玉米地旁边是成片的红薯，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。月儿，这些……哇，相公又有粮食了。相公，你知道吗？最开始发现这个空间的时候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后来这空间渐渐升级，就出现了很多粮食，还有了医疗药品这些。其实我现在都还没弄明白，这空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升级了呀？每次升级都没有一个规律什么的，就突然升级了，扩大了。这空间升级应该是要满足某种条件吧？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规律。4月初点点头，他也是这样想的。这规律到底是什么呢？从空间里出来，4月初还一直想着空间升级的规律这事儿。媳妇儿，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事情吗？小时候记得呀。小时候的事你都记得？记得。小时候人家都说我傻，少根筋，因为傻，所以顾家那两口子也不大待见我。后来陈老伯查出我中的幽陀毒，幽陀毒十分罕见。再联系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儿，我觉得可能是我身世的问题。只是我也去查了关于我身世的事儿，但还没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。你身世这事儿可能有些复杂。复杂？你知道了什么？我没知道什么，但是既然是关于丞相府，那就没那么容易查了。你认识丞相？这与我认识不认识丞相无关。你想想，丞相是百官之首，你要查他的家史，有那么容易吗？好像也是。不必担心，你身世之事我会查清楚。好。其他事你都不用管。好，有我相公出马，我还要操心什么呀？相公，这事儿先放一放，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将你身上的毒解了。解毒的事儿我还需要准备几天，5天后我给你解毒。这解毒要用到那些先进的医疗设备，和炼制出解毒丸解毒不一样。解毒完以后啊，你要休息15天左右，不能操心别的事儿，只能安静地躺在床上。好，听夫人的。你要记得，给你解毒后15天内你不可以离开家里，必须要好好休息哦。
更不可以半夜跑出去，也不能练功用武。媳妇儿你……我什么？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大半夜爬窗出去啊？要交代暗卫做事，白天不方便。我知道，但解毒后的半个月都不行，只能在家好生休养。好，这件事儿要和爹娘怎么说呢？你师傅相公聪明。爹娘，4月呀，你俩怎么还不睡呀？爹娘，我有事儿要和你们说。好，快进屋吧。4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爹娘，我师傅传信给我，相公身上的毒有办法解了。你师傅？我师傅是一位云游高人，几年前他路过楠木的时候结下了师徒缘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知道相公的毒了，所以传信给我了。真的有办法给一只解毒吗？是的，娘。好，我们要怎么做？娘，你们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师傅已经安排好了。相公解毒后需要休养半个月，这半个月里相公什么都不能做，更不能劳累。好的。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解毒呢？还有些东西需要准备，5天后吧。5天？好，那需要准备些什么？4月呀，你告诉爹娘，我们去帮着准备。娘，不用的，我准备就好了。好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告诉娘。好，娘，这件事儿不要让外人知晓。这我们明白，不会有别人知道的。若真有人问，也是找到了帮一只解毒的解药。好。娘，别哭了，这是好事儿。对，这是好事儿。老4能好起来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。我不哭。空明大师说你是老4命定的福妻，真是说对了。空明大师？老4啊，你还不知道呢。自从你病了之后，娘4处寻访名医都没有太大的效果，后来找到空明大师，空明大师给你算了一卦，他说只有遇到你亲口求来的福运女，才能改变你的命运。这空明大师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自从你开口将4月娶回来，你慢慢的就好起来了。娘可真高兴啊。莫一直想了想，看来这位空明大师应该是知道些什么。娘，空明大师在何处？没人知道空明大师在何处。那你们当年是怎么找到空明大师的？当年也不是我们去找的空明大师，他是自己出现的。自己出现？没错，自己出现的，那就意味着别人找不到空明大师，只有他自己出现的时候才能找到他了。老4，你不必担心，既然已经在好起来，那以后……娘，我没有担心。那就好，如今你的毒也能解了，娘就放心了。你娘说的没错，你的毒解了，很多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心里有数，我明白。老4，解毒后的这10多天，你就好好休养着，一定要听4月的。我知道。好，那娘就放心了。4月初这几天一直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为莫一之解毒的事。4月，楼下有人找你。哎，好，我马上下来。4月小姐，这是知州大人让我送来的。可是出了什么事？知州大人那边偶遇到了一些困难，想请4月小姐过去看看。什么地方出问题了？河道上山那一段，按照原定的计划做了设计，可没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收拾一下就来。哎，好。4月，你来了。大人都发话了，4月不敢不来啊。你也学会取笑本官了。4月不敢。还有你不敢做的事啊。4月胆子小，大人你可别吓我。你们2个先休息一下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好。4月初和莫一之休养了一阵儿，这才跟着白之舟出去。我们按照原来的计划做了抽水，但做好后来试用之时，怎么着都不行。这弄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。4月你见多识广，只得喊你跑一趟了。几人从山上来到西沙江边，白之舟在这里已经做好了很多台抽水风车。白之舟带着4月初看了一圈后，4月初大致知道问题在哪儿了。这次修的水渠和往常普通抽水有所不同，要把西沙江的水抽到上面去。这些风车所做的压力并不够，也就导致水上不去。相公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风车的问题。4月初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，叫白之舟拿来笔和纸，给白之舟画了一个改良版的大型水转筒车。相公，你瞅瞅，这个可行不？可行。哎呀，4月，你怎么想的？大人做的风车，若是一般情况下是绝对没问题的，
但这里主要是山太高了，要想上去必须得要改良加强才行。白志洲点了点头，看着图纸，有些地方微微有些疑惑。4月初一一为他讲解了图纸的原理和做法。4月呀，我就知道叫你来准没错。这么点小事还要让我夫人特地来跑一趟，白志洲不觉得羞愧难当？虽然的确有些惭愧，但他这也是为了民生嘛。哎呀，4月，辛苦跑一趟了，你这是帮了本官大忙啊。没事的，大人。莫一之独自走在河边，四处看看。过了许久，莫一之将白志洲喊了过去。一之可是有事？白志洲可想过，一旦这水渠建成，后面会怎样？一旦建成了，禹城就再也不怕干旱了呀，百姓就能种作物了。这的确是一件有利于民生的事。那是自然呢。大人可曾想过，若这个地方被人破坏，后果会如何？这功亏一篑。白志洲紧蹙着眉头，他险些疏忽了。禹城的地理位置，白志洲不是不清楚，却出现这样的愚蠢思想。哎呦，是我疏忽了。一句疏忽造成的后果会怎样？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哎，是，我明白。看着白志洲有些着急的模样，莫一之就江边的防御给他提了多点建议。白志洲听着听着，不禁满脸崇拜地看着莫一之。本官多谢一之，希望白志洲你能时刻带着脑子。就在这时候，远处传来一声虎啸。老虎，是老虎，有老虎！老虎，这怎么办呢？这老虎不都是在金钱山上吗？怎么会来这儿啊？哎呦，是的呀，老虎一般都在金钱山上，不会出来呀。那森林里什么都有啊。大家不要慌，没事的。你说没事就没事啊？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老虎。哎呦，是啊，那老虎那么凶，吃人啊！老虎，小姑娘你见过吗？哎，一个黄毛丫头怎么会见过老虎啊？咱们还是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为好啊！对，赶紧走，再留在这儿啊，非得被老虎吃了不可。就是，我们可不想因为被这150文送命啊！快走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就是，走，谁还留在这里送死啊？莫一之冷冷地看着那几人，伸手一挥，就将他们打倒在地。你想干什么？老虎都来了呀，还不让我们躲呀？莫不成你想让我们大家命丧虎口啊？对，老虎都来了呀，我们要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在这里工作了。人命关天呐！没想到你们这些做官的居然不将我们这些草民的命放在眼里啊！原来混进来一群找茬的，只是片刻功夫就已经群情激愤了。众人拿着工具，渐渐朝着白志洲等人围拢过来。白志洲的人见此，急忙上前保护，两拨人就这样对立了起来。4月初见此，急忙将有隼放了出来。有隼厉声大吼了一声，众人吓得急忙后退。谁派你来的？老虎都来了，有这些凶猛的鸟，你们居然让我们命丧于此！各位兄弟们，这些当官的不将咱们当人看，咱们拼死也要冲出去！现在不冲出去，等到老虎来了就没机会了。对，虎啸声接连响起，4月初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怎么回事？想了想，4月初将空间里的巨雕放了出来，派巨雕和有隼一起去打探情况。快跑啊，老虎来了！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众人一窝蜂地跑了起来。4月初从空间里放出一窝毒蜂，拦住了众人的去路。谁在恶意挑拨，引起事端，格杀勿论。白大人，那几个蓄意破坏的、煽动民愤的，不能姑息。白志洲自然明白，他这里是混进了居心不良的人。白志洲朝身边的人吩咐下去，只见身边的士兵直接走进人群，提了几个人出来。你们抓我干什么呀？你们欺负百姓！大家快看啊，这些当官的要杀人了！大家后退！这几个人根本就不是来做工的，是混进来的奸细，目的就是为了阻止白大人修建水渠。大家看看你们身边，有些人趁乱破坏我们刚刚做起来的工具，大家千万别上当了。被抓出来的几个人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暴露了，急忙反抗着和白志洲的人打了起来。见是一群会功夫的，众人毫不犹豫的就相信了。4月呀，刚刚好多老虎的笑声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不要慌，虎啸声还远着呢。白大人已经派人去查看是怎么回事了，就算老虎真的来了，白大人也会护着大家的，不要恐慌。有了4月初这番话，众人终于放下心来，闹事的人很快就被制服了。白志洲命人将这些人都绑起来，丢在地上，说：谁派你们来的？目的是什么？就在这时候，一群不知名的鸟从头上掠过，一个俯冲抓着那几个人就跑了。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！一群鸟在他面前将人劫走了。4月初一声长哨响起，片刻功夫，有隼与金雕瞬间从眼前掠过。
居然有人在他面前用这招劫人，当他有隼是吃素的吗？就在大游和小金追过去后，后面又飞来一群游隼，游隼围着四月初欢快地叫着：“可爱的小游们，快去帮大游和小金！”四月初手一挥，游隼瞬间起飞追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鸟的尖叫声。四月初再次发出一声长哨，小金很快出现在眼前。小金，带我们过去。相公，我们过去那边看看情况。莫一之与四月初两人坐在小金身上，小金瞬间起飞，朝着游隼的方向而去。四月初和莫一之骑着金雕，很快就追上了那群鸟。在游隼的攻击下，这些鸟不得不将那些人放了下去。那群鸟与游隼们打了起来。莫一之看着地上的人，见那些人要跑，莫一之双手快速地在胸前挥动着，朝着那些人打出一道淡绿色的光。只见光围在那些人周围，形成了一个淡淡的球状体，里面的人再也挪不动一步。相公，这是阵法？不过维持不了多久，速战速决。好。四月初尝试着和鸟群交流，但他发现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鸟群居然全都拒绝交流。应该不会啊，他是听得懂鸟语的，为何现在居然丝毫听不出来这些鸟说的话呢？四月初不断地尝试着，居然都不行，这让他觉得有些挫败。这些鸟不是一般的鸟，都是经过特训的，就像那些战狼一样。所以你是说，这些鸟也是叶听寒训练出来的？很有可能。之前的战狼我还能与他们交流，怎么这些鸟……正是因为你弄走了叶听寒的狼，所以他才会在这些鸟身上动了手脚。除了叶听寒，这些鸟不会与任何人交流。啊，还有这样的？动什么手脚啊？这不太清楚。不过这叶听寒来历神秘，只知道他很强大，应该是这些鸟身上施了一些法术之类吧。四月初觉得很遗憾，这些鸟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想着要将这些东西收为己用。别心痛，这些鸟凶残无比，你看它们眼中的光。四月初定睛一看，这些鸟的眼睛越来越红，似乎带着一股子嗜血的味道。不要看。相公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些鸟都被施了法术，叶听寒此举就是想引你出来，通过这群鸟达到控制你的目的。啊？没事，叶听寒不会想到你根本就不可能被他控制。为什么不会被他所控制啊？我也是刚发现这些鸟眼里的东西不对劲，若他能控制你，早在你看这些鸟眼睛之时就被控制了。那你还捂着我的眼睛？小心为上，这叶听寒高深莫测，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手会出什么。叶听寒之前受伤，所以他在这群鸟身上使用的法术会大打折扣。那有没有什么方法破解呀？这群鸟我想要。我试试。莫一之说着，就朝鸟群重新发起了进攻。淡淡的绿色光晕围绕在鸟群的周围，莫一之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，鸟群开始有些挣扎起来。然而只是瞬间，鸟群眼中的红光更深了。月儿，指挥游隼攻击鸟群后翼。好。四月初与游隼交流着，得到四月初的命令，游隼飞到了鸟群的后翼。莫一之加大了手上的光晕，鸟群不断的挣扎着，眼里的红光似乎快要喷涌出来。莫一之蹙起了眉头，咬了咬牙，一朵透明的花瓣出现在手里，渐渐地朝前推去。只见这朵花越靠近鸟群，鸟群眼中的红光就渐渐消下去。两边一直僵持着，终于在不断的挣扎与抵抗的过程中，鸟群发出一声声惊叫，纷纷掉了下去。而此时身在边境边上的叶听寒紧蹙的眉眼终于张开，一口血就朝前喷了出来。莫一之收回手，嘴角也溢出丝丝鲜血。相公，你受伤了。四月初急忙将手搭在莫一之的脉搏上，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丸放进莫一之嘴里。无碍。都受伤了还说无碍？我没事，那人比我伤得重。你是说叶听寒？没错，他之前本身就身受重伤，但他的战狼被你抢走，定然心有不甘，所以这次才冒险行事，一来破坏白之洲建水渠，二来查清楚你的底细，知道你的底细就好对付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的底细？我没有什么底细啊，他能查到什么啊？月儿，不必担忧，他不会查到的。我不担心。月儿，现在你可以尝试和这些鸟交流，看看能不能收为己用。好。四月初大喜，急忙尝试着交流了起来。过了好一阵儿，这些鸟对四月初仍旧是嗤之以鼻的状态，这可把四月初给气坏了。四月初起身，从空间里拿出一把长刀。既然都听不进去，那就全都杀了喂狗。
四月初说着，拿起刀就伸到最前面的那只鸟身上，咔咔几刀下去，这只鸟的翅膀就被片成一片一片的了。鸟群顿时传来一阵惊叫。哼，欺软怕硬的蠢鸟，今天我就让你们体会一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感觉。四月初说着，又挥刀在为首的那只鸟身上划了无数刀，每一刀下去都让这只鸟尖叫连连。降或者死，你们只有这2条路可选。想，我们投降。不，我还有千万种死法没让你们尝够呢，怎么能这样就降了呢？瞬间传来了众鸟的求饶声。四月初看着这群鸟，直接朝有隼下令，结果了这群鸟简直是奸诈。这群鸟准备诈降，不仅诈降，他还听到了他们要反杀他的计划。既然养不熟，他自然不会手下留情。莫一之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媳妇儿刚不是还说要收服这群鸟的？哼，这群鸟阴损着呢，心头都憋着坏。既然养不熟，那就不必留着了，都杀了。莫一之想了想，朝着这群鸟挥手，一道火光燃了起来。这些鸟不是普通的鸟，叶听寒也不是普通人，要废这群鸟就要彻底铲除，否则一旦他们再活过来，这只会对你恨意更浓。相公说的对，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鸟。这鸟未曾见过。哎，不管它了，不能为己用就不能留着。四月初提着刀转身，走到那群奸细跟前，说吗？好，既然没人说，那就让你们尝一尝刚刚那群鸟儿尝过的滋味。这群奸细顿时打了个寒战，这个女人也太狠了。放心，鸟儿比不上你们，我保证几千刀下去你们都还活着，所以不必担心会死哦。几千刀，这女人是不是人呢？太可怕了。四月初说着，提着刀就在跟前挥了起来。只见眼前的人整条手臂都是血淋淋的。告诉你的同伴们，感觉如何呀？四月初笑盈盈的，手上的动作却依然没有停止。嘴还挺硬啊。四月初又从空间里拿出一把辣椒面，撒在那人的手臂上，顿时鬼哭狼嚎的声音响起来。我说，唉，早说不就好了，非要多受罪。好了，那说吧。众人将自己知道的都交代了出来，只是说出来的都不是有太大用的信息，毕竟他们的级别都不高，接触不到更多的东西。相公，你怎么看？交给白知州，让他解决。好。四月初和莫一之坐在小金的背上，直接往虎啸声传出来的地方去了。相公，金钱山的老虎怎会到外面来？现在外面什么吃的都没有，按理说老虎不会离开的呀。可能他们呆腻了吧？啊，呆腻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媳妇儿，咱们要不先去看看白知州那边怎么样了？这哪成？刚听着不止1-2只老虎，若不去看看，这些老虎伤害人怎么办？应该不会吧？相公，莫不成你知道些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。看你这表情，我觉得有点可疑啊。就在四月初和莫一之说话之际，又传来了一阵虎啸声。四月初大惊，这是一群老虎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小金载着四月初和莫一之飞到林子里，只见一群人快速的离开。这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？不太清楚。我看那些人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？只看见背影，都是黑衣，分不清。这群人要对付老虎？看着底下一大群的老虎，四月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于是他就尝试着和老虎们交流了起来。只见底下的虎群龇牙咧嘴，显得十分愤怒。相公，虎群说他们被人赶出了金钱山。赶出金钱山？是啊，什么人去了金钱山，还赶走了这么多老虎？不清楚。莫不成有人闯进了金钱山？也不一定，或许是路过。路过就能把这么多老虎都赶出来？这不可能啊！四月初又和虎群交流了起来。好片刻后，四月初终于将这群老虎安抚下来。小金，咱们下去。金雕扑腾着翅膀落在地上。四月初走到虎群中，看着中间有一只幼崽，四月初弯身将老虎崽抱了起来，伸手抚摸着它的头，又捏了捏它的耳朵。脏死了，抱怀里做甚？脏吗？这老虎崽子很干净呀。莫一之没再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瞪了一眼老虎崽。以后你就叫大虎，你就叫二虎、三虎啊，你就叫小虎啦。虎群纷纷拱了拱头，似乎很满意这个排序。
看着4月初和一群老虎玩得不亦乐乎，莫一之很吃味。4月初将虎群收入空间里，两人坐在小金的背上，朝着白之舟所在的位置而去。4月，你们回来了呀？情况如何呀？没什么事儿，之前可能是虎群受惊了，刚刚看他们都往金钱山去了。都回金钱山去了？哎呦，太好了呀！4月，你白之舟，人也抓回来了，虎群也赶走了，莫不成接下来的事你还需要我媳妇儿给你帮忙？哎呦，不敢，下官多谢二位鼎力相助。我是想说呀，很晚了，我派人送你们回去。不必，我们自己回。莫一之说着，揽着4月初的腰就离开了。很快就到了要给莫一之解毒的日子。4月呀，你确定真的不需要我们帮忙？娘，不用的，这几天我都将我师傅说的研究透了，我自己就可以。那好，这解毒需要多久时间呢？娘，我也还不确定具体要多久，起码要2个时辰吧。但你不要担心，安心等待即可。好，那我和你爹就在楼下等着，你若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叫我们啊。好的。莫一之听话的躺下。4月初已经准备好所有解毒需要的东西。相公，不要紧张，这些东西我都研究透了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没紧张。4月初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给莫一之做检查。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后，4月初才发现莫一之身上的毒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很多。不论如何复杂，他今天都必定会成功的为他解毒。考虑到莫一之身体的特殊性，4月初给他注射了一种特殊的麻醉。就在这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他和莫一之被一层淡绿色的光晕围绕着，就好似一个圈将他们裹在里面。之前见过的那只金色蝴蝶再次出现在眼前。小蝴蝶，之前是你在和我说话吗？4月初的话还没说完，眼皮渐渐就支撑不住了。4月初缓缓倒在了莫一之身旁，原本围绕在两人周围的淡绿色光晕更深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4月初缓缓睁开眼，想着之前的一幕，4月初吓得急忙起身。他刚准备给他相公解毒，结果就出现了那只金蝶。最后他突然就睡过去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看着房里的情景和之前没有任何变化，4月初急忙查看莫一之的情况，手搭在莫一之的脉搏上，4月初不禁微微蹙起了眉头。他相公的毒竟然没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他都还没给他解毒，他的毒竟然就没了，而且也未见他有解毒后的虚弱感。相公，莫一之没有任何回应。4月初的眉头蹙得更紧了。既然毒没有了，身体也无碍，那为何没有醒过来？4月初又观察了好久莫一之的情况，这才起身走出空间，将莫一之放在床上。4月初刚走下楼，就见莫家几人站在楼梯口。爹娘，你们怎么站在这里？4月，老四怎么样了？娘，相公身上的毒已经解了。毒已经解了？毒已经解了，这会儿相公还没醒过来。4月，辛苦你了。4月初觉得有点心虚，但这些事儿她又没办法告诉她婆婆。娘，没事的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老四的毒可算是解了呀，爹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是啊，老四身上的毒终于解了，等老四醒来啊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番。没错，必须要好好庆祝。娘，我先去看看相公。好，你快去吧。4月初急忙离开，走上楼去。他相公依旧没有醒来，4月初心里微微有些担心。一连2天，莫一之都没有醒来，这让4月初心里慌乱无比。4月呀，这都2天了，老四怎么还没醒呢？4月初微微蹙了蹙眉，不知道该怎么和叶文竹解释。4月，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娘，相公身上的毒的确已经解了，我查看了他的状况，一切都正常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醒过来。他娘，先别着急，之前陈老传信来说已经在路上了，既然老四身上的毒已经解了，那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你也不必太过担心啊。可都2天了，老四还没醒来。老四身上的毒毕竟这么多年了，兴许是刚解毒，他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等陈老来了看了之后，或许就知道什么原因了。好4月，你别担心，没事儿啊。4月初点点头，他怎会不担心呢？
他莫名其妙睡着以后，空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儿？4月呀，你脸色有些不好，先喝点东西。娘，我不饿，二嫂有身孕，又吃不下东西，让她喝吧。不行，叶文竹说着，直接伸手接过碗，拿起勺子喂4月初喝。见此，4月初只得自己接过来。见4月初喝完了，叶文竹这才开口：“4月呀，你别担心，你先去休息，不会有事的。”陈老伯到墨家的时候已经是1天后了。陈老，你快看看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已经沉睡好几天了。公子身上的毒确实已经解了，老夫看了，公子无碍。那既然没事儿，为何老四就是醒不过来呀？我再看看。陈老伯伸手再次搭在莫一志的脉搏上，只见陈老伯不断变换着诊脉的手法，然后微微闭上眼睛。好半晌后，陈老伯才缓缓开口：“公子体内似乎在自动修复中啊。”自动修复？没错。若我断的没错的话，应该是公子吸收了什么，然后有一个融合的过程。4月，公子解毒之时，可是吸收了什么东西？这可能我没注意到。公子应该要等到修复完成之后才会醒来。不过并无事，所以夫人不必担心。众人都松了一口气，无事就好。4月初伸手又搭在莫一志的脉搏上，他很好奇陈老伯是怎么看出来的融合与修复的。哎呦，4月呀，不必再诊，你看不出来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方法，我之前没教过你，是因为觉得你用不上。陈老伯边说着边开始教4月初。看着4月初一脸认真的模样，陈老伯很满意。过了很久，陈老伯让4月初尝试着再探脉。4月初十分小心地用陈老伯教的方法，微微闭着双眼，他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力量。好半晌后，4月初才睁开眼。4月如何呀？我好像探到一点了。不错不错，现学就能探到一点，已经是很不错了。你有这方面的天赋。知道他没事儿，4月初的心情也平静了一些。众人下楼，留下4月初守着莫一之。4月，你可算是来了。大人，信我都看见了，我已经让游游他们去打探城外情况了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因为城里发粮食、粮价平复这事儿，我一直顶着上面的压力。可如今，除了上面施压，流民已经是将禹城团团围住，都向城里涌来呀。可我这禹城哪里能接纳得了这么多流民呢？等流民进城，整个禹城就要大乱了。上面的压力？这皇上让我将粮食都上交充公，这粮食若是交上去，我禹城还有余粮吗？这皇帝还真不要脸。皇上也是没办法呀，现在就连京城都……可如今如何是好啊？这事儿，白大人，违抗圣旨是会被杀头的吧？不用皇上杀我，我估计城外的流民都能把我给吃了。眼下他一点办法都没了，这些流民为了活下去，死命的要往禹城涌进来。他还看到了其他几方势力的人，不知道具体是谁派来的，都打着这些粮食的主意呢。大人，先不急，我想想办法。好，你赶紧帮我想想。4月初抿着嘴，在想要如何是好。粮食嘛，他多的是，可这么多粮食突然都拿出来，人家必定将他当怪物看，到时候麻烦只怕不是他能解决的。倒是可以祸水东引，但他相公如今还没醒来，很多事情他也不方便告诉白知州，看来只有出动暗卫了。就在4月初决定要祸水东引的时候，府外响起了游隼的叫声。听着这急切的叫声，4月初急忙起身，游隼们纷纷落在了白知州的院里。大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这般恐慌？大游朝着4月初叫了一声。4月初听着大游想给他说的，眉头瞬间也蹙了起来。4月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4月初看着白知州，不知道白知州知道这些事儿后会不会气得吐血。4月，你倒是说话呀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大人，游游说城外到处都是流民。这我知道，不仅仅是流民，还有很多看起来像是官府的人，为了进城已经开始攻城了。他娘，为了让我交出粮食，这些人简直是丧心病狂啊！不过随即白知州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
官府的人赶攻城，想必是得到了授意的。大人，还有什么？蓝染已经陈兵边境。啥？快上报朝廷，敌军来犯！看着白知州一脸焦急的模样，四月初也微微蹙起眉头，思虑对策。不行，大将军此时应该还没到京城，武安侯还在北京，此时朝廷没可用之人呐。四月，快传信给大将军。大将军奉命回朝。蓝染来犯，若没有大将军，禹城必败呀！将军此时回头再来禹城，后面怕是违抗圣旨是什么下场？他就算没经历过，电视上也演过。大将军这些年在朝中多方势力拉拢，但大将军一直不为所动，恐怕有人借题发挥。但禹城若无大将军，恐怕偌大个烈焰，难道就只有大将军能打仗吗？其他武将呢？朝堂之事，你不清楚啊。快上报朝廷。大人，四月，朝廷之事很复杂。大将军性子耿直，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他若来禹城，恐怕等他再回去，等待他的就是……我明白。只是，大人，如今这样的局面，你可想好对策？将军临行前有所交代，让我代掌军务，若情况有变可……四月，如今情况紧急，还请你相公协助本官呐。大人，恐怕不行。我相公解毒后一直还没醒来，恐怕帮不上你什么。还没醒？若大人有需要，能帮上忙的地方，也可以告诉我。好，你和你相公是上过战场的，你俩都是能担大任的。城外的情况，你多帮着点儿。没问题。白知州找到相关人员商议了一番，还特意让四月初参与。四月初来到西门的时候，西门外火光滔天，不仅仅是流民，还有来攻城的官兵。为首的人正在朝着城楼上喊话：这白志才滚出来，胆敢违抗圣旨，小爷灭你九族！既然你说的是圣旨，那圣旨何在？也拿出来让我们瞅瞅。没错，既然你说白大人违抗圣旨，你将圣旨拿出来呀！圣旨口谕，拿下白志才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主母，注意形象。嘿，人家都打到脚下来了，还在意个锤子形象啊！暗姨微微咳了一声，心里不禁为主子默哀了片刻。原来你是这样的主母，不许告诉你主子，不然我就毒哑你。既然没有圣旨，那就是造反派。造反派？哼，老子是正八经的官兵，何来造反呢？哼，谁知道你去哪里偷的这身皮？想踏进禹城，得看我禹城的弟兄同不同意。放他娘的狗屁！黄口小儿也敢在老子面前嚣张？少，给我活捉那小子！四月初一声哨响，战狼群瞬间出现在战场上，游隼盘踞在空中，成群的毒蜂包围着众人，还有一地的毒蛇。暗姨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景，不禁看呆了。原本处于劣势的禹城士兵，此时此刻完全也是一副惊呆的模样，看着对面。这也太牛了吧！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家伙十分有目的性，都是朝着为首的人绞杀。很快，对面带头的人就坠下马来。四月初看着为首的人栽下马，扬起嘴角笑了起来。杀敌先杀将，为首的人死了，底下自然就散了。可让四月初没想到的是，他到底还是低估了。他低估了流民想要进城的决心。被人煽动的流民更是可怕，留在城外，他们死路一条；可若是能进禹城，又将会是另外一番天地。看着源源不断涌来的流民，四月初太阳穴突突直跳。他能杀几个攻城的首领，可他不能将所有流民都斩杀干净吧？毕竟这些人都是普通百姓，手无寸铁，他们只是想要在这样的荒年里活下去。主母，下面要顶不住了。四月初想了想，将游隼召了回来。片刻后，只见一群游隼衔着许多粮食从流民头上飞过。在四月的授意下，所有的袋子都有一个小洞，粮食从天而降。快看，天上有粮食！快看，天上有粮食，是粮食，是粮食！这落在地上的是粮食！只见游隼衔着朝外面飞去。快追啊！那可是粮食！闻言，所有流民都朝着游隼飞走的方向跑去。快，一定要拿下那些粮食，别让那些鸟把粮食抢走了。鸟劫粮食了！鸟把禹城的粮食都叼走了，快追呀！有了这话，流民们追得更快了。游隼引开流民，四月初微微松了一口气。这群流民杀又杀不得，只能将他们引开。流民跑了，剩下来的官兵就不足为惧了。要活的，将他们都捉住！随着四月初一声令下，
众人都急忙去捉剩下的官兵。很快，这群官兵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没逃的掉的都被抓了起来。4月初快速地将人审问了一遍，很快就得到了他想要知道的。把这些人去交给白大人。是，主母，都走了。4月初想了想，既然雁城知州费尽心思地煽动流民攻击禹城，那他怎能不回敬他呢？既然雁城知州要做这个出头鸟，那祸水必然要引到他雁城去才行。阿姨，你替我去做点事儿。4月初低声朝着暗姨吩咐着。主母放心，属下一定做到。好，这件事儿务必要快。请主母放心。得到西门已经平复的消息，白知州高兴坏了。他就知道叫上4月准没错的，他得想个办法留住4月才行。就在白知州想着要留住4月初的时候，4月初就回来了。4月，渴了吧？嘿嘿，来喝杯茶。大人心情很好。那是当然呐，西门最难守，流民最多。如今西门平定下来，其他地方我就没那么担心了。4月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大人，要尽快解决周边的流民，边境等不得呀。哎，我明白。大人，我已经安排人去做了，若顺利，应该最多就是1日功夫。这么快？这次多亏了我相公认识的人来帮忙，不然也没那么快。你相公认识的人谁啊？我相公不让说，白大人就别问了。想起4月初相公的那张脸，白知州蓦地就闭嘴了。4月，你看这有隼的事儿。白知州一提，4月初就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一只有隼瞬间从外面飞了进来。大人，这只有隼就送给你了。4月初朝着有隼交代了一番，有隼站到了白知州的桌子上。白知州欣喜若狂，这只有隼真的归他了，哼，太好了。4月初朝着白知州交代了一番，教会他如何养好有隼。大人，你那儿可还有粮食？粮食是自然还有的。那大人不妨用粮食将流民都引开吧。若是用粮食引开，那禹城可就无碍。我相公之前已经叫他朋友在蓝染收集了一批粮食，应该很快就会送来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相公本事可大着呢。白知州认可的点点头。的确，4月的相公一看就是做大事的人，他得想办法将他收为己用才好。好，原本我也想着引开流民，只是想着粮食所剩的也不算多，为了禹城百姓，我没舍得。没事，粮食还有。对了，大人，修建水渠的事儿不能停，一定要尽快将水渠修好，这样下半年才有盼头。白知州有些犯难了，他何尝不知道水渠修好了，下半年日子才能得到改善。大人，经过这么多天，工人们已经很熟悉了，你只需要留几个熟悉的士兵带着这些人做就好了。那就试试吧。有了4月初粮食的加持，白知州做起事来也不再畏首畏尾了。大人，不好了，无数流民涌进城了。什么？大人，不知道为什么城外突然多了无数流民，这些流民直接涌入了城内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什么？守城的是饭桶吗？大人，守城也没想到突然出现那么多流民，直接就往城里跑了。他们的目的性很强，直接一来就不将我们守城的这些将士们呢放在眼里。进来了多少？这说呀，尚不清楚来了多少。东南西北4个城门都被……大人，要赶紧派兵支援呢！快，调兵！必须给我守住城门，闯进来的流民全部给我杀了。可是大人，听到我的命令没？是大人。雁城有粮食的事儿，风一样的传遍了附近各州。大人，雁城沦陷这么快？没错，主要是雁城知州下手狠辣，斩杀了无数流民，最后这些流民都反了。知道了。看着白知州淡定的模样，4月初觉得他似乎很希望看到这个结果。雁城知州背地里干了不少坏事，本官参他不止一次，只是那家伙和朝廷里面那些人关系错综复杂，所以雁城现在上任了一个新城主，这城主看起来是能干的，仅1天时间，整个雁城都平静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1天就平复了雁城？没错。白知州听着属下的汇报，顿时蹙起了眉头。是什么人，竟然这么快就平复了雁城？大人，怎么了？4月呀，恐怕事情严重了。好，这雁城居然推选了城主，如今这天下大乱，若是雁城城主能服从朝廷管理，那还好说；若是不能，最先遭殃的恐怕还是咱们禹城啊。大人，应该不至于，咱们禹城岂是那么好欺负的？别忘了我们手上还有动物大军呢。你那动物大军小规模的确好使，若是大规模战事，你那些动物大军也恐怕不够使啊。不够没关系，我正在加紧扩招呢。4月，
蓝染不同于西凉和北漠，他们是4国中最强大的。这次我们的战术……就在白之舟带着4月初刚到边境的时候，蓝染突然就撤兵了。4月初看着蓝染远去的军队，大有一种被人耍着玩的感觉。这蓝染有病啊！这么严肃的事儿，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，说撤兵就撤兵了。4月，你觉得老夫怎样？白大人啥意思？你觉得老夫为人怎样？白大人是个好官。除了是个好官，还有吗？是挺好的一个人。4月啊，大人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直接说行吗？我是想说，你觉得我这个人，我收你做义女，你觉得如何？是入族谱的那种，进我白家族谱。是这样，你兰姨呀，特别喜欢你，我们又没女儿。打看见你之时，他就给我说你特别投缘，想要收你做女儿，但又怕唐突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提出来。所以你意下如何？大人，我觉得先想想蓝染撤兵的事儿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白之舟觉得4月初是在转移话题，便不再提收他做义女的事儿。4月初从空间放出游隼，让游隼们去查看情况，突然就撤兵，那肯定是有诈。见4月初放出这么多小家伙，白之舟也意识到他可能不是在转移话题。蓝染撤兵若真的有诈，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游隼回来，4月初得知了消息，蓝染真的已经撤回去了。就在白之舟带着众人往回撤的时候，蓝染军队突然出现了，悄无声息地出现了。快，迎敌，迎敌！4月初也丝毫不敢懈怠，急忙将他的动物大军们都放出来。战狼瞬间冲了上去，虎群也不甘落后。游隼从天上俯冲下来，毒蜂围着敌人丝毫不放，一条条毒蛇窜进敌群中。只是白之舟渐渐发现了不对劲儿，不仅边境上有蓝染的人，从雨城方向也有蓝染的人攻过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着架势，4月初瞬间明白了，他们被包饺子了。至于为什么会被包饺子，恐怕是里应外合呀。所以雨城里有蓝染的人。大人，恐怕麻烦了。白之舟何尝不知道麻烦了呀？麻烦大了，这蓝染也太阴了。大人，雨城的地道可都堵死了吗？地道是将军亲自堵死的，绝不会有问题。这蓝染突然间就出现在边境，怕是从地下来的。本官也是这样想的，不仅是从地下来，雨城里面恐怕是要乱了呀。找到敌军将领，4月初指挥游隼和金雕朝将领攻击而去。只是这一次并不如往常一般，一波攻击并没有能拿下敌军将领。御驾亲征，蓝染皇帝，御驾亲征？什么？4月，快，你快走！蓝染皇帝御驾亲征，又将我们包围在中间，今天恐怕……快，让小金带你走。你说，那是蓝染国的皇帝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肯定就是他！乖乖，皇帝御驾亲征，怪不得蓝染士兵气势那么高。4月，你快走啊，快走，让小金带你走。你们回家赶紧想办法离开雨城。大人小心！4月初第一次感受到了惊魂万分，蓝染皇帝朝着4月初攻击过来。蓝桀骜，你敢伤他，找死！月儿，别怕，我来了。相公，乖，不哭，我来了。相公，你终于醒了，我都要被你吓死了。等解决完战场之事，我们回家细说。好。蓝桀骜，好好的日子你不过，非要来蹦的。今天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既然知道是朕，还不投降？蓝桀骜飞身向上，朝着莫一之狠狠地打出了一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丝毫长进，怪不得被你姐姐追杀成狗。蓝桀骜微微一愣，仔细地瞅了瞅莫一之，这个少年到底是谁？蓝桀骜，你若不出来蹦跶，本公子尚可让你安稳过日子。如今既然你这么快就坐不住，就尝尝我烈焰的厉害吧。你是谁啊？报上名来，朕不杀无名之辈。废话少说。只见蓝桀骜拿出一支玉笛，玉笛声响，顿时一群人从天而降。上！蓝桀骜，蓝染皇室血影都出动了，看来你也是穷途末路了呀。嘿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媳妇儿，之前他哪只手拿箭射你的？我没看清。没看清楚，那就2只手都剁了。
莫一之垂眸看着蓝桀骜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刀挥在蓝桀骜的左手上。还没等蓝桀骜反应过来，莫一之一剑又落在了蓝桀骜的右手上。皇室血影大惊，急忙护主。莫一之一挥手，一剑又砍在蓝桀骜的胸前。皇室血影联合起来攻击莫一之，只见绿色光晕从莫一之手上缓缓打出去，瞬间原本要攻击他的皇室隐卫蓦地相互残杀起来。蓝桀骜见情况不对，急忙想要撤退，伤我女人还想跑？只见无数剑气划过蓝桀骜身上，蓝桀骜瞬间就成了一个血人。废物！莫一之说着，一脚将蓝桀骜踢飞了出去。一片混乱之中，羽城士兵乘势而上。很快，一道红色人影出现在皇室血影周围。原本自相残杀的皇室血影纷纷停了下来。媳妇儿，故人来了。啊，故人？谁啊？你在这儿等我，我去见他。好，相公你快去吧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那一保护好主母，她若有丝毫损伤，我拿你试问。是主上。终于忍不住要现身了吗？我还以为蓝染皇室要继续做缩头乌龟呢。如此说，你对我还挺了解。想不到蓝染皇竟然是这么辣眼睛的存在。我说少年，想必你是被朕这绝世容颜所迷惑了吧？只可惜呀，朕对你这样的无感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蓝染皇居然靠装疯卖傻过日子。你说谁装疯卖傻？这不很明显？这么多年躲在背后，本公子还以为你见不得光呢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我是你惹不起的人。这天底下还有朕惹不起的人？小子，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今天我便踏平你烈焰，让你有来无回。如此，那便让我瞧瞧蓝染皇有没有狂傲的资本。蓝染皇嘴角扬起一抹冷笑，右手向空中一指，一枚绚丽的烟火绽放开来。瞬间，他的身后多了无数看起来像之前皇室血影的人。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呀！朕便让你看看蓝染真正皇室血影的厉害。这狗皇帝也太狗了吧！他还以为他要和他相公单挑呢。主母，快走！阿姨，这些东西你们拿着，关键时刻可以作为武器打出去。这东西只要吸进去一点，就能当场动弹不得。主母，这东西这么好使？没错，等会儿你去帮你主上，能让那个狗皇帝沾上，他就必败无疑。好，属下明白，我叫他们去帮主上。你不识武功最好，你去帮他。不行，主上交代了，我必须要寸步不离地保护主母。我会想办法保护自己的，你快去帮他。可无论4月初怎么说，暗一都寸步不离，只是将手里的毒粉让其他人拿了过去。那一边，莫一之已经和蓝染皇打了起来，众人将莫一之团团围在中间，不断的攻击着。4月初准备呼唤他的动物大军，让他们去帮助他相公。只是4月初没想到，他的动物大军还没到，就瞬间出现了一波黑衣人，下手狠辣无比。只是瞬间，蓝染的皇室血影就倒了很多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！保护皇上！撤！皇室血影带着蓝军生急忙往后撤去。黑衣人见此欲追击，莫一之缓缓抬了抬手制止了。莫一之嘴角流出一丝黑血，人蓦地朝后倒去。众暗卫见此，急忙将他扶起。4月初大惊，朝着莫一之飞奔过去，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丸给他服下。月儿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4月初心疼地看着莫一之，他要做那个有能力与他比肩的人。莫一之朝所有暗卫挥了挥手，暗卫瞬间就消失了。一之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无碍。蓝染国真正的皇帝连他都不知道的，可莫一之却知道，他是谁。白志洲突然间开始怀疑起莫一之的身份来了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农家孩子。白志洲不该插手的事，不要妄为。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相公，我给你的东西为什么不用？月儿，蓝君生是一个隐藏在背后多年的人，且惯会伪装。与蓝君生的战斗绝对不会一次就结束，只有让他亮出底牌，才能彻底灭之。但你也不能以身犯险啊！万一你有个什么意外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有分寸。你看，我这不没事吗？都吐血了还说没事？想问问你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，这么能装？燕儿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最喜欢的地方。啊？
我最喜欢的地方哪儿啊？为夫去带你搬银子。啥？搬银子？你知道蓝君生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你还记得在金钱山救的人吗？你说君玄？没错。你是说君玄是蓝君生？可这两人差别也太大了吧？蓝君生惯会伪装，他生下来之时，不知道为什么蓝染皇对外宣称就只有一个，整个蓝染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蓝君生的存在。不过后来蓝染内部争权夺势，六公主利用蓝桀骜给蓝君生下毒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蓝君生会被追杀进金钱山。蓝君生暗地里在四国发展商业，建立强大的商业版图，他不会想到我会通过他给你的那枚玉佩查出他那么多事。蓝君生这个人很自负，这么多年隐藏在暗处都没人知道。听着莫一之讲完，4月初愣了半天。所以他顺手就救了个皇帝，还是敌国的。早知道救他干啥？一刀将他了结了不更好？省得现在多费这么多功夫。没事，救他也无妨，咱们搬银子去。咱们去把灵济钱庄搬空？没错。他们本来就还有几百万没给呢。没事，直接搬空就好了。位于禹城的灵济钱庄瞬间就被洗劫了。蓝君生收到消息的时候，一口老血喷了出来。谁？到底是谁干的？回陛下，暂时没查出来。不仅我们在烈焰的产业没了，就连安排在烈焰的人几乎都要被拔光了。蓝君生只觉得喉咙一股腥甜，顿时倒了下去。到底是谁？绝不可能是烈焰皇那把老骨头，也绝不可能是他那几个无能的儿子。蓝君生不禁想到了那个少年。还没有查到那个少年的来头。回陛下，还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那个少年的信息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一个少年的底细都查不到。陛下，这个人就像凭空出现一样，我们丝毫查不到啊！不仅如此，我们派出查这事儿的人几乎全部折损呢。朕堂堂一国之君，手握着蓝染皇室血影，如今连一个少年的底细都查不出，朕要你们何用？陛下，是否动用查？给我查！相公，那个狗皇帝知道自己的心血都白费了，会不会直接被气死啊？有可能。我也感觉有可能，气死了最好，省得出来祸人。相公，这蓝君生咋的这么厉害啊？虽然占了烈焰将近2/5的产业，可这也太可怕了。蓝君生在烈焰有很多个身份，在我没出事之前就一直在查他，但蓝君生的势力太大，没那么容易查出来。要是一直没查出来这个人，那他岂不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就吞了烈焰？那是自然，这次的战事很多人都是隐藏在这些产业中的，若时机成熟，蓝君生顷刻间便可拿下烈焰。那我们打劫了他这些产业，蓝君生应该就很难再对付烈焰了吧？不仅蓝染对烈焰虎视眈眈，还有西凉和北漠。烈焰内斗多年，早就内耗光了。本来蓝君生可以一国之力就可以拿下烈焰，如今虽然产业被我们打劫，不代表他没有办法对付烈焰。这些上位者都是饭桶吗？这么明显的道理都不懂，国都没了，还争个屁的权呢？夫人说的对，确实都是饭桶。怪不得蓝君生那么轻易的就在烈焰拿下了近2/5的产业，饭桶当道，有何办法呀？这确实是一个原因，但蓝君生的势力也是另一个原因。相公，咱们如今得到了蓝君生的产业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银子，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谁说你相公不缺银子了？缺着呢。啊，还缺银子？打劫了蓝君生的产业，还有你自己经营的产业盈利，你还缺银子？我有夫人要养，银子不愁多的。原来如此，我也觉得你缺银子，要不咱们再去别国给蓝君生打劫啦？这次能得手，是因为蓝君生战败，受伤严重，咱们速度又快，在他们没有察觉出来的时候迅速拿下，让他措手不及而已。经过这次，蓝君生定然有准备，咱们再去就是自投罗网。好吧，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。没事，不急，咱们以后慢慢再打劫蓝君生，有的是时间。好啊，相公，这个院子好美啊。喜欢吗？喜欢。相公你真好。以后你若要看诊，在这个院子便好，这样呢，谁也探不出来你的身份。
打开门走进去后，4月初才发现，这屋里的陈设无不透着高贵典雅。相公，这宅子里面太豪华了吧？我媳妇的宅子，自然不能差。什么叫财大气粗？这就叫财大气粗啊！月儿，你若想来此住，安心住便可。周围我都设下了阵法，一般人闯不进来。从外面看，这里就是一座普通的小山。若有人硬闯，不仅会迷失在阵中，还会触发阵里的机关。无人引路，没人知道这里，除非遇上阵法高手。相公，有件事儿我觉得奇怪。什么事儿？就是给你解毒的事儿。哦，怎么奇怪了？我当时都准备好了，正要给你手术的时候，我突然就睡着了。睡着之前，我看见你周围出现了绿色的光晕，还有那只金蝶。金蝶？没错，就是我们那次在空间里看见的金色蝴蝶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解毒了，但却沉睡不醒。陈老伯说你可能是吸收了什么东西，正在融合中。所以不是你给我解毒的？不是，我莫名其妙的就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你却好了。相公啊，你可记得些什么？莫未之仔细想了想，仿佛看见了什么，却又记不起来。我没什么印象。但你自从醒来以后，你好像比以前厉害多了。我醒来之后的确实力大增，以前在阵法方面我射击尚浅。他本以为是他媳妇儿给他吃了什么丹药，毕竟他媳妇儿那个屋里奇奇怪怪的什么都有。相公，想不起来就算了吧。莫一之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相公，今天来了那么多暗卫，难道你事先就知道蓝冉要攻打烈焰吗？你相公哪能未卜先知啊？那你今天怎么那么巧就来了？你要是不来，我们今天肯定就惨了。或许是咱们心有灵犀吧，我突然就醒了，然后知道边境的事就赶来了。之前蓝君生一直都没有出现，那个蓝桀骜也不弱。一般的事情都是蓝桀骜处理，不到万不得已之时，蓝君生不会出现。这个人心理变态，喜欢躲在黑暗的地方操控一切。确实。你没来之前，白大人一直叫我撤回来，让我走。他说可能守不住了。就凭他一人，自然是无法与蓝君生对抗。哥，无法。可眼下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自有打算。可长点脑子，你这些年过得太安逸了。蓝桀骜垂下头，瞟了蓝君生一眼。过得安逸也不能怪他呀，谁让他有个万能的哥哥呢？把那个女人杀了，那个女人就是祸害。我怀疑这次的事情她也有参与。我知道了，这次我们攻打烈焰，本就是趁他们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若没有那个少年出现，是绝对有把握的。不是没查到那个少年的身份吗？不管他是谁，我都会将他找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密室外传来了响动。你出去吧。哦，可有消息？陛下说有一点眉目了，别吞吞吐吐。有好几股势力似乎都和这少年有关，有查他的，有护他的，几股势力焦灼在一起。哪些势力？龙吟九霄、四海、月影、叶听寒。还查到什么？据属下查探，这个少年似乎和上次叶听寒遇到的是同一人，而奇怪的是，这少年身边每次都有一个御兽的人。莫不成这少年是古族中人？隐士古族他们有规矩，向来不会插手天下朝政。若他是古族中人，断然不敢如此大张旗鼓出现。但除了古族，这天下谁会御兽啊？叶听寒会，可叶听寒的来历与古族不是没有太大联系吗？所以会御兽不一定是古族中人。继续查，不管他们身边有多少势力，都要将这个人给我查清楚。可这几股势力分不清敌我，且每次只要我们靠近那少年，就会出现不同的阻力。若强行去查，怕是……既然分不清敌我，便搅乱这锅水，水越浑，对我们越有利，自然就能知道我们想要知道的了。属下明白，只是如今我们在烈焰的人手已经……不说这个还好，一说到这个，蓝君生就想吐血。那可是他这么多年的积累。那些产业流向还没查出来，银子的去向一直没查到，似乎就是凭空消失一样。至于其他的都被细分化了，查不到出手之人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要离开蓝染一段时间，那个女人不要再留，相关之人全杀了。如此一来，朝堂怕是会再次动荡。动脑子，想动的人全杀了。可
你身上的伤还没好，这时候离开死不了。四月呀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看看你喜欢吗？四月呀，之前给你说的事，你考虑的如何了呀？莫一之闻言，疑惑地看了一眼白之舟。一之，是这样的，我家夫人自见到四月就非常的喜欢她。我与夫人只有2个儿子，却没有闺女，所以我想，认四月做闺女，进我白家族谱。入白家族谱？是的，入白家族谱。不行。一之啊，可是这看不上我白家，并非。既然并非看不上我白家，为何让白之舟若想要闺女，不妨与夫人生一个。大人夫人，四月谢谢二位的厚爱，并非我相公不愿意，能做夫人的女儿是四月的福气，只是曾有大师给我看相，说我克父克母，定然不能让大人和夫人。原来如此啊，那太遗憾了。好，四月，不管你有没有做我的闺女，我都会将你当闺女一般的。这些呀，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你嫁人嫁得早，这算是给你补上的嫁妆。白夫人挥了挥手，就有人抬了好多个箱子进来。夫人，这使不得，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我都说了，这是给你补的嫁妆。你呀，也别总是夫人夫人的叫了，叫我兰姨就好了。兰姨，这真的使不得，太贵重了。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四月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就告诉兰姨，兰姨这儿啊，就是你的家。那四月就谢谢兰姨了。谢什么谢？有啥好客气的？白之舟没说话。虽然这女儿没认成，但四月和白家的关系到底还是不错的。不管怎样，这个闺女她和夫人还是在心里认下了。对了，四月，我之前给你说的看诊的事儿，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呀？他来禹城了吗？来了。城南玉家，让他将这个玉节挂在竹林边上，便可入内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以后想要去看诊的人，只要有这个玉节就可以吗？对，愿意看诊的，我便会给一个玉节，有这个玉节就行了。在白府吃过饭后，4月初带着白夫人送的嫁妆就回自己宅子里去了。相公，你刚刚为什么不再争取一下呢？4月那么好的丫头，做我闺女多好呀。夫人，4月再也不是刚见到的小丫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若我们能早些将这个想法说出来，这或许已经成了呀。重点4月相公他不愿意，你没看见吗？看见了呀。我以前派人查过墨家，看来可能我没查到重要消息啊。墨家是几年前来到禹城的，我本以为他们就和普通农家一样，如今看来这背后恐怕……你是说4月的夫家？4月相公的实力太强大，这次边境之事若不是他力挽狂澜，禹城定然守不住。他实力深厚，保不准是什么身份呢？你这样说来，倒还是我们高攀了。没错，是我们高攀了。这几天禹城动荡，就连金银斋这样的地方都一夜之间就没了。我怀疑这或许……白之舟隐隐觉得禹城的这些事儿都是莫一之的手笔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4月和他相公都是可信之人呐。其他的，咱们就当作不知道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参见殿下。莫家3兄弟吓了一跳，也急忙跟着跪了下去。莫叔，婶子，快起来，不必客气。莫叔，婶子，4月初一脸懵逼。不是爹娘？臭小子，还不赶紧拜见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，快起来。太子殿下，4月初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夫人小心。太子殿下。夫人叫相公。这是在玩角色扮演吗？不是说烈焰的太子早就死了吗？参见太子妃。参见太子妃。爹娘，你们……莫叔，婶子，你们别跪了，吓着他了，还是叫4月就好。规矩不能坏呀。殿下，如今你身上的毒也解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要该传信给侯爷了？外祖父那边我已经传信过去了。侯爷，外祖父。好，那殿下打算何时进京啊？再等等，不急于一时，等一切就绪再回京。殿下英明。殿下，我们到外面守着。月儿，你是太子？我是太子，但是在月儿面前，
我只有一个身份，你的夫君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狗皇帝叫上官景天，以前只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。我外祖父是武安侯，在朝中威望很高，并掌握兵权。上官景天那时有一个心爱的姑娘叫千秋，但他为了皇位娶了我母后，母后是外祖父的独女。外祖父为了母后，自然要帮着上官景天。在我外祖父帮助之下，上官景天坐上皇位，并很快稳固了江山。所以我们在边境见到的是外祖父。对，就是你之前见的。那后来你说有事儿，也是去找外祖父了吗？对，我后来找到了外祖父，并让人送他回北境。狗皇帝将外祖父限制在北境，无诏不得离开半步。但当时边境危险，外祖父顾不得那么多，不得不来帮忙，所以得将外祖父离开北境之事全部抹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后来的事儿呢？上官景天娶了我母后，表面将母后宠上天，还说只要我母后生下皇子就封为太子。可他背地里却早已对我母后下了难以查出的慢性毒药。我靠，卑鄙无耻贱男人！我生下来体质就不好，多种毒药在我体内，也致使我脾气暴躁，喜怒无常。母后也毒发疯癫，被上官景天打入冷宫。狗皇帝他妈的太不要脸了！狗皇帝表面上对我各种纵容，以博取他慈父之名，也为了麻痹外公，朝堂之上对我怨声一片。狗皇帝纳千秋为妃，并生下二皇子上官鸿。上官鸿表面看起来不得宠，可上官景天一直都在为他谋划，为他铲除一切障碍，想让他将来登基称帝。既然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那为何要娶别的女人呀？娶回来了却这样对人家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渣男！我8岁之时遇到了我师父，师父传授我很多。在我师父和外祖父的指点之下，我开始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。我身上的毒虽然去掉一些，但因为种类太多，有几种一直制不出解药，连师父也没办法。你师父是？其实迄今为止，我都不知道我师父到底是谁。那他人呢？师父说有事要离开一阵，后来就再没有回来。哦，外祖父为我操碎了心，狗皇帝不择手段，想要除去外祖父，墨家险些遭受灭门之灾。若当时不是烈焰国威，需要外公征战，狗皇帝早就对他下手了。这个不要脸的狗男人！见我一直活着，上官鸿等不及，趁我不备向我出手。我受伤，因毒发。外公为了护住我，让莫叔和莫婶带着我一路逃亡，最终以假死，躲过追兵，然后就在皇内保住下来。为了不让我暴露，莫叔和婶子找人用特殊手段将我变换容颜，他们自己也变换了。他们一直都没敢和外祖父联系，外祖父只知道我还活着，却不知道我在哪儿。相公，你还有我，有你足矣。既然狗皇帝想要他心爱之人的儿子做皇帝，你在众人眼中又已经死了这么多年，为何他不立他为太子呢？太子不过是他们保护上官鸿的障眼法，谁坐上太子之位，谁就是其他势力的对付对象。朝中这些年斗得厉害，上官鸿渐渐浮出水面，谁也不会想到狗皇帝真正中意的会是上官鸿。这些年皇子们不断的折损，朝中大臣的势力也不断被削。狗皇帝以为如此一来就能为他儿子铲除障碍，可国力日渐衰弱，成了如今这个样子。相公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。狗皇帝如果太强了，那还不好对付呢。如今国库空虚，朝廷又争权夺利的厉害，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直接干掉狗皇帝。夫人这个想法不错。哼，到时候活捉狗皇帝，我要他尝尽这世间的苦楚，受尽所有酷刑。如今内忧外患，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，才能开始行动，否则烈焰大乱，其他三国趁虚而入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相公说的对，一击中地，要让狗皇帝覆灭，并且还要同时防住三国，让他们不敢来犯。相公，这敌人有点多呀，怎么办？没事，别怕。你之前不是不让我知道吗？今天怎么又突然告诉我了？之前很多事情都没处理好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现在都处理好了吗？现在比起以前好。哦，相公，白大人应该能成为我们这边的人吧？白知州可用。那大将军呢？月儿，别担心，大将军是我们的人。你是说？没错，正因为如此，狗皇帝才十分忌惮。他既想铲除外祖父和大将军的势力，却又依靠他们。虽然夺了外祖父的权，也削了大将军，但因为边境之事，还是会有所忌惮。相公，我仿佛看到狗皇帝跪在你面前的样子了。这一天不会太远，他欠我的，欠母后的。
我都会一一讨回来。那必须的，干掉狗皇帝，你就是王。月儿，别生气。我不生气，相公，你要管好你的嘴哦。因为我会随时都亲他呀。相公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善解人意呀？对，我的月儿呢，最善解人意啦。相公，其实我更善解人意哦。这个是我外祖父给你的。外祖父给的。在边境之时，外祖父没想到是我们，若他当时知道。相公，这可真好看。收起来吧，这是外祖父的心意。谢谢外祖父。好了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，咱们先出去。好。四月，老四一定饿了吧？快来准备吃饭了。谢谢娘。只见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式，看起来十分丰富。娘，你们快坐呀。我们刚一直坐着，先站一会儿。这些菜太远了，你们夹不到，我先给你们布菜。都坐着吃饭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好，有凳子为啥都要站着啊？莫忘凡见此，朝王素梅不断的使眼色。相公，你眼睛咋了？不舒服吗？莫忘凡忍不住咳了2声，低下头。王素梅更疑惑了，这是要干甚呢？都喜欢站着。二嫂说的对，都坐呀，站着干啥？都坐。莫家兄弟急忙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，屋子里出奇的安静，大家都看着莫一之。你们都看着老四干啥呀？不吃饭呢？都吃饭吧。众人这才动筷子。王素梅觉得一定是傻老四好了之后就欺负人。老四，你这刚好起来就欺负家里人了？你咋能这样呢？你到底做啥了？大家连饭都不敢吃。相公，是不是老四欺负你了？赶紧闭嘴！四月初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他二嫂也察觉到了气氛不对呀。老四，你没好之前可是全家都宠着你的，啥好吃的用的那都是紧着你。如今你刚好，你就这样对自己家里人，你这成什么样啊？你爹娘哥哥嫂子在你面前被吓成这样，你这是不孝！放肆！莫忘凡心里慌的一批，悄悄瞅了瞅莫一之，那里坐着的可是太子殿下。无妨。弟妹啊，快坐下吃饭。老四，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打你。我可是你二嫂。媳妇儿，走，回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回屋做甚？我还没吃饭呢。老二，坐下吃饭。我是老四。是老四，我这就做。二嫂，快吃饭吧，不然菜都凉了。哼，你们两口子欺负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二嫂啊，再不吃鸡腿儿就要被吃完喽。王素梅见此，急忙夹了一颗鸡腿放在碗里。大家都安静的吃着，谁也没有讲话。常宇、常风，千万不可到你四叔四婶跟前冲撞了他们，明白吗？娘，为什么不能去四叔和四婶跟前？我们还要陪四叔玩呢。刘翠娘摇了摇头，她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四叔现在好了，不需要常宇陪着玩了。四叔是大人呢。哦，反正你俩记住了，不要冲撞了你四叔四婶就好，对他们要恭敬，明白吗？娘，明白了。你们明白就好。就在这时候，莫望尘走进屋里。他爹。他娘，你做得对，常宇、常风记住，对四叔四婶要恭敬啊。爹，我们都知道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老四是太子。什么？没错，老四的确是太子，别怕。小时候爹娘忙，所以我们几个都没在爹娘身边长大。在老四小时候我就见过他，但后来一直没想起来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是最稳重的，娘呢这些年也在着力培养你。老四的身份暂时不能暴露，否则会有危险。不要让老二的家人知道啊！以他那性子，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既然老四是太子，怎么会在我们家？这就是不能暴露他的原因。那些在朝堂之上的事，你不必多问，只要知道老四是太子就行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老四和爹娘自有安排。好，他爹，那4月不就是太子妃？那是自然呢。老四是太子，以老四对4月的在意，太子妃不会有其他人。是，还不止，兴许老四以后也会只有4月一位夫人也说不定。你是说老四不会在纳妃？这只是我的猜测嘛，按照老四的性子，应该是这样啊。至于以后如何，还得看老四的。你说的对，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儿，不插手不该我们管的事儿。
媳妇儿聪明。他爹可都妥当了。殿下打小就聪明，如今更是无人能敌啊！就朝堂之上那帮废物，怎么能及得上殿下半分呢？那是自然，殿下回归之日，就是那帮小人下地狱之时。殿下远比我们知道的强大，运筹帷幄，再过些时日啊，我们应该就能回京了。好，也不知道娘娘过得如何。放心吧，只要殿下回京，就不会再有人敢欺负娘娘了。有四月在，娘娘的毒也不成问题的。你说的对，这些年总算对得起侯爷的托付了。第二天大早，4月初就起来了。四爷，今天起这么早啊？大嫂，你也早。可是昨晚睡得不好。昨晚有些失眠，所以没怎么睡好。那你坐着，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给你做早餐。谢谢大嫂，你都已经把我的胃养刁了，没有大嫂的手艺，我吃饭都不香了。你喜欢吃，大嫂就给你做一辈子饭。大嫂最好了，你喜欢就好。大嫂，我去一下刘二婶家，你先忙着。哎，好。4月呀，你来了，我刚准备做早餐，你来了就在这儿吃吧。4月姐姐，大牛、二牛、小鸭，你们可真早呀。4月姐姐也好早呢。婶子，今天来是想跟你说，我朋友那边传信儿过来，说让我送你去禹城呢。哎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明天早上。好，那我今晚将家里都收拾一下。那他们3个都安排好了，大牛、二牛和小鸭跟我们一起去禹城，然后会有人来接他们。哎，好的好的，以后啊，你们一家4口都会有工钱了。婶子，你就不必再担心什么了。4月初又和刘二婶母子聊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要离去。不行，4月，你就在婶子家里吃饭。婶子，我来的时候相公还没醒，一会儿我没回去，他会着急的。听到这儿，刘二婶这才作罢。4月初走在村里，路上的人纷纷都和他打招呼。4月呀，快来婶子这儿，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婶子，我相公还在家里等我。就在众人围着4月初七嘴八舌的说话的时候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响动。众人回头一看，只见一群羊朝这边冲了过来。哎呀，有羊！这谁家羊啊？好多羊啊！这不是我们村的呀。是啊，这哪儿来的羊啊？这怎么这么多羊啊？就在众人惊讶万分的时候，羊群直接朝着众人走了过来。羊走到4月初身后，顿时就不走了。这些羊竟然不走了，这是哪里来的呀？这一看就是野山羊啊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成群的野山羊。为什么羊会自己跑到村里啊？肯定是因为4月呀！哎，对，你们看啊，羊在4月身后都不走了。哇，羊自己跑进村里来了。羊在4月初面前停了好半天，众人围着羊，满脸的欣喜。过了好久，羊群才离开。哎呀，刚刚那么多羊，为何我们不抓几只养在家里呢？就是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为什么刚才我们没留下羊呢？哎，对呀，这些羊要是圈养起来，以后说不定会生下好多小羊崽呢。各位婶子，大家先忙着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4月，你别走啊，去我家吃饭去。哎，不，应该去我家。那不行，4月得去我家。你们都别和我抢，4月得去我家的。婶子们，大家轻点，你们再拖扯，我都要痛死了。4月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只是想你去家里吃个饭。哦，对，我们没想到会弄疼你的。谢谢婶子们的好意，我就不去吃饭了。我相公现在应该起来了，看不见我他会着急的。好，那你先回去，空了来婶子家里吃饭啊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婶子们。媳妇儿，你又不带我。4月初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他在心里想着，太子殿下，咱能不能不装啊？我去了一趟刘二婶家，见你还没醒，就没喊你。你说过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。可如今知道他是太子，再看他撒娇，怎么就觉得那么诡异呢？媳妇儿，你嫌弃我啊？没有，相公，我怎会丢下你呢？来，乖，咱们回家啊。就在这时候，身后传来阵阵鸣叫声，只见一群五颜六色的锦鸡落在了墨家院子门口。哇塞，好漂亮的锦鸡啊！凤凰，是凤凰呀！啊，凤凰，这不是锦鸡吗？4月，不，这不叫锦鸡，这是凤凰啊，是凤凰。娘，凤凰啊，这是凤凰，太好了！这凤凰飞进咱家，那肯定是说我肚子里的孩儿，那将来就是凤凰啊！嗨，别瞎说呀！什么你肚子里的孩儿啊？相公，
我肚子里的孩儿不也是你的孩儿吗？将来只要咱们孩儿飞上枝头做了凤凰，那咱们全家那不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吗？这时，只见这群锦鸡扑腾着翅膀飞到了四月初跟前。这凤凰怎能落在老四家的跟前儿？四月是我莫家媳妇儿，这怎能做凤凰呢？不行，四月，你可不能做对不起老四的事儿啊！你是老四媳妇儿。四月初大笑了起来。老二家的，你去看看厨房里的火，是不是该添一添了？啊，他还要看凤凰呢。凤凰肯定是要到他跟前的，他肚子里怀的那就是只金凤凰呢，还不快去！王素梅嘟了嘟嘴，一步一回头的朝着厨房走去。莫忘凡不禁抹了抹头上的冷汗，云深家的，是不是有凤凰飞进你家啦？刚刚是有一群彩鸟飞了进来，我还纳闷呢。哎呀，这哪是彩鸟啊，这明明就是凤凰啊！哎呀，对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啊！哎呀，天哪，我第一次见到凤凰啊！凤凰进家门儿，云深家的呀，这是你家要出凤凰啦！哎，可是云深家没有闺女呀！哎，是啊，这云深家没有闺女，这凤凰怎么会飞进他们家呢？哎呀，不，他们家虽然没闺女，可老二家的那不是有身孕了吗？铁定是个金凤凰。对，肯定是个金凤凰。云深家的，恭喜恭喜呀！我家要出金凤凰了。云深家的，恭喜你们家呀要出金凤凰喽！大家都这么觉得吧？我就说我肚子里肯定是个金凤凰。我这么说，我娘还不信呢。凤凰都到你们家了，你家有没闺女？那肯定就是你肚子里的啦。就是，这肚子里啊，肯定是个金疙瘩。莫老二家闺女是凤凰，这可了不得。我们黄泥堡要出一只金凤凰了。对，我们黄泥堡要出金凤凰了，不得了了。哎呀，祖宗保佑啊，我们黄泥堡要有凤凰了。哎呦，大家可真是折煞我们家了。我家老二就是一泥腿子，怎么可能生个闺女是凤凰呢？时间不早了，大家都快回家吃饭吧。云深家的呀，你何必这么谦虚呀？凤凰都飞到你家了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，不会有错的。就是不会有错的，到时候啊，可别忘了请我们喝喜酒啊。我家老四有文化，凤凰飞到家里，那铁定是因为我家老四啊。娘，老四家还这么小，他还都没身孕呢，怎么可能生凤凰？要生凤凰，那也只能是我呀。娘啊，你也太偏心了。那平时事儿都紧着老四就算了，如今这么明显的事儿，你也要推给老四啊？你这不是让我……莫忘凡一脸的无奈，他都要放弃挣扎了，挣扎也没用啊。他媳妇儿总是傻傻的，又藏不住话，老四的身份又不能让他知道。哎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这都是没影的事儿。大家都回吧，啊，都回吧。云深家的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。你别担心，这是好事儿。对，这是好事儿，你别担心。哎呀，我们大家都不会说出去的啊，你放心，大家都会给你保密的，不会让人觊觎的。好，如此啊，就谢谢大家了。今天不过是碰巧凤凰来了。哎呀，我们都懂啊。对，我们都明白。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嘿，好，大家慢走啊。娘，大家伙儿没说错，你为啥老是不信我呀？你少给我惹点麻烦，我就要烧高香了。我哪又惹麻烦了？我啥也没做呀。娘，你说这话那就太……王素梅有些愤愤不平，她婆婆总是爱找她麻烦，莫不成老二不是她亲生的，所以才对她也是这样的态度？四月初打量着这群锦鸡，难道真的是凤凰？想了想，四月初忍不住和这群凤凰沟通了起来。这不沟通还好，一沟通才知道这些东西还真的是凤凰。就在这时，又响起了凤凰的鸣叫声。众人转头，只见一只仿佛刚刚浴火的凤凰出现在院子门口。这莫不成是火凤？这应该就是火凤，我以前听说过，火凤身上通体浴火，不仅如此，火凤还能喷火呢。这难道是……四月初跟火凤交流了一番后，更惊讶的，他们居然都是特意来找他的。只见火凤朝着四月初鸣叫了一声，带着其他彩凤瞬间飞了出去。四月初意念微微一动，所有凤凰就悄无声息地进了空间。
火凤飞走后，4月初这才看清楚，火凤背后还有东西。呀，四婶，那是马吗？这看起来好像是麒麟。麒麟那可是吉祥神兽，主太平长寿，也是传说中才有的，居然出现在了他们墨家。没错，古书上曾有记载，这应该是麒麟，没错了。只见麒麟缓步走到4月初跟前，很快就消失了。4月初微微一愣，这麒麟……只见麒麟已经出现在了他的空间里，这麒麟居然自己就进了他的空间，这麒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在这里呢。是啊，刚刚还在这儿呢，瞬间就不见了。可能麒麟走了吧，毕竟麒麟是传说中的吉祥神兽，岂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。老四说的对，看来这凤凰和麒麟都是来咱们家道贺的呀。对，这是到咱们家道贺来了，大喜呀！娘，我娘之前传信过来，说她不大舒服，我回家去看看她啊。你怀着身孕，回去的路不好走。娘，没事的，我身子可好了，我回去看看我娘就回来。那我送你回去。相公，不用，我自己回就好了，你在家帮忙做事吧。你一个人回娘家，我不放心。没事儿，我就不在家吃早餐了啊，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我回娘家再吃。我送你到娘家，我就回来，你在那里照顾着就好了呀。哦，那好吧。相公啊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是爹娘的亲儿子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因为我觉得在家里的时候，娘对咱们的态度实在是相差太大了。就因为这个？你看娘对老大家的那不都是和颜悦色的，还有娘对老四家的那更是一个宠。你再看咱们家，那娘对咱们家啥时候都在说我。你不要胡思乱想啊！我就是爹娘生的，是亲生儿子。娘说你还不是因为你那张嘴总是乱说话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要你改改你那性子，你就是记不住。以后啊，不要在4月和老四面前乱说话。4月和老四以后都是要做大事的人啊！做啥大事啊？我这肚子里怀的那可是金凤凰，等将来我闺女生出来了，那飞上枝头做凤凰。你得了吧，这个想法打住啊！我莫老二没那个命。咋就没那个命了？咱们家又没闺女，这凤凰都进家门了，麒麟神兽也来了，那还用说吗？那必然是我肚子里的孩儿。这凤凰啊，估计说的就是4月。你看4月来之前，咱们家有那么好的运气吗？啊！可自从4月来了咱们家之后，咱们家运气就好到爆啊！今天的这一切，我估计就是预示着咱们家4月就是凤凰，以后能让咱们家走得更好呢。你知道凤凰是啥吗？那老四一个傻子，4月是老四的媳妇儿，4月咋可能是凤凰呢？王素梅，干啥呀？难道我说错了？王素梅，我说了这一切都与你无关，你还在那儿幻想呢？我莫老二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人，能生个凤凰闺女？别做大梦了！警告过你很多次啊，不该说的别说，不然什么时候惹到不该惹的人都不知道。如果我给你说的你听不进去，哪天要是被休回娘家，你别怪我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在家里少说话多做事，对4月和老四要恭敬，不要在他们面前说类似今天这样的话。不是每一次我都可以保你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这怀着身子呢，小心些，这可是盼了多久才盼来的呀。娘，肚子没事儿。那我有事儿。肚子没事儿那就是好事儿。你有啥事儿啊？进屋再说吧。娘，我有事儿跟你说，大事儿。我婆家今天来了一群凤凰，村里的人都说我肚子里怀的是只金凤凰。什么？你婆家来了一群凤凰？没错。凤凰啊，那可是吉祥物啊。是啊，墨家又没闺女，若真要出凤凰，那不就铁定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吗？可是我婆婆不让我说这些。你婆婆说什么？我婆婆还不就是那样，她哪里会觉得我肚子里会是只金凤凰？凤凰飞进你家也可能是偶然，代表不了什么。你怎么就那么认定你肚子里怀的是金凤凰呀？娘，你这话说的，那凤凰是普通的东西吗？那可是凤凰，那能去一般人家里吗？老大家的没闺女，老四家的没身孕，那除了我肚子里的还有谁啊？哎呦，看把你给能的！今天不仅凤凰飞进我们家了，还来了一只麒麟，那可是吉祥神兽，这不都明摆着呢吗？什么麒麟？那不是传说中才有的吉祥神兽？那当然了，
同一天，凤凰和麒麟都来我家了，这不就说明我肚子里的就是金疙瘩？你家这2天还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啥事儿啊，啥事儿都没发生啊。你再仔细想想，没什么事儿啊。那有没有什么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？有，他们都很奇怪。这老四好起来了，可不知道老四做了什么，全家人都很怕他似的。那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坐，老四没先吃，他们也不吃。你家老四好了？好了，不过傻老四一好就这样对家里人，我还说他了呢。不对呀，娘，啥玩意儿就不对呀？你婆家还说了些什么没？也没说啥呀。婆婆说我给她惹麻烦，相公送我来的时候还让我对老四得恭敬。那老四一个小叔子，我对他恭敬干啥呀？恭敬？我相公今天还发火了呢，说让我管好嘴，别乱说话，要不然什么？不然到时候被休回家，他也保不了我。老二真这样说？我第一次见他这么凶，这中间可能发生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婆婆怎么说，你就怎么做好了。老二说的话，你也要放在心里。既然老二叫你对老四得恭敬，那你就恭敬些，不要去说不该说的话。可凭啥呀？那老四最小，我还是他二嫂呢。娘也不知道为啥，但你婆婆向来都是有分寸的人，她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。你相公也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，说的这些话，他必然是有道理的。你这张嘴呀，娘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让你管住嘴，管住嘴，你就是不听。我想啊，应该是有什么大事儿，但他们都怕你嘴乱说，所以才没告诉你，让你知道啊。大事儿？能有啥大事儿啊？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想其他的事儿，听你婆婆的话就不会错。那我肚子里怀的那可是金凤凰。什么金凤凰？那没影的事儿，你在那块异想天开。你家里的这些事儿，你也不许说出去。娘，你是不是搞错重点了？我来不是跟你说别的事儿，我是说肚子里的孩子。蠢货，说你蠢，你还真把自己当猪啊！墨家这摆明了是有大事发生，你一点不知道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大家对你都不放心。若是放心你，怎会家里的事情不让你知道啊？你从老娘肚子里爬出来的，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老娘还不清楚？那你是不是我娘啊？你总骂我，亏我每次回来都想着要多给你带东西，要不是看你有身孕，老娘就打死你这个蠢东西。莫老二说的话，你自己好好去体会一下。为什么他要说叫你对老四要恭敬？恭敬是什么意思啊？若真的只是哥哥和弟弟的关系，那哥哥需要对弟弟恭敬吗？但他用了恭敬这个词儿，也就相当于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了啊！事情的真相？啥真相啊？他哪儿告诉我事情真相了？真相是什么？真相就是老四不能得罪，对老四有恭敬。这什么狗屁真相啊？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啊？你婆婆是什么人呢？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她能干呢？她在老四面前都不敢做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婆婆会被自己儿子吓着，她不敢做，那自然有不敢做的道理。王素梅实在想不到这有什么道理呀？哎呦，连你公公婆婆都不敢在老四面前坐下，说明老四身份不是一般人。这墨家本就是前几年突然来黄泥堡的，这中间有多少事儿别人都不知道，但你是墨家人，家里发生了什么你是第一时间就能够看到的，能够看到就要动脑去想想这是为什么。啥玩意儿啊？老四身份不是一般人。娘，你咋看出来的？哎呦，我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的眼睛是长哪儿去了？脑子带了没有？你是不是脑子忘了带？你公公婆婆在老四面前都不敢做，这还不足以说明吗？难道老四真的是有身份的人？但他是我公公婆婆的孩子，怎么会？那可不一定。你家老四本就和其他几兄弟不太像，不像爹也不像娘，说不定不是你婆婆的儿子也不一定呢。啥玩意儿？老四不是我婆婆儿子，那他凭啥处处受宠啊？那不是我婆婆的儿子，那家里的一切就不属于他呀。不行，回去我就得问问，要是老四真不是我婆婆的儿子，那家里的东西那就不能分给他。王素梅呀，你行行好吧，带着脑子活可好啊。
若老四不是你婆婆的儿子，你婆婆对他如此宠爱，在他面前都不敢坐下，老二也叫你对老四恭敬，那就只能说明老四的身份高于你公公婆婆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意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。哎呀，现在老四好了，你公公婆婆自然是要对他恭敬的。听完李氏的话，王素梅有些似信非信，她怎么就觉得那么不可思议呢？有些事情你不必都知道，那老二既然这样说了，你就照着老二说的做就是。他是你相公，他会害你吗？更何况你现在还有身孕，还怀着墨家的血脉。我相公当然不会害我了。既然知道他不会害你，那你为什么不照着他说的做？我就是觉得，我觉得你不要你觉得有什么用啊？你什么都不懂，还在那儿自以为是的你觉得。你要多听你婆婆的话，多听老二的话，这很明显是老二在暗中提示你呢，都这么直白了你还不做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四之前给4月花了600两银子买了一只发簪。600两买一只发簪？没错，傻老四直接掏出来1000两的银票。娘，你看，这是老四之前给我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金子，你应该没见过吧？给，这金子给你了。这是老四给你的？没错，当时我叫4月给婆婆说，让老二去修水渠，结果老四就给了我金子。闺女呀，这老四的身份一定不一般。就算你公公婆婆再宠老四，能随手就给他1000两银票吗？1000两，那是多少钱呢？老四随手给你就是一锭金子，这是一般人能拿得出来的吗？咱们村里的人，多少人一辈子都没见过。王素梅觉得他娘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所以你要记住了，听老二的话，对老四要恭敬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免得被自己蠢死。还有金凤凰的事儿也不要再提了，就算真的有凤凰出现，那也跟你没关系。如今你有身孕，你婆婆啥事都不让你干，你看村里谁有这个待遇啊？娘教你了几百遍的道理，你总是记不住。管好你自己的嘴，多帮着做事，对老四恭敬些，说不定以后你们家呀就要靠着老四飞黄腾达了。真的吗，娘？我想应该是这样的。你多向老大家的学学，人家多稳重，在你婆家地位多高啊。老大家的就喜欢装模作样，遇见啥事儿也不见反抗一声，有什么好的？反抗？他需要反抗什么？你公公婆婆对媳妇儿不好，还是男人对她不好？公公婆婆那都偏着她呗，老大对她也挺好的。既然公公婆婆还有男人对她都好，她要反抗什么？有什么值得她去反抗？她日子过得不好吗？王素梅觉得她就不能和她娘聊这些。我刚给你说了那么多，你记住了没有啊？哎呀，痛，哪有你这样当娘的？我可是还怀着身孕呢。要不是看着你怀有身孕，老娘早就棍棒伺候了。我回去了。你若再这样蠢下去，老娘就一棍子敲死你，省得到时候连累老娘跟你一起死。娘，不要再蠢了，在家仔细观察，多动脑，少说话。墨家人对老四什么态度，你就要对老四什么态度，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别有口头说知道了，脑子却跟不上啊。知道了。出门带着脑袋，带着脑袋。还有，你家里这些事儿，出去任何人都不要说，管好你自己，那就是你最大的福气了。说老四身份真不一般，他定然不会亏待你的。娘，我知道了。王素梅，老娘给你讲的话，你每一个字都要记在心里。你要是作死，好好的日子被墨家修回来，我就一棍子敲死你。好了，你莫再揪耳朵了，都晓得了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你送。李氏转身从屋里拿出一双精巧的布鞋，又带了些糕点。走吧。娘，你啥时候做的布鞋呀？你这明显就短了，我咋穿呢？谁告诉你这是给你穿的？不是给我的，那你给谁做的？给老四家的。啥玩意儿？你给老四家做这么漂亮鞋，那你居然不给我做？愚蠢，眼皮子浅的东西！老娘这是为了谁呀？王素梅瞬间闭嘴了。素梅她娘啊，不是身子不大舒服吗？怎么还送她回来？让老二去接就好了。没啥大事儿，都已经好了。这闺女瞎担心，我没事儿。
没事就好，快进屋来坐。哎，你看你人来就好了，咋的还每次来都带着礼呢？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就是一点的心意。婶子来了。素梅怀着身孕，我不太放心让她一个人回来。4月呀，婶子给你做了双布鞋，你来试试看，喜不喜欢？4月初看着李氏手上的布鞋，好精致啊！二嫂她娘真的是很能干。来，4月，你试试看合脚不？婶子做的鞋子真漂亮。婶子没什么本事，是个粗人，只会点的这些，你可别嫌弃啊。婶子言重了，像婶子这么能干的人，10里8乡也找不出几个来。哎呦，4月呀，你这小嘴儿太甜了，快试试看。好。4月初拿着鞋子走进屋里去了。片刻后，4月初穿着李氏做的鞋子走出来。婶子做的鞋子真好穿，特别合脚，而且非常的舒服。你喜欢就好。谢谢婶子。都是一家人，客气啥呀？那我就不跟婶子客气了。我也给老4做了一双，但还差一点才能好，等做好了我再送过来。辛苦婶子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4月初又和李氏聊了一会儿，这才和莫一之上楼。闺女呀，晚上吃饭你可看出来什么了？看出来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多看吗？我看了呀，我还是一直盯着老4看的呢。那你看出什么了？老4不傻了。刚才吃饭的时候娘一直在观察，老4不动筷子，其他人都不会动筷子，桌子上的主菜都放在老4跟前的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你还蠢。老4浑身散发出来的那是一种尊贵的气息，和以前明显不一样了，这是由内而发。虽然我不知道老4是什么身份，但我可以肯定，老4是你得罪不起的人。老4身份尊贵，全家人都恭敬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看到老4和老4家的也得恭恭敬敬的，他们不说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管对4月和老4好就成了。知道了。闺女呀，你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不将娘的话当回事儿了。你别忘了你是怎么才嫁进莫家来的，既然你嫁到莫家了，那你就是莫家的人，你管好自己，他们也不会对你怎样，娘的眼光绝对不会错。老4应该是莫家的主子。啥玩意儿？老4是主子？你看你公公婆婆的态度就知道了。所以你以后时刻记住，老4是主子，你要恭敬。那我不是变成下人了？哎呀，你蠢啊！就算真的是下人，莫家也不会是一般的下人。你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以后在家里，你必须将老4和4月当做主子看待，这样你才不会犯错。我知道了。王素梅只觉得信息量有点大，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，但她娘说的肯定不会有错，你可千万要记住了啊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都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做得罪老4的事儿的。不仅仅不能得罪老4，你要管好你的嘴，不要随便乱说话。我知道了。你学学老大家的，沉稳一点，到时候你婆家人会对你刮目相看的。老大家的就是阴险，明知道老4的身份也不告诉我，自己暗暗对老4好，想独自讨得老4的喜欢，这实在是太阴险了。你这个嘴，谁敢告诉你点重要的事儿？你记住了，莫家的任何事儿在外面都不要去说，省得给自己找麻烦。知道了。第二天大早，王素梅从自己箱底儿拿出好几匹布，她最先去了叶文竹的房间。娘，我这有2匹布，给你和爹做衣服正好合适。出啥事儿了？没出啥事儿啊。咋了娘？我还问你怎么了呢？你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？娘，没有，我哪敢呢？只是看娘好久都没做新衣服了，我如今有身孕也用不上，你拿去做衣服正好。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吧。娘，我没事儿。娘，我先出去了啊。他吃错药了。这孝敬你还不好啊？老二家的什么性子我还不知道吗？哪怕是一根针，他也恨不得要抓在自己手里的。人总会变的。估摸着是昨天他娘给他说了什么吧？难不成他娘知道了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家里的事老二家的都不知道，他娘去哪里知道啊？那倒也是，我叮嘱过老二，绝对不能让他媳妇知道这些事儿的。大嫂，做饭呢？哎呀，老二家的，你今儿个咋起这么早啊？之前那阵儿一直不舒服，这几天好多了，就起得早些。没事儿，饭还没好，你去多睡会儿。大嫂，
我这有2匹布，你收着，给长雨和长风做几件衣裳。他听到了什么？老二家的说要给他布，这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吧？老二家的不会干了啥对不起家里的事儿吧？老二家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有啥事儿啊？你没事儿，你怎么？哼，不识好歹，拿布让你给那2个小子做衣服，你居然还怀疑我？没呀，我没那个意思。你拿着。4月呀，你缺啥不？啊？你缺啥？二嫂拿给你啊？我有身孕这段时间，得亏了有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要吐成啥样了。我娘说了，让我对你好点。二嫂，我啥都不缺，你不用想着给我什么。那可不行，大嫂我都给了，我不能偏心。你给大嫂啥了？2匹布啊。二嫂真大方呀。你和老4缺啥就和二嫂说啊，二嫂都拿给你。二嫂你自己留着吧，我和相公啥都不缺的。那二嫂拿些零嘴给你吧，你和老4没事的时候就吃点。黄素梅说着转身走进自己屋里。娘，今天我和相公要去一下雨城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送刘二婶去雨城。刘二婶去雨城做甚呢？有个朋友托我给他找个可靠的人管宅子。4月，你朋友缺人管宅子呀？那你看二嫂咋样啊？我啥都会，肯定打理的比刘二好。你确定你能打理的比刘二婶好？4月，你看我是你嫂子，咱是自家人对吧？这管宅子这样式的事儿，那肯定得交给自家人合适啊。二嫂，你有孕在身，怕是不方便。方便，我方便的很呢。我没事儿，我能干活的。我认为可以接王家婶子来多住几天。老4，那啥，二嫂刚才开玩笑呢。你们赶紧吃饭了，早去吧啊，不然天色该晚了。二嫂一会儿去给你们拿点蜜饯，路上吃啊。吃过早饭后，4月初准备好马车，就到了刘二婶家门口。婶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快上车吧。好。很快4月初就进城了。马车来到宅子外。哇，哥哥，这宅子好漂亮。是很不错。以后我也要给娘买一个这样的宅子。好，大家先进去吧。婶子，这里是玉面神医的住所，他一般都不在家，偶尔才会回来，所以他不在的时候就要靠你打理好宅子了。我明白了，只是4月呀，我要做些什么呢？也就是将宅子打扫这些，没什么特别的事儿。那若是有人来看诊怎么办呢？玉面神医性子古怪，一般的人他也不会给人看，所以你不必担心问诊的人。若是需要看诊，他会来的。还有啊，这宅子外面都设有阵法，一般人也闯不进来。阵法？没错。好，我明白了。4月初将宅子里里外外都给刘二婶介绍了一个遍，该注意的地方也都告诉她了。婶子，你半年的工钱，玉面神医已经放在了这个柜子里，你收好。我这才刚来，还没做事呢，怎么能拿这么多钱呢？没关系啊，工钱反正都是要给你的。这太多了，不行。婶子，若是觉得工钱还不错，那就帮着我朋友好好的打理着宅子吧。4月，你放心，婶子一定会将宅子打理好的。我相信婶子。在想什么？相公，我在想我体内毒的事儿。陈老伯说我体内的毒少了很多，我在想是不是我体内的毒完全消失后，我会比现在更美呢？夫人，我申请行使丈夫的权利。丈夫的权利？让我想想，我好像也没说不准你行使丈夫的权利吧。莫一直看着4月初，他当然没说过，只是他想在一个有意义的时间里。月儿，你先去白之洲那里，安卫那边有点紧急情况。好。这烟火应该是紧急信号吧？他从来没见他相公这么着急过。想了想，4月初转头朝着白之洲家里走去。4月初走着走着，突然觉得身后有人跟着。4月初回头看了看，却没看见人。又走了几步，4月初确定暗中有人跟着他，想追他没那么容易。他进空间看能拿他如何，见他要追的人瞬间消失了，愣了一下，这烈焰竟有能在他叶河面前逃跑的人。来人正是九银龙家的主人叶河。叶河围着林子转了很多圈，却依然没有发现4月初的踪迹。过了片刻，
叶和飞身离去。见叶和离去，过了好久，4月初才换了套衣服，贴上面具，戴上面纱，从空间里走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原本早已离开的叶和又出现了，落在4月初几步远的地方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小丫头，跑得还挺快啊，居然还会隐匿，这么快就换了一身行头，看来有点本事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追杀我？你不必知道。想杀我，那也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4大国还没有我叶和杀不到的人。叶和，你谁啊？既然你想要做个明白鬼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乃龙吟九霄的主人，叶和。切，胆小鬼，有什么得意的？就算你是龙吟九霄的主人又怎样？不仍旧是一个见不得光的黑衣人？闻言，叶和双手一震，身上的黑衣片片碎落。你已经是个明白鬼了，安心受死吧。4月初待在空间里头，也不急着出来。这会儿出去又会碰见那个魔头也不一定。想了想，4月初跑到桃花秋千上，靠着睡了起来。那就耗呗，看谁耗得过谁。他在里头有吃有喝有睡的。4月初一觉醒来，朝外面瞅了瞅，没人，这才伸了个懒腰，从桃花秋千上跳了下来。小金，4月初话还没说完，只见叶和又出现了。我操！小金，快跑！这货怎么这么有耐心呢？守他这么久。叶和看见4月初突然又出现，证实了他心里的猜想。他就知道，这姑娘虽然会隐匿法，但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地方。4月初想起他相公以前给过他的信号弹，于是朝着空中放出了信号弹。相公，快来救命啊！你媳妇被人追杀了！叶和迅速上前，只见一个巨大的光圈落在4月初周围，小金怎么也飞不出这个光圈。小姑娘，还跑吗？臭不要脸的！你这一把年纪的老头子，居然追着一个小姑娘不放，你要点脸呀！别想拖延时间，你没有机会了，你等不到救援了。我和你无冤无仇的，你堂堂龙吟九霄的老大，何至于追着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不放？要怪，就怪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哼，堂堂龙吟九霄的老大也不过如此，为几两碎银子折腰。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，找死！莫一之伸手挥去4月初周围的光圈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相公，我没事。这个人是龙吟九霄的杀手头子叶和，他追着要杀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保护好主母。是，主子。其他跟来的人瞬间围在4月初身边。4月初抬眸一看，这些黑衣人身上的月纹，我靠，这不是月影吗？等等，他们刚说的是主子？难道他相公是月影的主子？你们都是月影的人？是，主母。我相公是你们主子？是。说，你是不是之前在我家要杀我的那个人？主母，一切都是误会，月衣知错。月衣？是，属下月衣。你是暗衣？不是，暗衣负责产业，属下负责月影的事务。那你们之前为什么会和龙吟九霄的人打起来？龙吟的主人一直在查主母和主子，想对主子和主母下手，月衣自然不会放过他们。龙吟的人想杀我们？是。为什么？暂时还不清楚。龙吟换了很多波人，都被属下杀回去了。所以其实他身边的风平浪静并不是真正的风平浪静。月衣，去帮你主子。对于叶和这种人，就不必讲什么江湖道义。这个毒粉你拿着，直接弄死他。月衣接过4月初手里的毒粉，犹豫了一下。别犹豫了，你们快去啊！我不需要保护，赶紧帮你们主子打架去。是，主母。月衣，一定要用这毒粉。主母，属下明白。4月初看着叶和，扬起嘴角笑了起来。只要叶和中了他研制的毒，无人能解。月衣不再犹豫，拿着毒粉加入战斗。你们也去，速战速决。是，主母。堂堂月影，居然这么多人一起上，传出去也不怕被笑掉大牙。打的就是你。江湖上都传言，月影与我龙吟九霄齐名，如今看来，也不过如此啊。堂堂龙吟九霄的主子追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，叶公子这脸皮估计可以比你禹城城墙了。叶和节节败退，月影的实力确实不俗。月衣的毒粉成功洒在叶和身上，叶和急忙闭气，却仍旧吸入不少。
叶和抬头看着上方坐在金雕上的四月初，知道今天是拿他没办法了。莫一之一剑刺在叶和胸口，叶和从怀里不知道放出了什么东西，快闪开！众人急忙避让。就在众人避让这一瞬间，叶和落在地上，瞬间就消失了，只留下一滩血迹在地上。追！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莫一之蹲在地上，看着地上的土，这土有被动过的痕迹，难不成他遁地了？主上，6里之外发现血迹，走。哦，就是这里。莫一之一看，果然是刚出现的血迹。莫一之又细细地看了看周围的土，果然和那边一样，有异样。主上，我已经派人去追了。他跑不了，他就算跑了，他身上的毒除了我没人有解药，他就算找其他人解毒，也最多只能吊着让他不死，但他和死人没什么区别了。主母威武。御医，这里交给你。是，主上。你是月影的主子？那你不早说。月影是杀手组织，我知道啊。你不会觉得什么？没事。你是想问我杀手冷血是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月儿，我其实当初也是为了生存。相公，你不必解释，我都明白。你不怕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不管你是谁，你在我面前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我相公啊。龙吟九霄确实难对付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和丞相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丞相府？龙吟九霄不就是丞相府请来的吗？看起来似乎并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，若只是简单的，想必要请动叶和没太大可能。你是说他们之间还有别的关系？目前还在查。龙吟九霄在情报这方面这几年比月影要好，我这几年……相公，没事儿，咱慢慢来。不就是一个龙吟九霄吗？如今叶和身中剧毒，群龙无首的龙吟九霄，我倒想看看他们还怎样和月影比。夫人威武。关于我身世的事儿可有眉目？丞相有2位夫人，先夫人苏美娘生下3子1女，3个儿子都不凡，小女儿嫁给了上官红。后来续弦娶的夫人也生下1儿1女，和先夫人的3子1女关系虽然算不上亲密，但也还算融洽。在这些孩子当中，其他人与你年龄都对不上，只有先夫人的小女儿和你年龄差不多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很有可能这个小女儿的身份就和我……这个小女儿长相与丞相酷似。那有没有可能，其实先夫人当初生的是2个，却丢掉了1个？否则，不然丞相府的人为何会不惜一切来灭口呢？我觉得这个续弦的夫人很有问题。若她是为了家产，那她要对付的应该是先夫人的3个儿子，而不是对付1个女儿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这续弦是什么时候嫁入丞相府的？丞相夫人去世几年后。那丞相夫人是因何去世？生小女儿的时候难产而亡，最后只留下了孩子。这丞相续弦的夫人是何来头？是京城一官宦人家的义女。说不定这丞相或许早就和这个续弦夫人勾搭在一起了，而那个所谓的小女儿或许真的是丞相的女儿，但不一定是先夫人的女儿。否则我和这个续弦夫人无冤无仇的，她怎么会抓着我不放呢？丞相身边除了龙吟九霄，还有一股不明势力，所以我们的人很难插进去，这些线索也几乎都被抹去，需要些时间。肯定是和这个续弦夫人有关，我们不如换个思路来试试，或许会有新的收获呢。夫人聪明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。月儿，不必担心，应该快了。我不担心，这没什么呀。事情的真相估摸着就是丞相是个渣男，背着自己夫人和小三好上了。小三为了上位，所以设法弄死了夫人，再把自己的女儿寄放在夫人名下，夫人的女儿顺手掐死就得了。交给相公就好了。你今天那时候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龙吟九霄找上门，月影损失有点重。结果如何？有你相公在，自然没意外。等雨城这边安排好，我们就回京。好。4月初第一次以玉面神医的身份回宅子，莫已之则去处理月影的事务去了。很快，白夫人和她嫂子何新英就出现在了门外。2位夫人好，请问2位夫人可有预约？有预约的，你看在这儿。2位夫人里面请。玉面神医可在？在的，2位里边请。好，拜见玉面神医。夫人既是白夫人的嫂子，就不必客气了。谢谢神医大人。2位夫人请坐。4月初伸手为何新英诊脉。何新英紧张地看着4月初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
很快，4月初就摸清楚何心英的症状了。夫人生老大的时候，身体是否受损？哎，是的。夫人的这个情况，主要还是因为之前生产的时候伤了身，所以现在很难再怀上。神医大人，我这病可有的治？小问题。闻言，何心英瞬间惊喜，这真的是小问题吗？生产时造成的伤害需要时间来修复。另外，若你想有身孕，那就必须要听我的。哎，好，听你的，一定听你的。4月初转身走进屋，从空间里配了好几副中药，又拿出搭配吃的药丸，整理成一份一份的拿给何心英。这是调理的药，按时间服。除此之外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再想有身孕的事儿了。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开开心心的、轻轻松松的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放松你现在的焦虑，让你的状态平和下来，这样你才有怀孕的可能。嫂子，你就听神医的话，好好放松心情。府里的那些事儿啊，你就交给其他人去做，你轻松轻松。有神医给你的药调理，我相信很快你就能有身孕了。我明白了，府里的事儿我会交给其他人去做的。看着完以后，4月初又和何心英聊了很多，差不多就是做了一个心理疏导吧。渐渐的，何心英是真正的放松了下来。神医大人，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，若他日真的怀上了，必定上门重谢。夫人来之前，想必就已经知道我这里的规矩了吧？是，我知道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还请神医大人收下。若要以银子来论医术，我想夫人今天要付的恐怕不止50两。神医大人，是我唐突了，您别介怀。夫人不必放在心上，依照规矩来就行了。不收诊金，贵府欠我一个条件，若将来有需要，我会来讨要的。是，我明白。行，既然夫人明白，那便就这样吧。是，神医大人以后若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。那我就不多留二位了。神医大人，那我们告辞了。玉面神医，你给我滚出来！4月初微微一愣，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？何心英险些晕倒。这不是她闺女吗？白夫人也蹙起了眉头，这蓝嫣然太不成体统了，居然闹到了4月门口来。神医大人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我……门外的是你闺女？是。德二婶儿，你去引她进来。是。你是哪门的狗屁神医，在雨城装模作样？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拆了你这破宅子？蓝嫣然，不得无礼！哼，娘，姑姑，这人就是个江湖术士，骗人的，不要信他，他就是为了咱们家银子。你给我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他和以前那些骗子都一样，他就是为了银子。我们家不需要他看诊。娘，你跟我走！你竟然打我！我就是这样教导你的吗？粗鄙无礼！你有我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还想着要有身孕啊？以前你每一次都找给我看病的大夫闹，今天还这般无礼。蓝嫣然，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4月初可算听明白了，感情是这大小姐不想要她娘再怀孕。你竟然为一个骗子打我，你还是不是我娘？蓝夫人若是没有这样的女儿，恐怕要轻松不少。女儿可以再有，这里岂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这个……只见一团火瞬间喷到她衣服上。4月初低头一看，只见麒麟变换了一个模样，正愤怒地盯着蓝嫣然。这神医，4月初朝白夫人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。白夫人没再说什么。4月初暗暗朝着麒麟吩咐，要他给蓝嫣然一点颜色看看，却不要真的伤了她。嫂子，这丫头谁都不放在眼里，就让她吃吃亏。知道这世上多了去都是她得罪不起的，可你放心吧，玉面神医有分寸。你看见了吗？没你爹娘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娘，你救我呀！你自己犯的错，自己承担后果。娘，我错了，娘，快救我！白夫人看了看4月初，4月初朝着麒麟挥了挥手，麒麟退回来，蓝嫣然身上的火瞬间消失了。蓝嫣然心有余悸地站起来，见自己身上完好无损，惊喜地张了张嘴，还不快给神医大人道歉！玉面神医，对不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与我计较。就在4月初准备说话的时候，麒麟蓦地朝着蓝嫣然一口火喷了过去。蓝嫣然吓得往后滚去。4月初见此，也微微有些惊讶，急忙看向麒麟。原来蓝嫣然虽然嘴上道歉，可心底却依然记恨着他。蓝小姐若不是真心想要道歉，我想也没有这个道歉的必要了。
我家大林可不是你表面功夫就能够蒙蔽的，你这种愚蠢的行为只会给你自己带来灾难。何新英微微叹口气，他真的把蓝嫣然宠坏了。这些年因为只有这一个闺女，所以全家什么都依着她。如今看来是他们全家害了她呀。我错了，神医大人，求你放了我。蓝小姐的话恐怕是不会再有人相信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女儿再也不敢了。娘，你救救我吧。蓝嫣然，我蓝家满门都是信守承诺的人，却没想到你……姑姑，嫣然知错了，嫣然一定会改的，求求我吧，姑姑。蓝嫣然，好好悔过吧。若你诚心悔过，我相信神医大人自然是知道的。我错了，饶了我吧。过了好片刻，四月初才朝着麒麟开口。麒麟转身回到四月初边上，蓝嫣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蓝嫣然走到四月初跟前，诚恳地道了歉，然后拉着何新英催促他赶紧走。太可怕了，这神医简直不是人。不知不觉，时间很快就过了2个多月。这天，宅子外面来了一辆特别豪华的马车，叫玉面神医来见我家主子。请问有预约吗？预约？预什么约呀？你可知道我家主子是什么人吗？不知道。我家主子的身份说出来恐怕要吓死你。既然没预约，那就请回吧。大胆，竟敢对我家主子无礼！刘二婶没理会他。这时候麒麟瞬间跳起来，一团火喷在小厮头上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妄想闯我家神医宅子的人，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刘二婶说完，直接走进屋了。你是怎么办事的？爷，我搞砸了。废，滚开！愚蠢！谁让你来闯玉面神医的宅子的？我滚回去！我不是。若能请到玉面神医主自救，玉面神医宅子我们来了多少次了？你见哪次成功了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踏平他宅子，看他敢不敢给主子医治。蠢货！若玉面神医的宅子那么好踏平，何至于那么多闯阵之人都命丧于此？可主子怎么办呢？我再想想办法。叶公子可真是锲而不舍呀！哎，抱歉，是我的人不懂事，打扰了神医公子了。你回吧。神医公子，我龙吟九霄可是得罪过神医大人，为何大人就是不肯医治我家主子？这天下确实没有我玉面不能医治的病，你家主子的病，我自然也是能医的，但我没心情给你家主子看病，多说无益。神医大人，医者仁心，还请您。医者仁心？你一个杀手组织，居然和我说仁心，是不是有些可笑啊？我们龙吟九霄虽然是杀手组织，可我们……莫非你想给我说，你们没杀过不该杀的人？离我宅子远点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，否则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你也不用想着倾尽全力来剿灭我这个小小的宅子，没用。你来多少人，我收多少人。听着四月初这嚣张的语气，叶青一时间竟无话可说。他实在想不起来哪里得罪了这个玉面神医。哥，这太嚣张了，咱们可是……小五，不得胡说。哥，为什么要怕他呀？玉面神医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他背后还有其他势力。我们的情报组织查了那么久，都没查到关于他的信息。你认为他会是一个简单的人吗？我们可是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。主上这次受伤，我们什么都没查到。主上一直昏迷不醒，就足以证明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怎样就可以怎样的。可没什么可，此时不可随意招惹别人。月影知道主子受伤，已经咬着我们不放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叶青收到龙吟的传信。叶青打开一看，眉头微微蹙起。哥，怎么了？大小姐来了。大小姐？没错，赶紧走。看着几人匆忙离开的神情，四月初从空间里唤出一群小虫子，去跟着他们。四月初刚从宅子走出来不久，就遇见莫已之。相公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忙完。你最近在整什么呢？总是神神秘秘的。打造兵器。打造兵器？如今我们手上兵器太少，到时候要面临的还有其他3国的军队。怪不得你最近这么忙。上次在金钱山，你捡到的石头其实是铁矿。铁矿？那块铁矿冶炼出来可以做武器。所以，其实金钱山的老虎是你们赶出来的？也不是我们赶出来的。
当时人多，所以老虎自己就跑出来了。那问你还不说，搞得这般神神秘秘的。那时候我身上有毒，不是还没解吗？有些事你不知道也好，起码保证你的安全，不是吗？我就不知道我哪里安全了，你自己看看，有多少人追杀我来着？没事，以后不会了。那倒是，叶河半死不活了，我想我应该没有敌人了。只是叶河这个敌人也来得有些莫名其妙。没了叶河的龙吟实力大减，如今龙吟在禹城的所有产业都被我们吞没。只是龙吟九霄做事一向很隐秘，其他地方我们暂时还没有攻进去。不过月影一直在追查龙吟九霄不放，时间久了，他们自然就会暴露出马脚。相公聪明。月儿，眼下还有一件事。相公怎么了？禹城周边好几个城生了瘟疫。瘟疫？没错，除了禹城和雁城，已经好多地方感染瘟疫了。朝廷的防疫工作呢？等朝廷，恐怕这几座城要变成死城了。相公，你是太子，若这些城知道是太子救了他们，以后对你们也更有利吧？没那么简单，若此时太子身份传出去，就做不到攻其不备，到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就太多了。那就以玉面神医的身份，左不过这些人都要欠下我的情，到时候媳妇儿，耽搁不得，我们得马上走。好，相公，等一下，瘟疫等不得，可咱们这一去，估摸着要好久时间。禹城这边同样等不得，错过了下种时间，今年或许就没有收成了。我得先去找一趟白知州。好，两人迅速来到白知州府上。四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白大人，周边城里发生瘟疫的事情，你可收到了？收到了。大人，务必要做好禹城的防御工作，城外也要守好了。我明白。大人心里有数就好。另外，我和我相公也要过去，所以在种植上可能就帮不上大人了。你们俩要去？没错，疫情形势严峻，朝廷离得又远，若等朝廷下来，那恐怕……可是就你们2个人也无济于事啊。这样，我召集禹城所有的大夫跟你们一起去。好，那就辛苦大人了。白知州立马出去吩咐人，让他们将禹城所有的大夫都召集起来。大人，眼下禹城最重要的是要将稻子都种起来。我明白，只是我们一直有些担忧，此时再种稻子会不会有些晚？大人不必担心，你只管让人将秧苗插下去，再好好培育即可。今年的稻种是我拿来的，本就比禹城以前的稻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，今年一定会是个丰收年。我知道，只是怕往后这天气。大人，以你的经验，你觉得今年还会有低温天气吗？大旱这么久，一时半会儿恐怕不会有啊。对啊，秧苗都已经长好了，就等移植，算算时间，一切都来得及的。好。大人，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好像是帮了你不少忙吧？那是的，若禹城没有你帮忙，恐怕也像其他城一样了。不仅仅是如此吧？是，绝对不仅如此。禹城遭受朝廷和各个城的觊觎，若不是你从中周旋，禹城很难活下去啊。大人心里有杆秤就好，朝廷可不止一次派人来了，而我也相信，其他城越乱，大人承受来自朝廷的压力就会越重。等这次的消息传回朝廷，恐怕过不了2个月，大人就要收到被押解进京的命令了。白知州微微叹了一口气，他何尝不知道啊？大人不必叹气，既然以前我能够帮你，以后自然也能够帮你。只是大人可要记得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好。4月，你该不会是要造反吧？大人说笑了，我们都是良民，何来造反一说？4月，你俩放心，不管你俩要做什么，禹城都会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。不管你们图的是什么，我和禹城都会站在你们身后支持。大人心里有数就好。不行，你俩可不能干这样的事儿啊！师出无名，你们若是就这样反了，整个烈焰都会攻击你们的，到时候只有禹城也未必就能和他们抗衡啊！师出无名，若是太子呢？太子？不行，你俩绝对不能冒充太子殿下呀！冒充？大人，谁告诉你我们要冒充太子殿下了？你俩想用太子的名义造反，这还不是冒充太子殿下呀？我们没说要冒充太子啊！你俩都是好孩子，心里时刻都想着百姓。烈焰遭受这么大的灾难，你们也在尽自己所能帮助民众。我不想你们有任何闪失啊，所以你们千万别做傻事啊！我是已经一把年纪之人，就算朝廷真的，我也活不了这几十年。跟你们不一样啊，你们还是个孩子，怎么这样就断送自己的性命啊？听我一句劝，
不要再想那些。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安排好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。到时候，就算是我出事，你们也不会受苦。安排我们？你自己都自身难保，你还能如何安排我们？白执州这话说，我觉得有些可笑。白执州的脸微微有些尴尬，这臭小子就不能不揭他的底儿吗？我劝白大人不要妄想，朝廷里的人是怎样的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只要你被抓走，整个雨城都将会陷入一片混乱，你之前所做的所有事都会毁于一旦，雨城又将重新重复曾经的灾难，而你们白家一个都逃不掉，更别说安排好我们。白执州，看看这个。白执州接过玉佩一看，顿时踉跄的后退了几步。一直，你怎么会有太子殿下的玉佩？那你看看我是谁？莫一之伸手，一团茉莉色的光出现在他掌心。只见他手掌面向脸，缓缓地滑动着。片刻后，一张愈发俊朗的脸出现在了白执州面前。太子殿下，起来吧。您真的是太子殿下？如假包换。闻言，白执州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莫一之就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就是莫一之。大人，快起来吧！不知者不罪，白执州请起。不，下官有罪，还请太子殿下惩罚。不知者不罪，以前的事本宫就不再追究，白执州不必惶恐。是，谢过太子殿下。白执州颤颤巍巍地站起来。莫一之就是太子殿下，他就是武安侯的外孙呐。莫，那不就是武安侯的姓吗？莫一之殿下，你现在身份万万不可暴露啊，否则朝堂上那几位一定不会放过你啊。这好不容易把太子斗倒了，如今太子又死而复生，那几个肯定会团结一致的来对付您呐。白执州知道就好。太子殿下，请您放心，下官一定会保护好您，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您的身份。目前最紧要的就是雨城的民生，以后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烈焰，还有三国。我希望雨城能够成为烈焰的粮仓，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后盾。殿下放心，下官一定会完成任务。如今天气尚可，又有水源，可以尝试将其他作物种下去，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先试试红薯吧，红薯若能有收获，产量会很高。至于红薯苗，太子妃也已经为你备好，其他的就看你了。是，下官明白。太子妃，果然在太子眼里只有一个太子妃的。大人，四月怎么了？太子妃恕罪，下官。好了，白大人，别再纠结称谓了，还是叫我四月就好，世间不等人呐。是，您说的对。白执州，你知晓这件事，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。下官明白。既然明白，就不要露出马脚，以免被有心人利用。是，殿下教训的是。处理好雨城之事，我准备带着四月回京。回京之后，很多事情雨城就显得至关重要。你如今在朝堂之上的地位，你自己也是清楚。朝堂是什么样的，你也是清楚的。本宫不会亏待于你，做好你该做之事就好。但凭殿下吩咐，下官一定万死莫辞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段时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好雨城种植。我和四月去处理其他各城瘟疫。殿下，这万万不可呀！这疫情，殿下，你万万不可冒险啊！还是在雨城坐镇种植之事吧，我带人去防疫。有四月在，不会有事。你去，你也不懂这些，你只要将雨城种植之事做好。可大人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殿下不会有事的。好，那殿下务必要注意安全才好啊。大人放心吧。禀大人，全城的大夫都已经请来了，就在院中候着呀。好，殿下，大夫都到了。去吧。诸位，云城、蓝城、开元、太平这4城疫情告急。这4城离我们都不远，朝廷可能还没收到消息。若我们坐视不理，这恐怕4城之人将会纷纷往外逃跑啊！到时候疫情就会扩散到雨城啊！今天我收到玉面神医的书信，玉面神医会亲自去疫区，但他一个人人手不够，所以还希望诸位给玉面神医搭把手，帮个忙啊！什么？玉面神医要去疫区？真的是玉面神医吗？我去，我早就想见玉面神医了，却一直没得到机会啊！我也去，能够跟玉面神医一起去抗疫，这辈子值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去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愿意前往疫区，那就请诸位过来登记，一会儿安排好大家去哪个城。
玉面神医呢？我们能见见玉面神医吗？是啊，能让我们见见玉面神医吗？诸位别急，玉面神医一会儿就到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所有大夫都争着抢着去登记，生怕自己慢了就赶不上了。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公子，这些人听说玉面神医去，所以都争着抢着要去，根本就拦不住啊！谁再拥挤，就不准去参加抗议了。诸位大夫，我旁边这位是玉面神医，这位是玉面神医的兄长。疫情紧急，如果大家都想去抗议，还请排好队，早早分配队伍，才能早早出发呀。这真的是玉面神医吗？不是说玉面神医是一个胡子花白的老者？这确实是玉面神医，我家小儿就是玉面神医治好的。参见玉面神医。大家快快请起，这次的瘟疫还劳请诸位帮忙了。哎呀，应该的，神医大人都亲自前往，我们怎么能不去呢？哎，就是，能与神医大人同行，是我等的荣幸啊！还请大家尽力配合，早点登记好，早点准备出发。疫情不等人呐，有了玉面神医的话，各个大夫乖得像个孩子似的，队伍排成了一条直线，都不再说话。可惜的是，如今他手里没有抗疫装备，否则他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些大夫的安全了。就在这时候，4月初只觉得手指发热，他低头一看，只见空间里出现了一大批抗疫用的东西。相公，空间里有最先进的抗疫用品，够用吗？够。那准备一下，分给大家。诸位大夫，我这边刚到了一批抗疫用品，大家一起来学学。很快按一牵来马车，4月初将需要用的东西从空间里放出来。各位大夫，抗疫物资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，我先去疫情最严重的云城，等到云城控制了疫情之后，我再到其他各城与大家会合。所有物资我都已经教大家如何使用了，大家也都学会了，大家不必担心，只要你们按照我教你们的去做，就一定能够很快控制疫情的。是，神医大人。4月初从空间里拿出清瘟解毒丸，各位，这叫清瘟解毒丸，是我特意研制出来的，功效很好。1粒清瘟解毒丸可以化5大碗水，但凡感染疫情的人，只需要喂下半碗水，便可慢慢见效。你们先去各自要去的城里，我会派人将清瘟解毒水送到大家手里。清瘟解毒水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所以说和玉面神医一起准有好处。相公，发生什么大事了？是大事，天大的事情啊！你说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白家，我白志才要光耀门楣了。闻言，白夫人瞥了他一眼，就准备转身走了。你走什么？光耀门楣？就你那狗脾气，等你光耀门楣，还是下辈子吧。要是能光耀门楣，他还能跟着他跑来这烈焰最远的地方。夫人，你怎么不信我呢？这一次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信，我信，我信。你不相信是吧？你可知4月和他相公是什么人？4月和他相公，不就是黄泥堡墨家的人吗？告诉你啊，你肯定会吓死。还我吓死过去，4月就能把我吓着了？哼，你不信？他能吃人不成？4月咋就被你形容成了怪兽了？夫人想哪儿去了？4月不是怪兽，但怪兽在他面前都没法生存。这我知道啊。你找个椅子坐好，我告诉于你。哎呀，你爱说不说，不说我走了，我还要去找4月丫头呢。夫人，你听好了，4月的相公是当今太子。白夫人一个趔趄，瞬间就朝前摔了出去。哎呦，我就说吧，叫你找个椅子坐着，你就是不听。哎呀，白志才，你找死啊！没事你吓我做甚？我没吓你啊，我说的是真的。4月相公就是当今太子，是武安侯的外孙。太子殿下不是？刚知道这个消息，我也惊讶万分呢。不过他的确是太子啊，我瞅见了，和武安侯有好几分相似呢。白夫人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整个人瞬间就倒了下去。哎，夫人，你想想，夫人。白夫人悠悠醒来，轻哼了一声。夫人，太子殿下没那么吓人，你做甚自己吓自己呀？我俨然那死丫头，要是殿下……没事，太子殿下已经不计较那些事儿了。真的吗？太子殿下说了，不知者不罪，他没怪罪我们。但是你要记住了，这件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，任何人都不能，你明白吗？白夫人想了想，有些不明白。这是朝堂上的事情，
你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。但你要记住，咱们白家能够遇到太子殿下是我们的福气啊！以后若太子成事，咱们白家地位自然与人不同啊！你是说太子要？我之所以告诉你，就是要你约束好你娘家人的行为，别惹怒了太子和太子妃。若是再对太子和太子妃不敬，是什么下场你要知道啊！这事你就给我烂在肚子里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约束你娘家人，但太子的事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我明白了，相公，太子殿下真的不计较了吗？会不会秋后再算账啊？我相信太子殿下的为人，他说了不计较就是不计较，你约束好自己人就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我要去给太子殿下办事去了，你回屋自己休息吧。给太子殿下办事儿？办什么事儿啊？你不知道吧？以后整个禹城就是太子殿下最坚实的后盾。我要打理好禹城，这种植好农作物，禹城丰收就是整个烈焰最富有的城啊！太子殿下有了粮食，以后想做什么事不都方便？哎，那你快去，一定要办好太子殿下交代的事儿啊！那是当然啊，你相公我的能力，你还不知道？说当初我们早早的就收了四月做女儿，那岂不是？别想那有的没的，太子妃的娘岂是那么好当的？你还想当太子殿下的岳母娘呢？我想想怎么了？我没闺女，我就喜欢四月这闺女，也一直当亲闺女疼着她。你看，咱们刚看见四月的时候，那时候太子殿下还是……只能说明太子殿下的岳母娘不好当，所以注定你不会是四月他娘啊。难道你就不惋惜？没什么惋惜的，你在心底将四月当做闺女疼就行了。至于太子殿下的岳母娘，这话就不要提了，那可是杀头之罪啊。我可没想着高攀，我只是觉得……别你觉得了，没时间和你磨叽，我要去做事。我和四月先进京处理些事情，你们后面来。好。只见小金瞬间起飞。老大、老三，你们要记住，殿下以前虽然跟咱们生活在一起，但身份有别。从黄泥堡出来以后，他就是殿下了。我们要做的事，就是帮助殿下排除一切障碍，祝殿下早日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。尊卑有别，可别忘了。是，殿，我们记住了。我们姓莫，是大将军赐的姓，而殿下姓莫，是因为对皇家失望，转而跟着大将军姓。殿，我们明白，忠诚于殿下，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使命。殿，您放心，我们都明白。你们明白就好。这次去京城，万分凶险，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情况，都必须要先保护好殿下。是，有殿下在，才有我们的日子。若殿下出了半点闪失，咱们谁都活不了。是。莫云深怕自己的儿子认不清自己的位置，又细细地交代了一番。赶紧赶路，殿下那坐骑看起来很快的样子，咱们也要早点赶到京城，不然殿下和娘娘独自在京城，我不放心。放心吧，殿下早已不是以前的殿下，殿下手里的势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，宫中那几位都不是殿下的对手。不管如何，我们都应该要尽快进京。燕儿，你睡一会儿，到了我再叫你。没事儿，我不困。好，那你靠着休息。我睡不着，我还有点小激动。激动？就是有些激动呢。燕儿在激动什么？激动那些未知的事儿，还有心里一直疑惑的事儿。到了京城，终将有答案。放心，没事。我不是担心，就是有点小激动。我知道。我昨晚又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在我的梦里有一个穿着红衣的女人，那女人和我有几分相似。这个梦已经出现好几次了，我不知道是在预示着什么。和你相似的女子？每次都见她嘴里念念有词，她身边还有个婴儿。每次我想靠近听听她念的是什么，我都听不清。那个女子在你梦里还做了些什么？她好像在念咒语似的，又好像是术法，和你平时用的有一点点相似，却又不是你平时用的。咒语？看起来有点像。也和你有关？我也是这样觉得的，不然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在我梦里出现这么多次。每次看见梦里那个女子，我就觉得有几分亲切感。莫一之没再说什么，却在心里想着，咒语、术法，
这不是一般人会的。他们先出发。那好吧。站住！姑娘，不知你有何事啊？放下你背上的人！姑娘，我家公子今天高兴多喝了2杯，如今醉酒，我们要送他回府。哼，是吗？是。4月初扯起嘴角笑了起来，不是他要多管闲事，实在是这个少年身上的味道。若他不出手，或许今晚肯定要出事的。这群人和他必然不是一起的。你家公子真的只是醉酒了？是，公子不胜酒力，多喝了2杯。怕是这酒里还有别的东西吧？小姑娘，我劝你，不该管的事情就不要插手。哦，是吗？若我非要管呢？几人拔出了手中的剑，4月初笑盈盈地挥了挥手，只见几人瞬间就倒了下去。阿六，把这几个人捆起来，把这少年送到房间。是，周末。媳妇儿威武。对呀，也不看看是谁媳妇儿，对吧？暗六将那个少年安排在3楼的一个房间里。4月初和莫一之进去，莫一之这才看清楚少年的面容，不禁微微蹙了蹙眉。4月初伸手搭在少年的脉搏上，片刻后，4月初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丸放在少年嘴里。哇塞，这少年到底是得罪了哪位大人物呀？今天他要不是遇见我，恐怕……怎么了？他中了一种我在那本绝密医书上看见的魅毒，这种毒非常厉害，中毒半个时辰之内，若是没有那个，他就会毙命的。看来给他下毒的人就在附近。魅毒？没错。你刚给他吃的就是解药？不是，我刚给他吃的只是压制他毒性的药。这种魅毒的解药制作起来有点麻烦，可能得要花点时间。月儿，若我没认错，他应该是丞相府的人。什么？丞相府的人？他长得和丞相有些相似，应该是程家老二楚云轩。丞相先夫人生下了3个儿子，老大楚云墨善文，文采斐然，左右逢源，但知道的人并不多。老二楚云轩善舞，性子豪放耿直，不拘小节。老三楚云烨是出了名的纨绔，吃喝玩乐样样不少。这么说来，那最像丞相的应该就是老大楚云墨了。差不多，不过楚云墨和楚丞相又有些区别。就吧，多个朋友就少个敌人。听你的。更何况还是长得这么帅的一个大帅哥，不就还是有些可惜的。莫一之微微摇了摇头，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4月初闪身进空间，开始制作起解药来。4月初牵着莫一之从空间里走出来，相公，你喂他喝吧。暗六，主少有何吩咐？来，你喂他吃药。好。暗六将解药给楚云轩服下，没过多久，楚云轩就缓缓醒来。楚云轩眨了眨眼，又揉了揉头，他是在做梦吗？怎么面前站着个漂亮的小姑娘？好了就自己滚，不知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被人下了媚药，若半时辰内没有解药，你必死无疑。媚药？那现在过去多久了？2个时辰啊？那我岂不是要死了？没错。哎呦，谢谢你们收留我呀！若我死了，你们便将我的尸首带去丞相府，找我爹领些银子吧。你是丞相府的人啊？我是丞相府的2公子楚云轩。行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们一定会去的。只是不知道楚丞相会给个什么价格呀？不知这位是哪家公子啊？我家的。这是你家兄长吗？不是，我夫君。夫君？没错。既然楚公子让我们去丞相府领赏钱，只是不知道我救了公子又能得到多少赏钱呢？什么？你能救我？恰好会。以后姑娘有任何差遣，楚云轩万死不辞。我还以为楚公子要给银子呢。姑娘喜欢银子？对，我就是喜欢白花花的银子。与银子比起来，我更喜欢金灿灿的金子。哦，姑娘，这些银票都给你吧。4月初伸手拿过来数了数，足足有3000多两。我觉得楚公子一条命应该不止3000两吧。再说了，我可是将元凶都给你抓着了呢。姑娘，我这身上只有这么多了呀。那行吧，先给你记在账上，以后你慢慢还吧。吃下这粒药丸就解毒了。楚云轩接了过去，看了一眼4月初就吞了下去。行了，你现在感觉是不是没什么事啊？啊，果然没事了。那是自然，我的药丸可是千金难买。哦，谢谢姑娘，请问姑娘贵姓？不谢，我也收了你的银票，叫我莫夫人就好。我带你去看看那些给你下毒的人吧。4月初说着，就带着楚云轩走到另外一个房间。就是这些人了。楚云轩一见，瞬间脸都绿了，一脚就踹了出去。狗东西，居然敢跟我下药，活得不耐烦了！你轩爷也敢动？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
众人摇了摇头，不说是吧？那我就将就一下，把你的肉啊一块一块割下来喂狗。是云家大小姐。云真，没错。放你娘的狗屁！不老实是吧？这就是下场。说嘛，若再有人在我面前耍小聪明，我便将他剁碎了去喂狗。说，公子饶命啊！公子饶命！是九公主，九公主命咱们给这样做的。对，是九公主，丞相大人也知道这件事，我等不敢违抗啊！公子饶命啊！你家公主这么饥渴，这么缺男人，还是你家公主嫁不出去？哼！回京我便送她一群面首。4月初惊了半天没回过神来，这样对九公主，那楚云轩就不怕皇帝老儿找他麻烦？公子，是丞相也同意了的呀。滚！回去告诉他们，再打爷的主意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好混呐，简直是个混小子，对亲爹都这么狠。姑娘抱歉，吓到你了吧？这么点事儿还吓不住我？没吓着就好，让姑娘看笑话了。笑话不至于，只是楚公子这样骂公主，就不怕皇帝找你麻烦？毕竟公主的身份那可是万分高贵的。哼，有那臭老头在，就算是要找麻烦，也自然有那臭老头去处理，谁让他在中间搅浑水啊？丞相为什么要让您娶九公主啊？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他自己的权利。楚公子果然是个心思通透的人。姑娘，请问你是哪家的千金呢？我们是外地人，想着进京做点小生意谋生，天色晚了便在曲城停留一晚。你们也要进京？那太好了呀，我们可以同行，我也是要回京的。既然楚公子盛情相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，姑娘，如果你想去京城做点小生意，到时候我帮你。楚公子会经商？我不会，但我大哥会。让丞相府的大公子帮我，这不好吧？公子身份尊贵。什么尊不尊贵的？我就一介武夫，不瞒姑娘，我在京城风评不大好。哦，怎的？都说我是……姑娘，这些事你就不要听了。行，既然楚公子不方便说，我便不听了。今天天色晚了，我们住在了鸿运酒楼，楚二公子可要入住？住，当然住。姑娘，这个我没银子了。没关系，我借给楚二公子，回头你再还给我就好了。哎呦，那就多谢姑娘了。小六，去给楚公子开间房，记住，要上好的。是，公子。哎，谢谢，你们俩呀，可真是好人呢。相公，这楚家二公子有点好玩啊。这家伙呢，从小就喜欢和他爹对着干，他爹让他去入学，他非要去习武，气得楚丞相将他关起来几天几夜。原以为他会妥协，谁知道他像一头倔牛似的，最终还是丞相妥协了。习武之后，楚云仙在京城揍了无数官家子弟，丞相拿他没办法，将他送去了军营。他揍的都是些什么人呀？纨绔子弟。那他三弟不是天天被他揍？楚老三虽然在京中人人皆知是纨绔，可实际上……哦，楚老三实际上和他所表现的不一样。楚老三很有经商头脑。莫不成你和这个楚老三很熟？楚老三现在在北漠，那边的生意都是他在负责。那他知道我吗？没有告诉他，在事情没有清楚之前，他还是不要知道为好。不过让他回去查了楚天河的事，他查到的信息也不算多。楚天河这个老狐狸，说他是老狐狸不为过。相公，如今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知道我是不是和丞相府有关。什么机会？楚云轩呀，我只要拿到楚云轩的血，就能查出来我和丞相府到底有没有关系。要多少血？不用很多，装小半管就行了。好，交给我来。现在他还醒着，恐怕不好拿吧？要不……没事，交给我就行了。好，等我回来。很快莫一之就回来了。相公，这么快啊？取点血而已嘛，简单。你不会把楚云轩给弄晕了吧？那小子其实警惕性挺强的，我用了你之前的迷烟，给你。4月初接过来，转身走到机器边，从自己手上也取下了一点血，然后专心开始工作起来。相公，结果应该差不多出来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莫一之抱着4月初，两人来到实验室里，果然好了。4月初拿起结果一看，他和楚云轩还真是兄妹关系。燕儿，结果如何？我和楚云轩还真是兄妹。确定了？这个结果是不会有错的。那小子运气真好啊，能有你这样一个妹妹。那是，算他福气好。我现在就让人通知楚老三。好。哎，你们醒了啊，快来用餐。你哪来的钱？
快来快来，放心吃，我把玉佩压在酒楼了。等回京以后呢，我就叫人来赎回玉佩。好，那就多谢楚公子了。哎，谢什么谢？不用。楚公子的手怎么了？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觉醒来就这样了。莫不成楚公子半夜梦游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吧。吃过早餐，几人就出发去京城了。哎，小四月呀，等上京了，你就住在我们家去。以后呢，我罩着你啊。那恐怕多有不便吧？我还是自己去找宅子。没什么不方便的，你们初到京城，好多事情都很麻烦。楚公子真的体贴入微，我要是有这样一个哥哥，估计做梦都能笑醒了。那以后我就是你哥哥，你就是我妹妹啊。那恐怕你妹妹会不乐意的。我那妹妹，咱们家只有妹妹一个女儿，但这妹妹吧，我……楚公子的妹妹怎么了？她一点也不可爱。自家妹子怎会觉得她不可爱呢？我娘亲呢，生下小妹就走了。我们三个呢，作为哥哥，自然是什么都得依着妹子。只是她后来呀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就变得跟爹一样，眼里只有权势，非要往上爬，做那个站在顶峰的人。殊不知，站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他选的路是不好走，但我们几个做哥哥的，自然也会设法护着他。你们家妹子可真幸福。两人看似随意的攀谈着，可却从楚云轩嘴里套出了好多他想知道的东西。怎么了？只见一个浑身红衣的少年蓦地上了马车。滚下去！你吓着我夫人了。我太激动了啊！收到信我就来了。这就是三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两位都是朋友，我在这儿自然不奇怪。老三，你在小姑娘面前注意影响啊！楚云夜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四月初看，这就是他家小妹啊！果然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小妹比宫里那位顺眼多了。我在我自己妹子面前需要注意什么呀？什么你妹子？闪开！哎，我说老二，这就是我大哥，这是我妹子，我们老早就相熟了。你想做什么呀？小四月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那套纨绔模样啊，少在他面前晃。嗨，老二，你怕是还没搞清楚情况吧？这里我是大哥，这是我小妹，我们相熟。在没认识你之前，我们就相熟了，你懂吗？我是什么人，我大哥比你清楚，我小妹自然也清楚。你滚远点啊！哎，小妹，好久不见。三哥，好久不见。这是三哥给小妹的礼物。四月初打开盒子一看，只见里面有一套很贵重的首饰，还有无数张银票。哎呀，老三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你不会是偷了爹的库房吧？滚滚滚！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？小爷我不差钱。切，就你还不差钱，天天花天酒地，没把爹气死就不错了。哎，小妹，三哥送你的礼物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三哥。哎，不谢不谢啊！以后三哥给你挣好多好多银子。二哥，你去前面那辆马车，我有事要和我大哥说。啥事我不能听？去。楚云轩从未见过这样的三弟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后不满的下车。参见主上，参见主母。三哥不必多礼，坐。三哥，坐吧。哎，小妹，我以前一直不知道，我如果知道，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在那儿受委屈。我知道，三哥，这不怪你的。我把二哥赶出去，就是想问问小妹有什么打算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三哥都会支持你。娘的死是有人故意为之，我怀疑水玲珑为了上位，所以才这样做的。只是不知道楚丞相在这件事里面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。一路上我也在想这件事儿，最终得益人是水玲珑，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。水玲珑嫁给爹爹后，对我们几个看起来都非常好，整个京城她的名声也很好。被换的那个孩子肯定是他找来的。他是娘死后几年才进府的。顾莲心买凶追杀我，目的就是不想让人知道我的存在，而顾莲心又是水玲珑身边的人，那不言而喻。小妹，你放心，这次回京一定要查清楚娘的死因。若真是这些人对娘下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大哥、二哥和水玲珑关系好，还有丞相，在这件事情里，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？你放心吧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大哥、二哥都会站在你这边啊。这么确定吗？确定，我们是一母所生的兄妹嘛。那大哥、二哥和丞相还是父子呢？我了解大哥、二哥，我已经传信给大哥了，大哥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赶来。这么快？这自然是快的呀。等大哥来了，我们再一起商议。有大哥在娘的事情，就算他们抹去所有的线索，大哥也会有办法。好。小妹，你还不取下面具给我瞅瞅？四月初笑了起来，莫一之伸手在四月初脸上轻轻一挥。小妹，你和娘实在是太像了。三哥，你不会是把家底都掏光了吧？不用担心，这点银子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啊？哎，小妹，不用担心，三哥我呢，以前呢有银子都没地方花。
是这样吗？我怎么听二哥说你总是流连于烟花之地呢？那是他们眼瞎。二哥听到这话，怕是要和你打一架吧？就他打得过我？哦，莫不成三哥也是个高手？你问问你相公，月影有怂人吗？哦，那倒是。不要表扬他，等会儿要飘起来了。三哥，你会飘吗？哎，小妹，三哥不是那样的人，真的。哎，主上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我家妹子，我们都丢失了她10多年了。你看以后是不是？那是你们无能。是我们无能。那你看看以后是不是多给点时间给我们呢？想都别想。主上，这是我妹妹，这是我夫人。楚云烨看着莫已之，他好想说，能悔婚吗？哎，小妹。哎，没办法，三哥打不过你相公，以后呢，你要多罩着三哥啊。好，三哥啊，你加油啊！几人刚走没多远，马车就又停下来了。小妹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主上月影，没错。小妹，你……大哥，这是我夫君。大哥，老三，你们在说什么呀4月初伸手扯下了脸上的面具。这小4月，这怎么和4月，这和娘亲长得这么像啊？这是我们的小妹。什么？我们小妹不是在宫里吗？那个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大哥，你是说小4月才是我们的小妹，宫里的那位是假的？没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老三你来说。楚云烨这才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楚云墨和楚云轩。狗奴才，居然敢让人追杀我妹妹，爷回京就灭了他。大哥，若不是小妹有幸遇到我家主三，恐怕如今我们都见不着他了。云墨感谢公子大恩大德，谢谢您救了我小妹，我救我夫人，不必客气。小妹，有大哥在，这一切事情都会水落石出，大哥绝对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，那些欠你的，大哥一定都会为你讨回来，不管是谁。对，小妹，有大哥和三哥在，你放心好了。还有我呢，还有我，是哪个狗东西换了我小妹？我现在回京就一刀了结了他。楚天河，啊，去吧。你说什么？爹？啊，真的是爹？这个老东西居然敢丢掉我小妹！走，咱们回家找他去。站住，大哥，难道你就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妹受这么多年委屈吗？就算是爹，也不能这样啊！他这样对小妹，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爹。哎，你这个样子像极了没脑子。老三，行了，事情还没查清楚，那么冲动做什么？你想害死小妹不成？哎，老二啊，你这性子一直是个武夫，你要那么睿智一个人，你咋就没继承点？哎，一点也没继承。大哥，你说咱们要怎么做，小妹才不能这么白白受委屈啊？先回京再说。哦，回京我们要怎么做？保持沉默。保持沉默。你只要做到保持沉默，就是保护小妹。老二，你这性子真就一介武夫呗？你要那么睿智一个人，你咋就没继承到丁点啊？你聪明，你倒是想个办法出来啊！有大哥在，你担心什么呢？大哥都说了，让你保持沉默，自然是有办法啊。老二，你可要守住了，小妹的事只有我们3个人知晓，在事情完全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必须要绝对保密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小妹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就好。那你怎么不说老三呢？老三，你和老三比起来，我更担心你。老三每天除了吃喝玩乐，他爹每次去找他，他哪次不是流连在烟花之地啊？老二，事情不要只看外表。楚云烨扬起嘴角笑了起来，他就知道大哥永远是最懂他的人。那你问问三弟，他在月影是做什么的？老三，你在月影是干啥的？我好像是管钱的吧？管钱的是吧？好吧，老三你是厉害的，赶紧回京查清楚当年娘生产之时的真相，为娘和小妹报仇。当然。大哥，你知道龙吟九霄和丞相府的关系吗？龙吟九霄？我们查到龙吟九霄和丞相府关系似乎不太一般。之前龙吟九霄的主子亲自来追杀我来着。我们不太清楚。还有，我相公说丞相的背后似乎还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去查清楚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这是解毒丸，你们收着，除非是特别难搞的毒，否则都不在话下的。小妹会医术？是啊，我会。小妹医术如何呀？三位哥哥听过禹城的玉面神医吗？啥？玉面神医啊？听过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人物啊！我之前就听人说这个。小妹，你不会就是玉面神医吧？正是。小妹，
你真的是月神医？如假包换。天哪，主上，你怎么一直没说过呀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居然不告诉我，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！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她是你小妹这件事？也没错。哎，小妹，只是你这名字4月初。是啊，小妹，这名字，把名字改一改吧，小妹。哥，我叫楚清言。清言。不错，这个名字好啊。哎，小妹，这个名字可以，不错。二哥赞成你改这个。月儿，你若不想改，就不改了。也没有不想改，就是觉得有些麻烦。没关系，改就改吧。好，以后小妹就叫清言了。以后我就叫楚清言了。小妹，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？楚清言靠在莫以之肩头，从小胖妞4月初小时候说起，点点滴滴说给3个哥哥们听。姓顾的那家人等回京，我就将他们碎尸万段。二哥说的没错，这样对我们小妹，小爷就让他们尝尝小爷的厉害。小妹，大哥会给你报仇。那后来呢，小妹？后来我便遇到了相公，相公和婆婆去家里提亲，将我娶进门。在莫家，大家待我都特别好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日子就过得很好了。有相公护着，我再也没受半点委屈。妹婿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照顾我们家小妹。莫云，她是我夫人，不需要谢。楚云墨微微一怔，莫云，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喊他莫云，可那个人早已身亡多年。你怎么知道莫云？映月阁、长秋殿、玉湖旁、羞花树、莫云、玉芝。真的是你吗？是我，莫云。你真的是你？是我。他们都说你，他们自然是这样想的。可你为何改变了模样？莫一之轻轻一挥手，一张熟悉的脸呈现在楚云墨眼前。既然你活着，为何这些年音讯全无？我也派人去查你的事，可一直都没有收获。莫一之叹了口气，将之前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。原来如此，他们竟然敢！他们有什么不敢的？你活着就好，其他的事可徐徐图之。大哥，你们在搞什么名呢？我怎么听半天没听出明白来？就是啊，大哥，你们搞什么呢？还不快拜见太子殿下！太子殿下，主上，你是哪国的太子啊？自然是烈焰。烈焰？你之前是太子上官瑜？参见太子殿下。自家人不必多礼。无论其他人怎样，我们兄弟3人都始终站在小妹和太子身边。是，大哥，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小妹和太子殿下。是，大哥。大哥，你这出来带银票没啊？你要银票做什么？楚云轩神秘一笑，他才不会告诉大哥小妹喜欢银子呢。见楚云轩到处乱摸，楚云墨拿下自己放银票的袋子，伸手递给他。楚云轩打开一看，也就几千两银票。大哥，你怎么这么穷啊？出门就带这点钱，你还是烟云公子的做派吗？楚云墨一脸疑惑，不知道他二弟怎么突然就吐槽起他穷了。烟云公子，小妹，你不知道啊，大哥就是那名满4国的烟云公子。原来是烟云公子。哎，小妹来，这银票呢给你，大哥太穷了，等回京之后呢，二哥给你把大哥的库房都给搬过来。完了，这下他这个小财迷的名声怕是跑不掉了。小妹，这次收到老三的传讯，出来匆忙，大哥未曾带什么，这只玉笛大哥便赠予你。这是？你吹一吹试试。楚清言放在唇边，试着吹奏起来。玉笛刚响，3道白影瞬间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参见公主。原来是你啊，大哥，你竟然是神雨宫公主！我去，之前我们还和神雨宫纠缠那么久，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哪知道是你啊！我们查你那么久，竟然没查出你的身份。大哥，可以啊，你也不错。所以这只玉笛是？神雨宫是太子陨落之后我建的，主要是为了找他的下落。后来专门着手情报方面，规模不算大，比不上太子的月影。这只玉笛便是神雨宫的象征，大哥赠予你。大哥，这太贵重了。我小妹值得拥有这世间所有的美好。这只玉笛你收好，若遇到危险，吹响玉笛，便有人来帮你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谢谢大哥。可大哥不必言谢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便是负责保护小姐的安全。是公主。小妹，以后二哥做你的专属护卫啊，有二哥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。二哥，小妹身边有人，用不上你。怎么就不需要了？小妹出去都可以我陪着，
小妹买东西我就给她拎着，小妹渴了我就给她递水，小妹累了我就背她走。二哥，这些事情还用得上你吗？太子殿下都会给你机会啊。楚云轩看了看莫一之，对呀，他怎么忘了还有太子这尊大神呢？老友，烈焰官员资料拿来给我。是公主。太子殿下，这是我们搜集所有关于烈焰官员的资料，或许对您有帮助。莫一之点头接过来。楚清言好奇地凑过去，怎么上面什么都没有啊？过水后半刻钟放在火烛上便可。这么神奇？防止资料泄露。我也查了，看你给我的资料有没有用。楚云墨笑了起来，确实赫赫有名的月影，他能查到的东西，太子怎么会查不到呢？你可有查过叶听寒？叶听寒，我一直在查他，但收获不算大，至今还不知这个人到底是。你的那些花楼可以加大动作，重点查一查叶听寒。我让月影配合你，有月影的配合，那感情好啊。莫不成你俩就是和叶听寒对阵的那2个少年？没错，叶听寒也一直在查你俩的来历和下落。我知道，不足为惧，我已经拔掉叶听寒好多人，你应该也做些吧？那是自然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查的是谁，既然是我烈焰之人，就断然不会让他找到。不错，既然神羽宫是你的，往后你就多留意三国动向。我回京之后，好多事情需要处理，别让他们背后下了黑手。你放心，我会注意。过了好久，一行人又才重新出发。楚家三兄弟上了马车，楚云墨脸上的神情瞬间就变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感动我楚云墨的妹妹，我先回京，你们保护好小妹。不行，大哥，我和你一起回去。我也去。大哥，你们都走了，小妹怎么办？大哥，你不看看咱们妹夫是什么人啊？有太子殿下，有月影，咱们小妹安全着呢啊！总要留个人保护小妹才是。大哥，那就让二哥留下来。行，老二，你留下来陪小妹一起回京，我和老三先回去，到京城好迎接小妹。楚云轩有些不乐意，为啥他什么都要慢一拍呢？他也想在小妹面前得脸呢。老二听话，我这回去有正事做呢。难道你希望小妹再次遇到麻烦？好，我知道，我会照顾好小妹的。这离京也不远了。回家之后，让小妹直接回府。哎，大哥，我觉得暂时不要让小妹回府吧。再说，我家主上都已经备好了一切，回京之后宅子也准备好了。也行，那我们先回府看看情况，等小妹到了再与她会合。楚云墨和楚云烨一路飞奔回到京城，刚到丞相府，便见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丞相府来，而丞相楚天河带着一群人等在府门口。老大，你回来了。楚云墨微微点点头。周老头，放肆！你这不孝子！切，不欢迎我算了，我走了。你给我回来！你想去哪儿？当然是去我该去的地方，还有好多润的姑娘等着我呢。你这个孽障！你妹妹马上就到，你想往哪儿跑？她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耽搁喝酒。去把那个孽障给我抓回来！老爷，这三少爷我们也……算了，晚些时间我亲自去。是，老爷。王妃驾到！参见王妃。参见王妃姐姐，女儿拜见爹娘。虎弟呀，你好像又长高了。王妃，快府里请。大哥也回来了呀。楚云墨再次微微点头，也不行礼，带着淡淡的疏离感。楚云墨静静地站在府门前，看着这一行人走进府里，这才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楚玉鸾直接跟着楚天河进了书房，在书房待了1个多时辰才出来。从书房出来，楚天河脸上带着笑意，楚玉鸾也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。王妃啊，在府里用膳再走吧。爹，王爷还等着我呢，我该回去了。你让王爷放心吧。好，爹，那我先走了。老爷呀，王妃这刚到家呢，就走了，怎么也该用膳后再走啊。以后有的是机会，你急什么？你可别在这时候添乱呢，坏了王爷的好事。是，老爷。去把大少爷给我喊进书房。是，找我何事？你们兄弟几个这些年不常回府，往常我也没说过你们什么，如今你们都大了，该考虑考虑你们的婚事了。我暂时没有成婚的打算。这怎么成啊？别人像你这么大都养子了，你连个未婚妻都没有。以后再说吧。你母亲已经给你看好了，是李尚书家的千金，李家千金许给你是你的福气。我没有成婚的打算，就不用为我操心了。逆子，难道你打算和老二老三一样忤逆父亲？你是楚家长子，这么大了还不成婚，
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有王妃在，你不会没脸的。再说，谁敢让你没脸呢？哼，你们要是有自己小妹一半听话，我就省心了。一个个的不求上进，不求上进，好像也是这么多年也没做出什么名堂来。爹，要不明天你去找皇上给我谋份差事？朝堂之事，你以为那么简单？是你说想去就能去的？你爹我在朝堂这么多年，哪天不是战战兢兢的？爹，你战战兢兢是对的，以后要更加小心才是，否则哪天阴沟里翻船，可就不好了。你个孽障，什么时候也变得和楚老三一样纨绔了？成为老三一样，也不正合你之意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母亲已经在给你安排了。婚姻自古就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由不得你。你要是执意不从，怎的？就像对老二一样吗？你见了老二？那个孽障在哪儿？你为了楚玉鸾，不惜牺牲我和老二的婚事，抱着那么大的期望，若那一天万一……你懂什么？安王是皇上心底最宠爱之人，别人不知，你爹我清楚得很。只要安王登上皇位，你小妹就为后，我们楚家的地位自然不言而喻。老头儿，当年我娘死的时候，你干什么去了？突然说这个干什么呀？只是想知道当年你做什么去了。你若在京中，我娘还会走那么早吗？我当时赈灾去了，等我回来之时，你娘已经……爹，这些年似乎早已经将娘忘于脑后了吧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总说以前的事，不知爹可有梦见过我娘？墨儿，事情已过去这么多年，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如今我们要做的是要为着楚氏家族的荣耀，有你小妹在，咱们家族才能兴盛啊！你母亲金福这些年待你们几个如亲生的一般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是否待我们如亲生，我自然清楚。你既然清楚，为何还在家里这样的态度？怎么，爹嫌我态度不够好？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和你母亲都不会再纵容你了。你必须成婚，必须娶李尚书家的千金。爹既然那么喜欢李家尚书的千金，不如自己纳进府，不是更好吗？也对，李尚书那样的人家怎么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做妾呢？那要不你让李家千金做平妻也成啊？实在不行，你就把家里的休了再娶也不错嘛。混账东西，竟然敢编排到你爹头上！楚丞相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竟然说丢就丢，孽子！行了，没啥事我就走了。李家千金，你要是想娶，我们兄弟三人都会绝对支持您。对了爹，夜路走多了容易撞鬼，记得小心些。滚！来人！老爷，去查查楚云墨最近在做什么。是，老爷。哎呀，老爷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还能为什么呀？不就是那几个孽子，老二不愿娶九公主，老大不愿娶李家千金。老爷，那要不让老三娶？老三？就那样的，整个京城哪个好人家的女儿会嫁给他？也是，老三这名声实在是……哎呀，这老三呢，以后可要怎么办才好啊？别跟我提那个孽子。可是老三已经回京了，到时候京中关于老三的流言，那恐怕……哎呀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因为这个楚老三影响到王妃呀！我就给他抓回来。老爷，你消消气，不要气坏了身子。楚天河没再说什么，大步迈出书房。墨儿，看见你爹出去了吗？娘，我看见了。哼，那三个不成器的，以后都不会再是你的威胁。你要好好做功课，整个丞相府将来都是你的。娘，可是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对我都很好，楚云墨，你要记着你该做什么。楚家你最小，若前面三个都成器，那还有你什么事儿？楚云木嘟着嘴，有些不太乐意。楚云木，我这些年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你？要不是娘为你打算，为你筹谋，以后的丞相府你能得到什么？我既然是丞相府的小公子，难道还能少了我什么吗？愚蠢！你玉鸾姐姐一个女孩子都比你有志气，将来你姐姐可是要当皇后的人，你怎能如此没出息？姐姐当皇后，那哥哥们还是皇后的哥哥呢。谁在外面？水玲珑起身朝外面看去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楚云墨也回头看着外面，莫不成是三哥回来了？墨儿，心慈手软成不了大器，只有狠下心来才有前途。娘，都是爹爹的儿子，你不是常常说三个哥哥也如同你亲生一般吗？水玲珑觉得自己聪明了一辈子，
可为何就生出了这样的蠢儿子？简直是蠢死了！那3个蠢货有什么好的？水玲珑愤然拂袖离去。咦，大哥，我还以为是三哥呢。木木，这是大哥给你带回来的。大哥哥最好了。大哥，为何娘总是要我，不准我和哥哥们玩呢？木木想要独占丞相府吗？不要。木木想和哥哥们在一起。木木想跟哥哥们在一起，那就和哥哥们在一起。大哥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好。木木，大哥问你啊，以前照顾你的顾嬷嬷她去哪儿了？顾嬷嬷，娘说顾嬷嬷回家养老了。回家养老？那她身边伺候的是谁？娘身边的陈嬷嬷是新来的。母亲这些年一直用惯了顾嬷嬷，突然换了一个人，想必应该是用不惯吧？没有啊，陈嬷嬷娘用的挺顺手的。楚云墨朝着楚云木微微笑了笑，又陪楚云木玩了很久。嬷嬷，大哥还有事，下次再陪你玩啊。好。大哥，你又要离家去了吗？没有，这次大哥会在京城中多待一段时间。太好了，那木木就可以和大哥玩了。到时候你娘知道你和大哥在一起，恐怕你要有被训喽。大哥，你不告诉娘，娘就不会知道的。放心，大哥不会告诉你娘的，这是我们的小秘密。大哥哥真好。莫一之和楚清言刚进京，就收到楚云夜的传信。月儿，你三哥在兰香园，我们直接去那里和他会合。兰香园？酒楼吗？花楼。我三哥以后要是娶不到媳妇儿……你三哥是缺媳妇儿的人吗？好像也是。我三哥这么年少多金，怎会缺姑娘喜欢啊？楚清言进空间换了一身男装，两人改变了妆容。二哥，我们要去兰香园，你去吗？什么？兰香园？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二哥，兰香园是太子殿下所属产业，里面也不像一般的花楼，干净着呢。太子殿下的产业？没错。所以老三其实是……对呀。你和太子殿下都要去，我自然是要去的，我得保护你们俩呀。好，那你是以楚家二公子的身份去，还是需要变换一下妆容？楚云轩。那明天京城恐怕又要多一股新流言了。丞相府二公子流连烟花之地，对你影响可不好哦。别人怎么看怎么说，跟我没关系，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那里人多嘴杂，我得在你身边才放心呢。好，那就走吧。楚云夜，你个逆子，还不给我滚出来！哟，丞相大人来了，可要叫几个姑娘陪您开心开心啊！孽障，老子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！呦，姑娘们，丞相大人来了，还不好好伺候着？只要把丞相大人伺候开心了，小爷我奖励一锭金子。丞相大人，来嘛！滚！丞相大人可真的不懂怜香惜玉呀，家花哪有野花香啊？再说了，水玲珑虽然曾经是花楼头牌，可如今早已是人老珠黄啊。您看这里的姑娘皮掐的都出水儿，细腰那盈盈一握，可不比水玲珑强万倍呀。丞相大人，考虑一下。